我只是说了一句家花不如野花香，下一刻我竟从万年单身狗重生到了一个人渣身上。他一个家暴男，却娶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歌星，并且还为他生了一个乖巧的女儿。可自从结婚后，他却意外被公司辞退，认为都是娶了这个扫把星才让自己丢了工作。我不由得吐槽一句，自己是真混蛋。此时，刚被原生家暴完的母女在沙发上颤颤发抖，而抱着孩子的林夕瑶看到我一直盯着她时，她下意识地将瑶瑶又往怀里抱了抱，眼泪浸满了眼眶。她不是没有想过带着瑶瑶走，可是她自己本身就是个孤儿，而且家里的钱全都在这个恶魔手上。见两人恐惧的模样，我深深叹息一声，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随后我缓缓站起身，打开灯，温馨的橘色灯光亮起，将整个房间照亮。看着眼前杂乱的一切，我无语地挠了挠头，随后先是打开窗户透气，然后默默地收拾着屋内的空酒瓶。林夕瑶依然抱着瑶瑶缩在沙发上没动，只是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我没有贸然去打扰这对母女俩，而是又从厨房拿起毛巾收拾起桌子，直至将屋内收拾得一尘不染。我早已大汗淋漓，于是我从卧室中拿出干净的衣服，走进浴室。林夕瑶看着紧闭着的浴室房门，原本紧绷的身体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看着眼前被我打扫干净的房间，眼里流露着浓烈的不可置信。这个恶魔，这是唱哪一出吗？妈妈，我饿了。瑶瑶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妈妈。瑶瑶乖，等下妈妈就给瑶瑶做饭。林夕瑶摸了摸瑶瑶的头发，轻声道：她只能等这个恶魔去睡觉了，她才能去做饭给自己和孩子吃。这时浴室门打开，我推门而出，坐在破旧小沙发的母女俩同时向里缩了一下。我摇了摇头，没有理会二人，推开家门走了出去。林夕瑶呆住，眼中有些绝望。她是又出去买酒了吗？今晚还没喝够，自己和瑶瑶又要饿上一晚了。林夕瑶咬着嘴唇，脸色泛白，眼泪止不住的掉落。妈妈不哭，瑶瑶不饿了。瑶瑶以为是自己饿肚子的原因才让妈妈哭泣，她忙伸出白嫩的小手，笨拙地擦拭着林夕瑶的脸庞。林夕瑶咬着嘴唇，眼泪落得更厉害了。半晌后，她才用颤抖的声音柔声道：瑶瑶乖，妈妈哄你睡觉吧，睡着之后就不饿了。明早妈妈早点给你起来做好吃的好吗？好，妈妈不哭。林夕瑶轻轻哼着摇篮曲，哄着瑶瑶睡觉。看着瑶瑶慢慢闭上眼睛，林夕瑶想着结婚之后这2年的遭遇，心里万般心酸。她终于决定了，明天就走，离开这个地狱，即使死在外面，也比被这个恶魔折磨死要好。突然，外面门锁声响起，还在想着心事的林夕瑶止不住又颤抖了一下。她下意识地捂住瑶瑶的耳朵，悄悄听着外面的动静。我推开家门，下意识地看向沙发，神情不由一愣。他们2人是回卧室去了，可是好像还没吃饭。我看着手中的饭菜发愣，想了片刻后将饭菜摆在桌上，向着卧室走去。林夕瑶一直紧绷着身体，她听到我的脚步声慢慢靠近卧室，心里祈祷着我不要进来。只是下一刻，敲门声猛然响起。我给你们买了饭菜，要是饿的话出来吃饭吧，我今晚去侧卧睡了。闻言，林夕瑶猛然睁开眼睛，然后她又听到我的脚步声渐渐走远，房间内顿时又安静下来，只有林夕瑶紧张的呼吸声回荡在卧室中。瑶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她明显听到了我的声音，正好奇地盯着紧闭的房门。今天那个难闻的爸爸竟然没回房间睡觉，而且好像还说给自己买了饭菜。想到饭菜，她又饿了，她吞咽了一下口水，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妈妈。林夕瑶低下头，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还是鼓起勇气，踮着脚悄悄地走到卧室门前，打开门。餐桌上饭菜的香气也扑鼻而来，林夕瑶眼睛一下湿润了，她竟然真的给自己母女买了饭菜。面对这恶魔突如其来的好，林夕瑶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还想从自己手里得到什么？瑶瑶光着脚，迈着小短腿也跑了过来，扒着门缝看向外面。随后，她的眼睛陡然一亮，口水更是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但是她也没有擅自行动，而是抬起头，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自己的妈妈。林夕瑶无助地闭上双眼，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嘴角扯出一抹微笑，将瑶瑶抱起。瑶瑶乖，我们小点声吃饭。瑶瑶慌忙地点了点小脑袋。房间里的我当然听到了外面的声音，又深深叹了口气。叹完气后，我便思索了起来。刚刚买了饭菜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家里现在竟然只剩下1800多的存款了，得搞钱了。片刻后，我突然坐直身子，眼睛发亮，心想自己怎么一时没转过弯来呢？这里可是平行世界啊！我心情激动，伸手拿起手机不断翻阅着。过了一会儿，我的脸上扬起笑容。这个世界果然如记忆中一样，文化传承与娱乐圈和自己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一些让我皱眉的口水歌都能占据上热歌榜单。我紧握着手机，脑海里快速思索着，原是一首经典歌曲慢慢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想着想着，我渐渐支撑不住，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慢慢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6点整，我轻轻地打开房门，走出卧室。餐桌上和厨房里已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应该是林夕瑶昨晚吃过饭之后收拾好的。我站在原地想了一下，便悄悄地走进了卫生间洗漱去了。我知道林夕瑶一般早上8点钟才会起来做饭，因为原先的我每次都要睡到10点多才会起床，只有等我起来
俩喝完酒之后，他们娘俩才能吃我吃过的剩饭。我下意识的又叹了口气，然后飞快的洗漱着。房间里的林夕瑶其实已经醒了，但是她不敢出去。外面的洗漱动静消失，房门响起又关上。林夕瑶抿着嘴，眼睛盯着卧室的房门，有些好奇，她又出门干嘛去了？等了半天，外面还是没有动静。林夕瑶看了眼身边还在熟睡的瑶瑶，想了想，还是鼓起勇气悄悄下了床，打开卧室门走了出去。房间里酒味已经变得很稀薄，新鲜的空气顺着窗户吹进来的味道很好闻。这种情况让林夕瑶有种不真实感，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清新的味道了。林夕瑶来到窗户边，看向外面的世界，不知不觉有些呆住了。直到这一刻，她才突然想起自己才24岁。不知过了多久，房门声再次响起，林夕瑶整个人被惊醒，然后下意识的全身紧绷，机械式的转过身体。我也尴尬的愣在了原地，没想到林夕瑶竟然已经醒了。我洗漱过后就发现家里没菜了，所以刚买了些肉、蔬菜还有大米回来。两人都愣住，我这才彻底看清面前自己妻子的模样，很漂亮，比原世界那些网红明星都漂亮许多，只是她太瘦了，脸上更是苍白的过分，应该是许久未见过阳光与营养不良的原因。看到这，我心里是又痛又恨又尴尬，太畜生了，这么好看一媳妇儿竟然这么虐待，真是该死。那个，早啊，我先做饭去了。我率先打破了这份尴尬，拎着菜快速的走进了厨房。林夕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竟然向自己问好了，而且她什么时候学会的做饭？林夕瑶默默地看着厨房里正在忙碌的背影，一种极大的委屈感袭上心头，她死死咬着嘴唇，眼眶渐渐湿润。这算什么？可怜自己，良心发现。妈妈，瑶瑶这时睡醒了，许是找不到妈妈，她光着脚丫子就跑了出来。刚出来，她的小鼻子就闻到了饭菜香味，转头瞪着大眼睛看向厨房。厨房里的我自然也看到了这个小家伙，便咧开嘴冲着他笑了笑，却不想瑶瑶害怕的往林夕瑶身后缩了缩。我无奈的摸了摸鼻子，不一会儿，饭菜就已做好。我看向还拘谨的站在远处的两人，洗漱一下，过来吃饭了。瑶瑶明明已经在吞咽着口水了，但她还是没有动。林夕瑶也是有些惊悚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我本来有些期待，但是看到两人这防备的模样，心中的期待不由沉入了海底。我沉默了一下，又叹了口气，说道：“你们先吃。”说完，我走进了侧卧。林夕瑶没动，她看着侧卧的门被关上，又低头看了看女儿眼里的期望，心里也叹息一声。瑶瑶，洗手吃饭去吧。餐桌上摆放着我做的小米粥，金灿灿的很诱人，还有2个小菜以及一小碗蒸蛋。看到蒸蛋的那一瞬间，瑶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妈妈，这是爸爸给瑶瑶做的吗？林夕瑶一时有些语塞，说不出话来。她看着女儿期待的眼神，最终还是点了点头。瑶瑶的眼睛顿时更亮了，她迫不及待地挖了一勺蛋羹放进嘴里。这是爸爸第一次给她做饭吃，真好吃啊！林夕瑶只是默默地吃着饭，她的心里很挣扎也很茫然，目光不自觉地转移到了侧卧那扇紧闭的房门上。我坐在侧卧里的书桌前，其实已经饿得不行，但我知道现在外面那娘俩还做不到和我坐在同一个桌上吃饭。我摇摇头，将这些甩出脑袋，随后拿出手机，点开了这个世界的平台，注销了原先这个还剩几千粉丝的账号，我重新注册了一个新号，习惯性的点开了平台上面的热搜榜单，然后下一刻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唱的是个什么垃圾？什么时候临时抱猪脚这种口水歌也能霸占热搜了？我心里有了打算，从书桌里找出几张已经尘封许久的驱稿纸，这些都是以前林夕瑶留下的。我将驱稿纸平铺在桌面上，手中的笔飞快的在驱稿纸上写着6线谱。原世界的我就是一个词曲家，现在只是时空搬运，这点小事根本难不倒我。只是短短片刻时间，一首完整的曲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迫不及待地从一旁衣柜中翻出一个吉他，然后我抱着吉他端坐在书桌前，酝酿了一下情绪，下一刻便闭上眼睛，手指轻轻扫动琴弦。随着吉他声从房间内传出，正在默默吃着饭的林夕瑶突然愣住，她还会吉他？怎么可能？那个吉他是自己的。林夕瑶很清楚，她不会弹吉他，至少以前不会，可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伴随着吉他声，我的歌声也缓缓传来。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林夕瑶更加愣住，她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就连正在欢快吃着饭的瑶瑶都被歌声吸引住了，停下了手中的勺子，看向侧卧紧闭的房门。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瑶瑶歪着脑袋望着那里。瑶瑶知道这是第一次给自己做饭的爸爸的声音，好温柔。即使林夕瑶没听过这首歌，她也能感觉到这首歌的厉害之处。这么优美的旋律，她很难想象这是从一个恶魔口中唱出来的。直到下一句歌声响起，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听到这里，林夕瑶再也忍受不住，她的肩膀开始轻轻颤抖，眼泪更是一颗一颗的往下掉落。2年了，整整2年了，每天担惊受怕。她已经2年没有听过音乐，2年没有出过家门，每天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与满屋狼藉，还有一个慢慢变成恶魔的她。现在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要逃走了，她唱这个是什么意思？她突然变了是什么意思？林夕瑶有些崩溃，她再一次迷茫了，对前路的害怕，以及对现在这人转变的害怕。她怕这是一场刹那的梦，歌声也在这一刻停止。瑶瑶也发现了妈妈的哭泣，她有些惊慌地爬到林夕瑶的腿上，伸出小手努力地擦拭着妈妈的眼泪。妈妈不哭不哭，瑶瑶给你呼呼。瑶瑶以为妈妈的身上又疼了，她一边帮林夕瑶擦着眼泪，一边扬起小脸，扒开林夕瑶的衣领吹着气。只见衣领下面，林夕瑶的后背上遍布着道道伤痕。我自然不知道外面母女俩因为我一首歌发生的事。此刻正打开账号，点击了录制视频，视频里我并没有露脸，而是只露出了鼻子以下的位置。我抱着吉他清了清嗓子，这次我明显正式了许多，又将歌曲完整的弹唱了一遍，直到一曲结束，我将录制保存，又将开头与结尾的闲杂时间剪去，最后将音频抽出配上词曲，在网上提交了版权所属。待一切搞定，我这才编辑了一个标题：一生有你，原创的一首歌曲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多多点赞支持。视频上传成功，我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心里想着总算完成了，接下来就静静等着群众的反响吧。这首歌在这个时代就是王炸。我将吉他放回衣柜，然后摸了摸饿得瘪瘪的肚子，挠了挠头发，不知道这娘俩吃完没？好饿，真是造孽。揉着肚子，我终于等不下去了，轻轻推开房门，露出了一道缝隙，如做贼一样向外看去，正巧看到林夕瑶正抱着瑶瑶离开餐桌，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一样。她明显也看到了我，在原地愣了一下后，又抱着孩子快速的回到了主卧中。我松了口气，推开房门，走到了餐桌前，终于能吃上饭了。看着桌上明显给我留下的一些饭菜，我心里有些开心。然后我端起小米粥，大口大口的旋了起来，将桌上的饭菜全部清盘，收拾好碗筷，无所事事的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看了看这个家的布局。这是个2室1厅的房子，只有50平米，是之前结婚时2人一起出钱买的，家里的东西也都是那时布置的，这些东西已显得有些破旧了。我摇了摇头，回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真难想象林夕瑶带着孩子是怎么在这种氛围下生活2年不怎么出门的，这种感觉就好像坐牢一样。我也知道自己一时半会改变不了什么，只能窝在小沙发上摆弄着手机，查询着怎么样去维持一个家，怎么样去哄一个孩子开心，怎样做一个好爸爸。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看得我直挠头。这时主卧的门突然又被打开，我顺着声音看去，就看到从那里探出一只小脑袋，瑶瑶歪着脑袋，瞪着和她妈妈一样的杏仁眼，正好奇地打量着我。这双亮晶晶的眼睛里满是懵懂与清澈，让我的心都要融化掉了。只是瑶瑶的小脸太瘦了，和她妈妈一样，要是再圆润一点肯定会更好看。也是，之前这对母女俩一天只能吃剩饭，而且混了酒的菜小家伙还不能吃，原主又不给这娘俩钱，他们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看见瑶瑶，我脸上下意识的想要露出笑容，可是我的嘴角还没扯开，就看到瑶瑶被吓得连忙又关上了门，窜了回去。房间内也响起林夕瑶清脆的声音，她在哄孩子，笑容僵在脸上。我无辜的摸了摸鼻子，时间悄悄过去，直到中午，我放下手机站起身来，该做午饭了。也就在这时，卧室门被打开，面无表情的林夕瑶抱着一堆衣物从卧室中走了出来，她像是没看到站在沙发前的我一般，径直走向卫生间。我明显看到她出来时身体僵硬了一下，她这是要去洗衣服吗？我突然想起昨天我换洗下来的衣服还在洗衣机里没拿出来呢。想到这儿，我也快速地向着卫生间走去。林夕瑶心里很紧张，她没想到我竟然还在家里。往常这个时候我早出去和那些狐朋狗友们喝酒去了。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在往自己这里靠近，顿时心里更紧张了，身体微微颤抖。那个我衣服还在洗衣机里，能让我先拿出来晾一下吗？正弯着腰打开洗衣机门的林夕瑶被吓了一跳，身体更是踉跄一下，向卫生间里面缩去。小心点。我止不住又说了一句，林夕瑶这才反应过来，她这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她眼神闪躲着不敢看我。好，你先拿。谢谢。我紧握着拳头，手也有些颤抖，眼神中更是难掩愤怒和心疼。我刚刚清楚地看到了林夕瑶的脖子下面那一道道泛着紫红的血痕。我收拾着洗衣机里的衣服，没有继续看她，只是说道：一会儿我做午饭，记得喊瑶瑶出来吃饭。瑶瑶睡着了，等等，我会就喊她起床。林夕瑶又往里缩了一下，整个人显得异常慌乱。我知道自己在这只会给她压力，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拿起洗衣机里的衣服。我快速地来到了阳台上晾起，然后走进了厨房。卫生间内抱着衣服的林夕瑶还愣在原地，直到厨房里烟火升起，她才回过神来。她颤抖地将衣服放进洗衣机，目光却不自觉地往厨房飘去，心里想着她到底怎么了。林夕瑶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然后突然又愣住。她什么时候有的这个习惯？林夕瑶就这样待在
在洗衣机前，听着滚筒的转动声，心里异常复杂。直到衣服全部洗好，她拿出衣服走到阳台，开始晾起。那个男人都一直在厨房里热火朝天的忙碌着。瑶瑶没有等到林夕瑶叫她，她自己醒，依旧是光着小脚丫子推开门，两只小手还在不停揉着睡眼朦胧的大眼睛。下一刻，她看到厨房里忙碌的我时，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明显亮了一下，然后她便好奇地趴在厨房门框边，看着我的背影。林夕瑶晾好衣服，回过头来就看到了这一幕。小小的瑶瑶满脸期待，厨房里的我忙忙碌碌。林夕瑶精神一下子有些崩溃，她飞速转身背靠着墙，双手捂住脸，慢慢蹲下身体，眼泪无声地掉落下来。这是她很久很久以前做梦才会出现的场景。我依旧没有与他们娘俩同桌吃饭，将饭菜端到桌上后，便匆匆地走出了家门。听到房门声响起，林夕瑶胡乱地抹干脸上的泪痕，咬了咬嘴唇，站起身来抱住瑶瑶，来到了餐桌前。没人知道她现在的心情是何等复杂，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饭菜还是如早餐那般美味，小家伙早已美美吃上了蛋羹。可是娘俩的这顿平静的午饭很快就被开门声打破，他们下意识地抬起头，就看到我拎着一大袋东西推开门走了进来。瑶瑶身体往林夕瑶那儿凑了凑，手里挖着蒸蛋的小勺子还放在口中，她的一双大眼睛跟着我的动作而转动。我眼皮低脸，没敢去看这一对受惊的母女，只是走到沙发前，将手中的袋子放下，然后开口，声音有点闷闷的：我给你买了点药膏，你记得用一下。还有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我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看别的小女娃都有，他也应该有。林夕瑶没有回应，我说完后沉默了一下，心里想着，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以后我不会再喝酒了，也不会再打你们了。你和瑶瑶平时在家里不用那么害怕，孩子还小，家里这种氛围对他不好。我一口气说完，只觉得心中的抑郁之气舒坦了不少。我也没有等林夕瑶回应，默默走回了侧卧中。林夕瑶目送着我的身影消失，看到那房门被紧闭，更加不知该说什么。短短一天，面对这个男人突如其来的转变，她始终难以放下心防。卧室中的我此时心情更不好受，我的眼眶红红的，明显在外面的时候也哭过。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自己没有穿越过来，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看到林夕瑶身上那一道道伤痕，我的心就压抑到快要崩溃。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能对亲人抱有这么大的恶意。他们吃完饭给我留了一些，可当我走出房间，却看到茶几上给他们买的东西，那个袋子依然没被拆开。我抿着嘴叹了口气，只能坐下闷头吃饭。然而就在这时，主卧的门竟然又开了，瑶瑶探出一颗小脑袋，正好奇地盯着我。我赶紧咧开嘴对她笑，这次她终于没有被吓跑。我心里微微一松，压抑的心被这软糯的小家伙治愈不少。于是我放下筷子，用尽毕生温柔轻声呼唤瑶瑶。我的声音吓得她身体轻轻一颤，但她没有缩回去，反而转头看了一眼卧室里。紧接着她像是受到了鼓励，再次看向我，一个稚嫩又软糯的童声从她口中传来：爸爸。听到这个声音，我浑身一震，眼睛瞬间就湿。这简直是我穿越以来听过最美的声音。可瑶瑶却歪着小脑袋，奇怪地看着又哭又笑的我。我重重点了下头，然后站起身，从袋子里拿出那个洋娃娃。我拿着娃娃对着她轻轻晃了晃，瑶瑶的大眼睛里似乎有些异动。她看了看娃娃，又扭头看了看卧室，好半天才终于磨磨蹭蹭地向我走来。我的心跳瞬间如擂鼓，生怕吓到这个好不容易靠近我的小家伙。她走到我身边，抬起小脸，用力吸了吸鼻子，下一秒她露出一抹开心的笑。爸爸身上也不臭臭了。我极尽温柔地问她，娃娃好不好看？她的小手动了动，想接又不敢，只是用乌黑的大眼睛紧紧看着我。我立刻看懂了她的动作，于是我缓缓蹲下，与她平视，把玩具轻轻放进她手里。瑶瑶终于接过了玩具，她的小手指在娃娃的裙子上一摸，眼睛立马弯成了月牙。看着她欣喜的模样，我的内心五味杂陈。特别是当我近距离看到她消瘦的小脸和身上那件洗到泛白、明显小了好多的衣服时，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她才3岁啊！我死死咬住牙，飞速擦掉眼泪，挤出笑容，静静看她玩耍。这一刻，我的眼里再没有其他。而此时主卧里的林夕瑶听到外面女儿银铃般的笑声，早已泪流满面。没过多久，瑶瑶玩困了，她紧紧抱着娃娃，看了眼还在傻笑的我，转身跑回了卧室。而我不知道的是，仅仅一个晚上，我那首一生有你已经在斗手上彻底杀疯。当天晚上10点，我的视频竟然杀上了斗手热搜榜第5。与此同时，斗手总部运营总监杨真的办公室房门被敲响，一个技术人员拿着平板，满头大汗地冲进来。杨总监，有特殊情况，一个视频只用2小时就冲上热搜第5了。杨真却不以为意，接过平板，慌什么？又是哪个大网红翻车？谁知小李却摇了摇头，不是大网红，是一个今天刚注册的新号，而且视频没经过任何推流，内容只是一首歌。这话一出，杨真脸色瞬间变了。新号，一首歌，没推流，热搜第5。
他立马点开热搜榜，结果眼中的惊讶更浓，竟然已经冲到第4了，我倒要看看这是什么歌。一曲过后，杨哲儿彻底沉默。这是他在斗手这么久第一次听到这么好听的歌。他立刻点开我的主页，看到了我的名字星瑶。紧接着他对小李下令：你做得很好，现在就给这个视频推流，确保明天上热搜第1。小李用力点头，知道自己赌对了。而他走后，杨哲儿又听了一遍我的歌，他手指轻敲桌面，片刻后拿起手机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可我对此毫不知情。我5点就起床，洗漱完就出门晨练。这具身体比我想象的还糟，跑了没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跑跑停停1个小时，总算完成了5公里。回到家已经7点40，我刚推开门就和刚洗漱完的林夕瑶撞个正着。她额前发丝沾着水珠，看到我时吓了一跳，神情惊慌。我愣了一下，有些尴尬地问：瑶瑶还在睡？林夕瑶低头嗯了一声，心跳却在加速。运动过后的阳光气息让她很不适应，她下意识躲着我，快步走向厨房。我赶紧在身后讨好地喊：你去看着瑶瑶，我洗完澡来做饭，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林夕瑶的脚步顿住，半晌后才传来带着颤音的回答：没有，你随便做吧，我去看孩子。说完，他逃一样钻进了卧室。我看着紧闭的房门，只能无奈地耸耸肩。洗完澡后，我饿得发慌，原身的酒瘾也开始发作，我只能一边做饭一边疯狂喝热水缓解。就在这时，瑶瑶起来了，她怀里抱着我送的洋娃娃，扒在厨房门框上看着我。我一转身就看到这个小家伙，立马露出姨母笑。瑶瑶早上想吃什么？爸爸给你做。瑶瑶歪着小脑袋想了半天，大眼睛弯起。蒸蛋，瑶瑶爱吃蒸蛋。好，那就蒸蛋。我宠溺地回答，伸出手想揉揉她的小脑袋，却又怕吓到她，悄悄缩了回去。不急，慢慢来。瑶瑶正在接纳我，这让我看到了希望，心情大好。此刻就连酒瘾和饥饿感都仿佛消失。我把早餐放上桌，照例回到自己的小卧室，让他们母女先吃。但这一次外面明显多了些笑语声。我躺在床上，拿起被我静音的手机，想看看视频的效果，谁知刚一解锁，我直接被震惊。卧槽，这是多少个通知？我咽了口口水，点开斗手主页，下一秒页面上的100多万的粉丝数差点亮瞎我的眼睛。我怀着激动的心继续点开视频，200多万点赞，近100万评论，我脸上的笑容再也止不住，这简直一举成名。而且评论区清一色好评，都在催我出新歌。紧接着就是见证收益的时刻，我点开后台钱包，映入眼帘的数字让我嘴都裂开，整整32万。在没有任何广告的情况下，只靠流量，一天就赚了32万，还是税后。我终于松了口气，有钱了，日子终于不用那么紧巴巴。要知道之前我握着全部家当1000多块，连买个菜都小心翼翼。我赶紧将收益转到银行卡，等到外面2人吃完饭，我才推门出去，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刷完碗筷后，我抄起手机就匆匆出了门。我住的这个老旧小区是当初图便宜买的，我们曾憧憬着能换个好房子，可惜原身不仅败光了积蓄，甚至还把林夕瑶的手机卖了换酒喝。我走出小区，径直往记忆中的商场走去，刚一进门就看到一家国产大品牌手机店，一个年轻女店员看到我，眼睛一亮就迎上来：帅哥，要买手机吗？我点点头，在柜台里巡视一圈，选中了一款天青色的手机。女店员脸上笑容更盛：帅哥好眼光，这款是最新产品，遥遥领先，还支持卫星通话。我点点头，又问了一句：这里有手机卡卖吧？当然，帅哥自己用吗？我摇了摇头：不是我办，是给我妻子办。女店员顿时一怔，眼神里莫名有些失望，心里估计在想，好男人果然都是别人家的，但他口中却没含糊。帅哥的老婆真有福气，不过办卡需要本人带身份证来办。好吧，我挠了挠头，没想到买手机卡也需要实名。那麻烦你帮我把手机装起来就行。付完款后，我便匆匆离开，还有很多东西要买，不能再浪费时间。与此同时，就在我离开家后，林夕瑶把家里上上下下收拾了一遍，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家里早已没了酒气，新鲜的空气让她感觉异常舒服。看着玩得开心的瑶瑶，林夕瑶嘴角不自觉地翘起，这种日子真好。然而下一秒，门锁突然传来转动的声音，瞬间将她从沉思中惊醒。瑶瑶也飞快爬起来，抱着洋娃娃钻进林夕瑶的怀里，谁知外面竟传来嘈杂声，还夹杂着我熟悉的声音：慢点慢点，别刮到了，竖起来往里面搬。林夕瑶顿时有些慌乱，她快速抱起瑶瑶想回卧室，可目光却忍不住好奇地向门外看去。下一秒，我和一个陌生男人的身影出现在她视野里，我们正抬着一个奶油色云朵沙发往里走。我看到林夕瑶眼睛明显一亮，脸上带着喜色：那个，能帮我倒几杯热水吗？一会儿给师傅们歇歇脚。好，我这就去倒。长时间没和外人接触的林夕瑶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抱着瑶瑶快步走进厨房。我脸上的笑容更浓，虽然满身大汗，却
却干劲十足。紧接着，我和师傅们将新沙发搬进屋，又把老旧的沙发搬了出去，然后是电视、冰箱，还有绿植。随着一件件新家具入场，家里瞬间变了个样，焕然一新。而那些淘汰的旧家具，最终被我用800块钱全部卖掉。林夕瑶看着，心里有些肉疼。那些家具虽然旧，但都还能用，800块实在太亏。但他现在更好奇的是，我哪来这么多钱？按他的计算，家里现在应该快揭不开锅了才对。送走师傅们，我拎着一个大袋子回到客厅，满意的打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才像家的味道吗？我擦了擦汗，将袋子放在新茶几上，一屁股坐到松软的沙发上。厨房里的母女俩还傻站着，瑶瑶抱着妈妈的大腿，像个好奇宝宝，左瞅瞅右看看。看到小家伙这样，我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缝，突然感觉很有成就感。于是我从袋子里抱出一个大大的粉色玩具放在茶几上，眼睛却一直盯着瑶瑶。果然，瑶瑶的视线一下子被吸引过来，再也移不开目光。我伸出手向瑶瑶招了招，宠溺地看着她。瑶瑶，快过来，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可瑶瑶并没有立即跑来，而是扬起小脸看了看妈妈，直到林夕瑶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她才亦步亦趋地走了过来。我立刻拆开玩具的包装，是一个公主屋。公主屋里好乱，瑶瑶要和爸爸一起给小公主装饰她的家吗？瑶瑶的眼睛瞬间亮晶晶的，身子又往前凑了凑，一直凑到我的腿边。我温柔一笑，拿起小屋里的小公主，用娇滴滴的语气叹息：小公主还没打扮呢，爸爸不会，瑶瑶帮爸爸把小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呀？我一边说，一边将小公主递到她面前。瑶瑶眨巴着大眼睛，试探地抬起小手，直到触碰到我手中的小公主。我始终保持着微笑，将小公主放进她手里，还用我的大手握住了她的小手。温软的小手被我握住那刻，我唇角上扬，又拿起一条粉色长裙，给小公主穿衣服就拜托给瑶瑶了。瑶瑶教教爸爸好吗？瑶瑶感受着我手心的温暖，看了看小公主，又看了看委屈巴巴的我，突然笑了。爸爸好笨，瑶瑶来教爸爸。小家伙笑得小白牙都露了出来，靠在我腿上，动作笨拙地给小公主套上裙子。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虚心接受着小家伙的教导，学习怎么给小公主穿衣服。这一刻，这个不大的房间突然变得无比明媚，而林夕瑶就倚在门框上，静静看着眼前这美好的一幕，眼眶渐渐湿润。可我们父女俩没玩多久，我抬头就看到发呆的林夕瑶，她身上那件洗得泛白的浅蓝色衬衫，此刻却异常刺眼。我猛然眯起眼睛，一个念头闪过，这竟然是亲子装，是瑶瑶2岁生日时林夕瑶背着我偷偷买的，结果却因为这件衣服她挨了打，手机也被卖掉。想起这一幕，我瞬间沉默。下一秒，我踉跄站起身，捂着嘴冲进卫生间疯狂呕吐。我现在才知道，当一个有良知的人以第一视角回顾这种行为时，会产生怎样恶心的愤怒感。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外面的母女俩吓得不轻。林夕瑶吓得一个哆嗦，快步冲到沙发前，一把将瑶瑶抱进怀里，瑶瑶则使劲往妈妈怀里钻，生怕那个呕吐完的爸爸会像以前一样突然冲出来打骂他们。半晌后，我狼狈地走出卫生间，双眼布满血丝，看着受惊的林夕瑶和瑶瑶，我心里更加难受，胃里也止不住的翻腾，但我还是强忍着不适，虚弱地开口：对不起，吓到你们了，我只是有些不舒服。一想到自己正占据着这个恶魔的身体，我就感觉有千万只蚂蚁在身上爬。看着他们依旧戒备的眼神，我重重叹了口气，默默走进厨房。瑶瑶可能还没玩够，你带着她再玩一会儿吧，我来做午饭。林夕瑶仔细看着我的侧脸，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最终她点点头，抱着瑶瑶坐回了沙发上。瑶瑶偷偷探出小脑袋，发现我还是那个温柔的爸爸后，小脸上终于又扬起笑容。直到午饭做好，饭菜的香味飘荡在客厅，可林夕瑶却看到我将饭菜端上桌后，又默默回到了侧卧。她嘴角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吃饭时，瑶瑶含着小勺子，突然皱着小眉头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了？林夕瑶正小口嚼着一块小炒肉，这是她最爱吃的菜。因为我不能吃辣，她已经很久没吃过。听到女儿的问话，她不自觉看向侧卧，又转回头，她突然笑了，笑得如春花绽放。那是因为爸爸妈妈都还没准备好吧？小家伙没听懂，小眉头皱得更紧。而卧室里的我正发着呆，我不断安慰自己，那不是我的错，但依然改变不了，它就是我的事实。无可奈何之下，我只能拿出手机刷视频转移注意力。我的视频依然高居热搜榜，评论里都在催我出新歌。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洗碗的动静，我放下手机走出去，餐桌上还给我留着饭菜。林夕瑶在厨房洗碗，瑶瑶则在沙发上摆弄她的新玩具。看到我出来，瑶瑶竟没有之前那么害怕。我笑了笑，走上前摸了摸她的小脑袋，然后看向厨房。林夕瑶刚从厨房出来，就看到我盯着她，她瞬间紧张起来，双手无助地捏着衣角。看到她如此低眉顺眼的模样，我不禁皱眉，心里更是默默叹气。就是因为她这温柔内敛的性子，才会让以前那个恶魔那么有恃无恐地欺负她。想到这，我微皱的眉头瞬间松开。于是我从茶几上拿出刚买的手机放在桌上，看着林夕瑶，语气轻柔：我给你买了一部手机，你看看喜不喜欢？还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你能坐过来吗？林夕瑶本来正低着头，听到我的话后，才猛然抬起头看向我。她首先对上的是我那双干净清澈的眼睛，紧接着她又看到了桌上那崭新的手机盒。林夕瑶踌躇了一下，片刻后才轻声嗯了一声，慢慢走到沙发前坐下。
有什么事要商量吗？他的声音很轻，我得支棱起耳朵才能听清。可我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桌上的手机盒，自顾自地拆开，拿出天青色的新手机。我简单设置了一下，直接递到林夕瑶的面前。这手机给你，手机卡需要你自己去办。我已经把我的号码存了进去，以后我要是不在家，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一边说着，一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他面前。这是我刚取的现金，下午没事带孩子出去转转吧，总是待在家里也不好，有什么想买的就买点，特别是衣服，我看你们俩的衣服都小了许多。还有办张银行卡吧，带着现金不安全。我碎碎叨叨着，一口气将心里的想法全都说出来。然而林夕瑶只是抬起头，紧紧盯着眼前的我，听着我的碎碎念叨，她的眼眶慢慢泛红。我见她迟迟没有拿过手机，只能无奈地摸了摸鼻子。是不喜欢这个手机吗？我看着颜色挺好，又是最新款才买的，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再去买个喜欢的。谁知林夕瑶却摇摇头，又深深看了我一眼。不，我挺喜欢的，谢谢你。她的声音依然很轻，却带着哽咽和轻微的颤音。就在这时，我们两人眼神突然对视，我不自然地瞥向别处，心里却是松了口气。喜欢就好，不用谢。好了，我先吃饭去了。说完，我立刻站起身，快步走到餐桌前，大快朵颐起来。其实林夕瑶心里还疑惑着我哪来这么多钱，但她没问，她只是拿起桌上的新手机，仔细看着。一边的瑶瑶也凑了过来，好奇地看着妈妈手里的新东西。林夕瑶顺势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一大一小就这么盯着手机研究起来。吃完饭后，我出了一身汗，本想洗个澡，但这娘俩今天竟一直待在客厅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最终，我只能有些郁闷地又回到侧卧中。直到下午5点，外面的天终于不再那么炎热。只见沙发上的林夕瑶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将桌上的钱拿起。紧接着，她领着瑶瑶走出了家门。瑶瑶已经很久没有出门过了，她很喜欢出去外头玩，但之前妈妈从不带她出去，爸爸又不允许他们出去，所以这次出门，她显得异常开心。小家伙一手拿着洋娃娃，一手牵着妈妈，一路蹦蹦跳跳，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更是到处张望着。外面的一切对于她来说都是充满了新鲜感。只是林夕瑶有些拘谨，她行走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她莫名有些自卑。特别是她与瑶瑶身上这身不合身的衣服，让她总感觉别人的目光总会不经意多看自己2眼。商场不远，她依稀记得穿过2条街就到了。这里与她记忆里的商场变化有些大，仅仅2年，这里好像装修得更加精致了。一进门，她就看到了一个手机店，里面有办手机卡的柜台。林夕瑶犹豫了一下，就领着孩子走了进去。店里的人挺多，店员们都显得忙忙碌碌的。好久没有与人交流的林夕瑶有些茫然地站在原地。好在有一个女店员发现了她与瑶瑶，主动走上前来，先摸了摸瑶瑶的脑袋，然后脸上挂着笑容说道：“小家伙真乖。美女是要买手机吗？”听到有人夸瑶瑶，林夕瑶脸上也扬起了笑容，她摇了摇头：“不是，我有手机，我想办张手机卡，现在能办吗？”女店员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一边说话一边将林夕瑶引导到柜台前。“可以的，这边请。我们这里有好几种套餐供您选择，不过能问下您是什么品牌的手机吗？如果是我们店品牌的手机，办理手机卡是有优惠的。”听到优惠，林夕瑶眼睛亮了一下，她迅速从口袋中拿出手机，递到女店员面前，轻声询问：“这个可以吗？好像就是你们这个牌子的，而且是上午刚买的。”女店员神情一愣，她再次仔细地看了眼林夕瑶。今天卖出的最新款手机本就没2个，又是来办手机卡的。女店员自然想到了上午的我，原来这对母女就是上午那个帅哥的老婆孩子吗？只是他俩怎么都那么瘦，而且穿着也明显不合身。那个帅哥看着不像是对妻女不好的人啊。女店员有些想不通，但她没有多问，脸上依旧挂着微笑，惊呼道：“原来上午过来买手机的帅哥就是您的先生吗？您可真是太幸福了。这是我们这里最新款手机呢，有这个手机您可以办理这个套餐，充值100送100，免费送600分钟的免费通话时长。”依旧是热情的服务，只是这次的服务对象从我变成了林夕瑶。林夕瑶被说的在晕晕乎乎中交了钱，成功办了卡，一直到走出手机店，她的脑子里还回荡着女店员热情的声音，太恐怖了。不过她竟然说我是个好男人，林夕瑶真想告诉她，这样的好男人要不你领回家去。买了手机卡后，林夕瑶又办了张银行卡，将手里的钱都存了进去，除去办手机卡的钱还剩4900，我这次给她的是整整5000。拿着手机和银行卡走出银行，林夕瑶看着四周的高楼大厦，突然感觉自己活了。现在的她可以带着孩子离开，可以凭借着手里的这个钱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甚至可以去重新追寻自己的梦想。突然而来的自由让林夕瑶站在原地怔了许久，直到一道稚嫩的童音在她耳边响起：“妈妈，瑶瑶可以吃一个冰淇淋吗？”她瞬间回过神，身边的瑶瑶还拉着自己的手，圆溜溜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不远处的冰淇淋店，口水都要从她的嘴角流了下来。林夕瑶笑了，笑的是那么明媚与灿烂：“可以，但只许吃1个，要不小肚肚会疼。”啊，
瑶瑶最爱妈妈了。这对娘俩终于出门了。我美美的洗了个澡，丝毫不知道外面的林夕瑶有可能不再回来。洗过澡后，我开始准备起今天的晚饭，日常的2荤2素。主食我准备今晚做点汤面，可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怕面坨了不好吃，所以并没有现在就做。将菜端上桌，面条切好放在案板上，我便回到客厅，倒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刷起了育儿经。孩子不吃饭怎么办？打一顿就好，这可不得行。划掉。瑶瑶那么乖，怎么可能不吃饭呢？再说这么萌的小家伙，我可舍不得碰他一根手指头。直到我刷的都有些困顿了，我打了个哈欠，看了看右上角的时间，都晚上7点钟了。这对娘俩怎么还没回来？我突然坐直身体，不会吧，这娘俩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有些紧张，忙站起身，穿上鞋子，准备出门去寻找他们娘俩。可我刚打开房门，却正巧碰到了从外面回来的他们。一阵香风从门口吹了进来，我彻底愣住。此刻的林夕瑶嘴里正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步履轻松，嘴角翘起的幅度表明她现在的心情很不错。她的手里拿着几个手提袋，瑶瑶一只手牵着她的衣角，另一只手里拿着的依旧是我送的那个洋娃娃。最让我愣住的原因是，他们俩已经换上了合身的新衣服，2双灵动可爱的杏仁眼在看到我时明显也愣了一下。下一刻，瑶瑶就甜甜地靠了上来，叫了一声爸爸。明显今天出去玩了一圈并换上新衣服的瑶瑶心情极为愉快，这一声爸爸差点让我的魂都飞了，我连声音都带着颤音的应了一声，然后蹲下身子揉着瑶瑶的头发，一把抱过可爱的小家伙，率先走进了家门。爸爸今天给你做面条吃好吗？加2个鸡蛋那种。好，瑶瑶喜欢吃鸡蛋，瑶瑶最喜欢爸爸了。门外的林夕瑶在风中凌乱，小家伙刚刚还说最爱妈妈，转眼这就叛变了。瑶瑶并没有等多久，带着鸡蛋的面条很快就做好了。我将面条端到她的面前，刮了刮她的小鼻子，然后习惯性的转身往卧室走去。我刚刚转过身，却不想突然被小家伙拽住了自己的衣角。爸爸，能陪瑶瑶一起吃饭吗？软糯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回过头便对上瑶瑶期待的目光，有些犹豫，偷偷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林夕瑶。林夕瑶没有说话，也没有看我，好像没有听到瑶瑶的话一般，自顾自地嗦着面前的面条。我有些无语，面前这种情况实在难搞，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话，这样不说话是几个意思？我只能尝试性地试探道：那我就留下来陪瑶瑶吃饭。爸爸坐瑶瑶身边。回答我的是瑶瑶开心地拍着另一边的椅子。我摸了摸鼻子，表情不自然地从厨房又端来一碗面条，坐在了瑶瑶的身边。妈妈坐在左手边，爸爸坐在右手边，中间的瑶瑶第一次被爸妈簇拥着，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就连吃饭都格外卖力起来，直接将满满的一碗面条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是林夕瑶怕小家伙吃撑了，不准他再吃，小家伙这才罢休。只是饭后瑶瑶想让爸爸妈妈一起陪自己玩公主屋的愿望却落空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陪着瑶瑶玩耍。而林夕瑶吃过晚饭后便独自回到了主卧，对此我也能理解，能让我上桌一起吃饭，林夕瑶肯定已经做了极大的心理斗争。我将自己带入到林夕瑶的立场想了想，如果是自己在遭受到以往的那种对待后，想让自己和仇人和睦相处，自己肯定做不到。不对，如果是自己，那原来的我肯定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直接剁碎了喂狗那种。一直陪着瑶瑶玩到晚上9点钟，瑶瑶已经困到不时点着小脑袋，但她依然不愿意去睡觉。这期间我也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瑶瑶如今已经3岁了，可是小家伙到现在都不会自己脱鞋子。要知道正常3岁的孩子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对此我也知道这是之前不健全的家庭环境导致，不能急于一时，但我还是感到无比揪心。林夕瑶就是在这时从卧室走了出来，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注视着沙发上的我与瑶瑶，眼神中的意思清晰明了。我秒懂，将瑶瑶从沙发上抱起，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后，眼带笑意道：瑶瑶，该睡觉了，明天爸爸再陪你玩好吗？瑶瑶原本快要眯起的眼睛微微睁开，她看了看我的脸，又扭头看了看林夕瑶，然后小脑袋突然埋进爸爸的脖颈间。瑶瑶今晚想和爸爸睡。突如其来的话语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也让林夕瑶脸色微微泛黑，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我面带无辜地看向林夕瑶，这可是小家伙自己的想法，真不是我撺掇的。林夕瑶暗暗攥紧拳头，这小白眼狼枉费自己照顾他这么久，这才2天就被敌人的糖衣炮弹腐蚀了，最终还是小家伙得逞了。林夕瑶简单给他洗漱一番，小家伙美滋滋地钻进了爸爸的被窝，瑶瑶像只树袋熊一样抱着我的脖子不愿松手，我也任由他这样抱着自己。这是我第一次哄娃睡觉，又想起网上的育儿经验，于是温柔地给瑶瑶讲着睡前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国度，国王有2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叫做艾莎。瑶瑶心里无比的满足，沉沉地睡了过去。翌日清晨，瑶瑶还在熟睡，我依旧早早起了床，轻手轻脚地推开卧室门，来到客厅，准备出去晨跑。下一刻，我像是不敢相信一样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客厅茶几上的药膏竟然不见了。我眼睛逐渐发亮，脸上更是扯出一抹会心的笑容。今天我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出的家门，晨跑、洗澡加做饭，我总共花费2个多小时。做完早饭之后，今天还有一项任务，
叫女儿起床。瑶瑶被我温柔的声音唤醒，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在看到我的第一时间，可爱娇憨的笑容就逐渐在脸上绽放开来。小家伙伸出2只软嫩的双臂，一副要爸爸抱抱的姿态。我立刻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抱起，为他将昨天刚买的新衣服穿上，这才抱出门去洗漱。我有在视频上学过怎么去照顾小孩子，可理论终归是理论，现在一实践起来，我才知道有多么的难。小家伙的身体太过娇嫩，我不敢用力，所以整个过程都显得笨手笨脚的，特别是给小家伙扎头发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忙活了半天，到最后只能扎成歪歪扭扭的。爸爸是大笨蛋。瑶瑶看到镜子中自己歪斜的头发，嘟着小嘴嘲笑起我。我捏了捏她的小鼻子，惹得瑶瑶不由咯咯咯的嬉笑，也伸出小手去捏我的鼻子。林夕瑶从卧室出来，就看到父女俩这温馨的一幕，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进厨房将早餐端出，或许连她自己都没发现，她的嘴角早已在不经意间微微翘起。一家3口简单的吃了一顿早饭后，我并没有将瑶瑶还给林夕瑶，而是继续带着瑶瑶来到沙发前玩起了公主屋。只是这次我在和瑶瑶玩耍期间，不经意地给她小脑袋里灌输了一些很简单的数字，从1到10的数字。在发现瑶瑶的问题之后，我就暗暗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平时的玩闹中培养小家伙自主学习的计划，从简单的数字开始到一些生活常识，我会慢慢教导瑶瑶。显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但好在瑶瑶非常聪明，之前只是没人教她这些，现在在我不经意的引导下，她很快就记得了其中的一些知识。而且我发现自从昨天林夕瑶回来后，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显多了一些往日不曾有过的神采，这是个好现象，让我心里舒服了许多。林夕瑶一边下载着平台等软件，一边观察着这对父女之间的互动。此时她也发现了我在潜移默化地教导着瑶瑶，她不动声色地看着，心里泛起了一丝丝甜蜜。她早就想教导孩子，只是之前的家庭环境，他们生活都已很艰难，她哪有能力去像一个正常的母亲一样教导瑶瑶。林夕瑶收回目光，看向手机屏幕，这不愧是最新款手机，软件的下载速度很快，仅仅几秒钟，几个软件就已下载完成。林夕瑶在登上自己微信的瞬间，就有未读信息弹了出来，是之前跟了她2年的小助理赵乐乐。她的微信总共就那几个人，除我以外，还有之前公司的几个。赵乐乐的信息从她结婚后一直到前2天，一直不间断的在发，大都是问她的近况，只是她一直没能回复。看着这一连串的信息，林夕瑶心里微暖，当即回了一句：不好意思啊，乐乐，之前一直没能回你信息，我现在挺好的，不用担心。信息发送后没2秒钟，对面的信息秒回了过来：夕瑶姐，你终于活了，我还以为你结婚后就不愿意搭理我了呢。夕瑶姐，你不知道，自从你消失后，公司里流言蜚语四起，特别是那个讨厌的江倩，这2年都嚣张的不行，逢人就说你的坏话，说你活该，真是气死人了。看到乐乐的信息，林夕瑶小嘴微微抿起。江倩说的没错，自己确实是活该。之前在公司时，自己一直压着江倩一头，退圈后江倩会这样，也是情理之中。乐乐，你最近怎么样？生活还好吗？林夕瑶没有回应乐乐的话，而是问起了他的近况。挺好的，夕瑶姐放心好了，我可是打不死的小强，只是我想夕瑶姐了。夕瑶姐，你还会复出吗？林夕瑶怔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渴望，自己还会复出吗？她扭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瑶瑶，片刻后眼神中的渴望慢慢淡去。应该不会了，不过乐乐要是想我的话，我们可以找时间约出去见一面呀。此时江城市中心的天美娱乐大厦中，一个身高1.6米左右的小姑娘放下肩膀上的重物，双手更是激动地拿着手机不停敲打着，但很快一道尖锐的女声将她从开心中唤醒。赵乐乐，你在偷懒吗？快点干活，你还以为你是之前当红小花的助理吗？不想干的话，趁早滚蛋。声音的主人是长着一张狐妹子脸的女人，她的脸向上扬起，细长的柳叶眼中满是不屑。看什么看，还不把设备抱到录音室去，耽误了我录音，你能赔得起吗？赵乐乐白了这女人一眼，暗暗推了一声，但还是扛起地上的设备往录音室走去。好的，夕瑶姐，这周6我放假，有空联系啊。林夕瑶看着这样一条信息，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她又翻了翻，见没有别的什么信息了，便又切换到微博。微博上自己的最后一条动态还在2年前，是自己宣布退圈的声明。原本几10万的粉丝数，如今已经变成几千。除僵尸粉以外，竟然还有一些老粉经常留言关心着自己。随意翻了翻微博热搜，都是最近的花边新闻，但其中竟然有几条在说着最近爆火的一首歌《一生有你》，神仙歌曲。神秘歌手仅凭一个视频1夜粉丝破100万，静瑶他究竟是谁？深度解析，带你盘点最近的一首宝藏歌曲。林夕瑶挺好奇最近爆火的歌是什么样子，于是他循着标题点了进去，手机屏幕自动跳转到一个视频界面，熟悉的吉他旋律响起，客厅里陡然安静下来，只有歌声在3人耳边回荡。我尴尬地扭过头，瑶瑶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扑到林夕瑶的怀里，看向手机屏幕。林夕瑶彻底愣住，这熟悉的歌声不就是前2天从房间里传出来的歌？原来那天我是在录视频，还是瑶瑶最先出声。她伸出小手指向手机屏幕，抬头看向林夕瑶，大眼睛满是好奇。是爸爸，爸爸在手机里。
是爸爸呢。林夕瑶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回应道：“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钱给家里置换家具，点赞数都几百万了，能没钱吗？”他扭头望向我那线条分明的侧脸，眼神复杂莫名。瑶瑶得到妈妈的回答，更是开心的又扑回我的怀里，两只小短手捧着爸爸的脸，大眼睛里全是亮光，奶声奶气。爸爸好温柔，瑶瑶也要唱歌，也要进到手机里。两只软乎乎的小手按在自己脸上，我眼神逐渐融化，同样用两只大手捧起女儿的小脸。瑶瑶也喜欢唱歌吗？喜欢。瑶瑶弯起大眼睛，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笑容更加灿烂。好呀，那爸爸教瑶瑶唱歌，等瑶瑶学会了就到手机里唱好吗？瑶瑶不停点着小脑袋，然后开心地对着我的侧脸用力地亲了一下。得到奖励的我顿时喜笑颜开，在小家伙满是崇拜的眼神下，飞速地跑回侧卧，将吉他拿了出来。回到沙发上，我抱着吉他调了调弦，扭头就看到林夕瑶和瑶瑶都是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自己。我脸罕见地红了一下，然后抚着琴弦。今天爸爸创作一首专属于瑶瑶的儿歌，爸爸先唱一遍给瑶瑶听，下一遍爸爸唱一句，瑶瑶跟着唱一句好吗？瑶瑶欢快地点头，小脸上充满了期待。这首歌叫《勇气大爆发》，瑶瑶听好了。说完，我轻轻扫动琴弦，轻快的旋律随之在客厅里响起。瑶瑶的节奏感竟然出奇的好，她摇头晃脑地跟着旋律轻轻摆动着，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小家伙摆动着身体。看着这对动作频率一致的父女，林夕瑶眼神渐渐软化，一抹笑容悄悄浮现在她的脸上，她竟然也加入了我们的节奏。一家人第一次全部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这一刻就连客厅都明媚起来。跟着歌声，瑶瑶握起小拳头，做了个冲压的超人手势。我这时也放下手中吉他，跟着小家伙一起做着手势，然后伸出手指，轻轻点在瑶瑶的翘鼻上。瑶瑶扑到我的怀里，两只小短手紧紧揽住我的脖子。爸爸，瑶瑶喜欢这样的爸爸，你不要变回以前那样了好吗？瑶瑶软糯的声音在耳边响着，我微张着嘴巴，眼中突然水雾弥漫，把瑶瑶紧紧抱在怀里，脸深深地埋在瑶瑶的衣服下。爸爸再也不会那样了。声音沙哑又带着坚定。林夕瑶看不见此刻我的表情，她此刻早已泪流满面，但她脸上却挂着笑容。她知道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出现了，再也不会。还是我最先将情绪调整回来，将吉他放在身边，将瑶瑶抱到自己的腿上。瑶瑶，那我们现在来学歌了，我唱一句，你跟着爸爸唱一句好吗？好的。瑶瑶非常迅速地答应了。接下来的时间变成了父女二人的教学时间，整整一上午，客厅里都回荡着两人的歌声。见两人沉浸在学歌中，林夕瑶默默地做起了午饭，只是她做的明显没有我的手艺好，惹得吃饭时瑶瑶一直嚷着以后都要吃爸爸做的饭，这让林夕瑶吃醋地白了小家伙一眼，心里更是愤愤不平。小没良心的，这才2天就被收买了。这种家庭氛围让我很舒心，这才像是真正一家人该有的模样。瑶瑶学得很快，只用了3天时间就将《勇气大爆发》这首歌完整的唱了出来。在瑶瑶的强烈要求下，我也给瑶瑶拍了视频发了平台。视频里的瑶瑶穿着粉色的公主裙，头戴蝴蝶结，小小的身体跟着音乐一晃一晃，可爱极了。我在拍摄时脸都笑开了花，满脸都是。这是我的女儿，我骄傲的傲娇表情。在一边看热闹的林夕瑶不经意间看到我的脸色，差点憋笑到岔气。她是第一次见到我，竟然还能有这副模样。这3天时间，因为我的良好表现，林夕瑶与我的关系缓和了不少，至少林夕瑶现在会主动与我说上2句话了。谁都没有想到，星瑶这个账号的第2个视频竟然是首儿歌，歌曲依然是原创，依然是那么好听。平台总部小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视频，在看完整个视频之后，他想都没想就给了最大的推流。这么萌的奶团子，这么好听的歌，小李一脸姨母笑，整张嘴都咧到了2颊。紧接着平台热搜又炸了，一生有你的风波还未彻底落下，勇气大爆发的风暴就已刮起。这次视频的热度来得更加迅猛，仅仅一下午，点赞数就来到了500万，评论数更是多到离谱。这也导致晚上的时候，我不得不再次将手机静音，抱着瑶瑶坐在沙发上，乐此不疲地刷着评论区。评论区个个都是人才，我刷着根本停不下来。我要有这么个女儿，我不允许方圆100里有黄毛。这是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翌日周六，我刚刚晨跑结束，擦着汗推开家门，就看见林夕瑶穿着新买的吊带睡裙从卫生间里出来。她明显刚洗完澡，正吹着头发，俏脸被热气吹得微红，两人大眼瞪着小眼。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天然缘不做，清水出芙蓉。这用在此时林夕瑶的身上正正好好。见我像只呆瓜一样紧盯着自己，林夕瑶下意识地捂住胸口，脸上逐渐充血，就连耳垂都开始泛红。明明两人都结婚2年多了，现在这感觉竟好像刚在一起的小情侣一般。走啊！林夕瑶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与我打了个招呼，迈向卧室的脚步却不由得加快。走。我简单回了一声，林夕瑶没再说话，逃也似的跑回了卧室。我无奈地笑了笑，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甩掉，哼着歌走进了卫生间。洗澡做饭叫瑶瑶起床，日常3件套。我推开卧室门的时候，瑶瑶还在熟睡中，她小嘴微张着，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大床上。经过这几天正常的饮食与睡眠，瑶瑶脸色水灵了许多，虽然还是那么瘦，但精神面貌肉眼可见的好了许多。我坐在床边看了一会儿，
俯下身子轻轻捏了捏小家伙的鼻子。瑶瑶，起床吃饭喽。躺在床上的小家伙撅了尖小嘴儿，微微睁开眼。当看到我时，嘴角两侧止不住的上扬，然后他慢吞吞地伸出小短手，抱住我的脖子。爸爸，奶声奶气中带着撒娇。我笑了笑，伸手将他抱起，走出卧室门，将他放到洗手台前的凳子上。小家伙这2天都是自己洗脸刷牙，我在旁边扶着他，给他挤牙膏、拿毛巾什么的。瑶瑶很聪明，我只教了2天，他就学会了这项技能。林夕瑶也在这时走出了卧室门，身后的长头发也被他高高的盘起，扎成了一颗小丸子头。这个样子的林夕瑶让我眼前止不住一亮，暗暗点了点头。这才是20多岁该有的活力嘛，只是还是太瘦了，要是圆润点肯定更好看。林夕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脸颊微红，这是她第一次在家打扮成这副样子，不知道好不好看。她抬头看了看还在照顾瑶瑶的我，不动声色地走到餐桌前落座。刚刚她眼睛好像亮了一下，那就说明还是好看的吧。等等，自己为什么要在意她的看法？林夕瑶生气地鼓着腮帮，筷子不经意地在碗里搅拌2下，她在气自己的不争气。我也在这时抱着洗漱好的瑶瑶落了座。瑶瑶甜甜地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拿起自己的专用小勺子，舀起面前金灿灿的小米粥。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出门吗？正低头享受着美食的我，突然听到林夕瑶的话，抬头看着林夕瑶一脸疑惑。林夕瑶点点头，没有看我，只是耳垂已经鲜艳欲滴。好啊，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马路上我拦下一辆出租车，你们今天要去市中心的益达广场。林夕瑶与她以前的小助理赵乐乐约在那里的一家奶茶店见面。之所以要带上我和瑶瑶，完全是因为赵乐乐想见见小家伙，而小家伙这2天又成了我的小尾巴，和我形影不离，所以我纯粹是沾了小家伙的光。时隔2年，他又能见到夕瑶姐了。赵乐乐心情很激动，他提前买了几杯奶茶，坐在座位上，一直盯着奶茶店门口。赵乐乐与林夕瑶共事1年半，两人情同姐妹。林夕瑶对他真的很好，只是可惜之后林夕瑶就与我在一起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夕瑶姐非要和那个一无是处的男人在一起，他想不通也劝过，当初的林夕瑶就好像铁了心一般，根本听不进去劝。赵乐乐脑海里正在胡思乱想着，突然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牵着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奶团子从店门口走进来。他的眼睛一亮，猛地站起身，挥舞着手。夕瑶姐，这里。林夕瑶听到声音，一抬头就看到赵乐乐那挥舞着的手，他的脸上不由洋溢起笑容。乐乐果然还是没变，依旧是那么活泼开朗。走到近前，两人眼里除了欣喜都有些湿润。阔别已久的姐妹见面，她们都有些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赵乐乐仔细端详着林夕瑶，眼睛更红了。他一把拉住林夕瑶的手，小嘴都瘪了起来。夕瑶姐，你瘦了好多，是不是那个男人对你不好？他人呢？我帮你教训他。林夕瑶抿了抿嘴，摇摇头，与赵乐乐一起坐下，又将瑶瑶抱在身边坐下，这才开口。乐乐不用担心，他现在待我挺好。你呢？我走之后，你工作还顺利吗？我也挺好的。夕瑶姐，你都不知道我多想你。两人相互询问着近况，聊了一阵后，赵乐乐才将视线移到小家伙身上。小家伙刚刚在旁边一直乖乖的，赵乐乐只顾着与林夕瑶叙旧，一直没仔细看他。现在仔细一看，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和夕瑶姐长得好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特别是那双灵动的大眼睛，一眼就能让人喜欢上这个小家伙。夕瑶姐，这就是瑶瑶吗？跟你好像，好可爱啊。赵乐乐一边说着，一边离开座位，蹲在小家伙前，伸出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小脸，然后他的眉头又微微皱起。小家伙与夕瑶姐一样，都是那么瘦。赵乐乐现在心里无比气愤，他敢肯定，那个一无是处的男人肯定对夕瑶姐与孩子不好。越想越气，他现在恨不得当面质问那个男人。于是他抬起头，看向林夕瑶。夕瑶姐，不是说他也会来吗？人呢？林夕瑶也能感觉到赵乐乐对我的敌意，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尴尬地笑了一下。瑶瑶想吃冰激凌，她去给孩子排队买冰激凌了。赵乐乐自然看到了林夕瑶脸上的神色，他心里顿时更气了。他的夕瑶姐本就是温柔清冷的性子，现在这份温柔清冷里又多了一些怯懦，他能感受得到。怕吓到孩子，赵乐乐只能冷哼一声，回到座位上，暗地里却咬牙切齿的想把我给弄死。夕瑶姐，赵乐乐刚想说话，却又突然顿住，眼神也逐渐犀利起来，看向奶茶店门口。林夕瑶一愣，脸上表情更加尴尬，他以为是我来了导致乐乐的敌视，刚想转身去看，一道略显尖细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赵乐乐，你还有空喝奶茶？我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吗？江倩，你有完没完？今天是休息日。赵乐乐脸色难看，像只炸毛的小猫一般，死死盯着说话的人。林夕瑶转过身，这才看清来人是江倩，之前与自己一个公司的当红小花，走的也是实力派歌手的路线。这不是夕瑶姐吗？夕瑶姐不在家，老老实实相夫教子，出来找乐乐做什么？江倩眼带笑意，口中说出的话却满是嘲讽。林夕瑶还没说什么，身边的赵乐乐先怒了。江倩，管好你自己吧，现在不是工作日，你少在这阴阳怪气。夕瑶姐，
我们走，这里有只疯狗乱吠，只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赵乐乐说完，抱起瑶瑶，拉着林夕瑶的手就要离开，却不想江倩先一步挡在他们身前，眼神有些阴郁。他看着林夕瑶，眉角轻挑，又笑了。哎，夕瑶姐，你怎么这么瘦了？日子不好过吗？不好过和妹妹我说一声，我还能施舍施舍，谁叫我心善呢？你看乐乐现在就在我手下打杂，日子不是挺好的，你说对吗？乐乐。赵乐乐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看着江倩。林夕瑶猛地转过头，看向赵乐乐，眼中满是不可置信。要知道打杂的就是卖力气，公司怎么能让乐乐做这个？只是现在明显不是问话的时候。林夕瑶转过头，看向江倩的目光也带上了怒气。只是他刚要开口，赵乐乐率先出声了：“我与公司签的合同月底就到期了，到时我自然会辞职，只是希望某人不要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如果夕瑶姐复出的话，某人恐怕做梦都要吓醒。”江倩闻言一愣，她确实对林夕瑶有些阴影，毕竟以前林夕瑶整整压了她1年半的时间，她在的那段时间谁认识自己呢？不过江倩很快就笑了，她带着藐视的眼神看着林夕瑶。复出，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有公司敢签这样一个带着孩子的过气艺人吗？说起孩子，林夕瑶，你的孩子长得挺不错嘛，你可以考虑考虑，将他培养成新一代的当红小花。江倩说着话，满脸不屑，甚至她还忘乎所以的想要掐一掐瑶瑶的小脸。把你那脏手给我拿开，我保证你敢碰她一下，我让你哭都没地方去哭。我目光中带着狠厉，快步走到林夕瑶面前，将手中冰激凌递给他们3人，然后我面向江倩，将林夕瑶与瑶瑶挡在身后。江倩被吓了一跳，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2步。看来我生气的样子，压迫感很强。只是她定了定神，仔细看向我时，却突然笑了。原来是这个小白脸没用的废物，我倒是谁？原来是你啊！怎么公共场合下你还想打人吗？我皱了皱眉，回头看向林夕瑶，眼神带着疑问，明显是在问她这个泼妇是哪儿来的。是以前公司的歌手，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他。我生气的样子或许别人不怕，但林夕瑶却有些害怕。看到我望着她，她头微微低下。看到林夕瑶这样，我眉头皱得更紧，心里更是叹了口气，没再询问林夕瑶。我转过头，居高临下的盯着江倩。歌手，不好意思，我没听说过你，也不认识你，我只知道好狗不挡道，请你让开。我很认真地说着。闻言，江倩声音更加尖锐。做人要看清自己的分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巴结人家花样男团里的霍霆锋斌，天天请人家喝酒，现在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霍霆锋斌。我仔细想了想这2个名字，终于想起来这2人是谁。我想起来了，这是原主之前所在男团的成员。退圈后，原主想重新出道，确实经常请他们喝酒，巴结他们，只是人家鸟都不鸟他。你说的这2人我也不熟，你再这样纠缠，别怪我喊保安了。江倩狠狠地剐了我一眼，但还是乖乖让开身子。我拉起身后的林夕瑶，又示意赵乐乐跟上，径直往外面走去。只是与江倩擦身而过时，江倩对着林夕瑶却又突然开口：“哎，可惜啊，某人再也唱不了歌。林夕瑶，我的新歌这个月月底发布哦。”说完，江倩竟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林夕瑶怎么跟我比？江倩渐渐的声音回荡在几人耳边，赵乐乐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给她一耳光。明明知道夕瑶姐喜欢唱歌，现在又唱不了，她这么说简直是杀人诛心。我的脚步也为之一顿，深深看了眼江倩，然后面无表情地继续向外走去。林夕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抿了抿嘴。然而这时，一道稚嫩的童音却忽然响起，声音清脆又坚定：“妈妈唱歌比你好听，你是个坏阿姨。”众人愕然，谁都没想到小家伙这时会为自己的妈妈发声。我只是愣了1秒，然后面带微笑地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心里暗道：厉害，果然是我的女儿。本来心里还有些气，瑶瑶一出生，我心里的气立刻就抛到了九霄云外。没有理会江倩的反应，我们几人就此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行人来到一家餐厅，林夕瑶与赵乐乐2人聊着天。之前一直走在路上，有些事他心里担心，却没有问。现在终于坐下，四周没有外人，他拉着赵乐乐的手，终于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乐乐，你怎么会给江倩打杂呢？还有云姐呢？她现在在做什么？云姐是林夕瑶之前的经纪人，年龄快40岁了，待她一直很好，如女儿一般。听到林夕瑶的问话，赵乐乐神色难掩低落。在你走后，云姐没过多久就被辞退了，她找了好久工作都没找到。后来她母亲更是生病住院，她需要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的母亲，就只找了一份保姆工作。林夕瑶没想到云姐现在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她眼前有些恍惚，依稀能看到那时云姐做事时干脆利落的模样。2人都沉默下来，林夕瑶抿了抿嘴，她知道这一切都怪自己，若不是自己的任性，云姐不会这样。她为自己违抗过那么多次公司的命令，自己有前途时，公司自然不会说什么，自己拍拍屁股说退就退之后，可想而知云姐会遭遇什么样的对待。气氛有些沉闷，几人草草吃过饭后，赵乐乐又与林夕瑶说了一会儿话，便匆匆离去。林夕瑶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本来我们一家3口约好下午陪瑶瑶去游乐园玩，可是她现在连玩的心情都没有了。我自然能感受到她的心情，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林夕瑶当初像是被灌了迷魂药一样要和我结婚，原主不知道，我更不知道。林夕瑶想回家了，她想一个人静静，只是当她看到瑶瑶期望的眼神时，又有些于心不忍。为了不让瑶瑶失望，最后我们一家3口还是来到了游乐园。小家伙很开心，他
是第一次来到游乐园，拉着我的手就要往里冲。林夕瑶这时也勉强打起了精神，她不想以后瑶瑶回忆起第一次的游乐园之旅时，自己是悲伤的。一家人率先体验了旋转木马，之后又玩了几个项目，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暗淡下来，游乐场也亮起了七彩灯光。最后一个项目是摩天轮，等我抱着瑶瑶与林夕瑶开门坐进里面时，瑶瑶已经趴在我怀里熟睡过去。摩天轮缓缓上升，地上闪烁着七彩光芒的建筑逐渐缩小。但我不知道的是，林夕瑶也是第一次来游乐园玩，更是第一次坐摩天轮。她的一双杏眼好奇地看着座舱外，眼睛里面闪闪发亮。她看着窗外，我看着她，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的耳垂慢慢泛红，娇嗔地白了我一眼。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目光，有些吃不消。摩天轮上自带的灯光照着她消瘦的脸，我突然感觉有些晃眼。摩天轮还在缓缓上升，下一刻，城堡内的四处几乎在一瞬间同时往空中放起了烟花。烟花绽放的这一刻，我清晰地看到林夕瑶脸上露出一抹倾城的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都有些看呆了。摩天轮这时也慢慢升到最高处，烟火更加清晰，林夕瑶的俏脸也更加迷人。你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害怕了。烟花声中，我的声音有些轻，林夕瑶没有听清，她转过脸来看着我，带着疑问。我没有看她，继续看着空中绚丽的花火，轻声说道：你太温柔了，这样不好，会被欺负。你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我知道的，你想唱歌，我也知道你有很多事想要去做，放心去吧，瑶瑶有我照顾呢。林夕瑶没有回应，我转过脸来，就看到她脸上已是两行晶莹，她抿着嘴，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眼神中那浓烈的委屈与复杂，像是要将我淹没。我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哭了呢？你是谁？林夕瑶一直紧紧盯着我，那双杏仁眼中已是水雾一片，清脆的声音不大，但落在我心间却是那么响亮。我默然，空气渐渐沉默，似乎连烟花的声音都消失了。好半天，我才朝她温柔地笑了笑，然后开口，声音突然有些沙哑：我是顾星逸。林夕瑶继续看着我，我的笑容让她感觉自己的心跳突然乱了，如小鹿乱撞一般。我的回答更是她想不到的，她看着我清澈到发亮的眼眸，眼泪突然落得更快。她抱着自己的双腿，将脑袋埋下，轻声抽泣，然后开口：对呀，你是顾星逸，你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给你讲个俗套的故事吧。以前孤儿院里有个小女孩，她很胆小，但孤儿院里一直有个比她大1岁的哥哥保护她。有一天，她被一群男孩欺负了，那个哥哥将她挡在身后，始终没让她受到一点伤害，自己却是遍体鳞伤。那时在她眼里，那个比她大1岁的哥哥就是她的天。可是在那之后，哥哥就消失了，直到后来她长大了，再次见到了那个哥哥，也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我听完后却有些哑然，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林夕瑶抬起头，泪眼朦胧，整个人显得那么孤单又可怜。她终于将她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没人懂她的倔强，所有人都为她不值，只有她自己坚信自己是值得的。可是结果却是那么糟糕，她也曾无数次后悔过，直到现在的我出现。她问她是谁，她说她是顾星逸，这就够了。我眼中的柔和满意，突然能理解林夕瑶的心情了。看到我眼中的温柔与爱惜，林夕瑶再也忍不住，直接扑到我的怀里，与瑶瑶抢着我怀里的位置，小声的抽泣着。瑶瑶被吵醒，迷蒙着双眼，不解地看着自己的妈妈，占领了自己的位置。小家伙只是愣了一下，然后欢天喜地的一手搂着爸爸，一手搂着妈妈，吧唧吧唧2口亲在他们的脸颊上。今天是瑶瑶最美好的一天，我看着怀里的大小美女，顿时哑然失笑。生活的轨迹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够了。不过有些计划要做一些改变了。烟火逐渐落幕，摩天轮缓缓降落到地面，林夕瑶抱着瑶瑶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健步如飞的林夕瑶，摸了摸鼻子。从摩天轮下来后，林夕瑶就从我怀里离开，整个人好像一瞬间又恢复了以往对我的冷漠态度。林夕瑶心里很紧张，就连抱着瑶瑶的手都是紧的。她感觉自己耳垂和脸颊都有些发烫。刚刚她竟然在我怀里待了那么久，还像个小女生一样在我怀里蹭来蹭去，真要命。她肯定觉得我正在心里暗暗笑话她呢。刚刚从摩天轮里出来的时候，她看到我脸上掩藏的笑意了。想到这，林夕瑶脚步不由迈得更加急速了，好像在竞走一般。我也不知道这女人怎么突然那么有活力，我都要小跑才能跟上她的步伐了。直到出了游乐园的大门，见林夕瑶还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我不得不出声喊停她。喂，难不成你要走回家吗？就在这打车吧。林夕瑶这才停下脚步，站在路边却不看我。她更加觉得我一定又在后面笑话她了。可恶，更加丢脸了。等了好久，我才终于打到一辆出租车，这也让我第一次有了买车的念头。出租车在小区门口平稳停住，我付了车费，抱着瑶瑶轻手轻脚地走下车，回到了家里。我将瑶瑶抱回房间安顿好，我也快步往卧室走去。上了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对比我的酣然入睡，林夕瑶倒是有些辗转反侧。她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不自觉地浮现出今天在游乐园的场景。林夕瑶有些气恼地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脸，想要强迫自己睡着，可她那不断眨动的睫毛却无时不在展示着她此刻的内心有多么的不平静。清晨6点，我照例准时醒来，晨跑洗漱做饭，喊瑶瑶起床，一条龙结束，却不见林夕瑶从房间里出来。看着那紧闭的主卧房门，我挠了挠脑袋，看来昨晚回来的确实有些晚，她竟然睡到现在还没起床。我也没有叫她的想法，给她留一份早饭就好了。饭后我将用过的碗筷洗净放好，从厨房出来时，林夕瑶也起了床，俏脸微红的穿过客厅，来到
浴室洗漱。你还想继续唱歌吗？我开口问道。听到我的声音，林夕瑶微微愣了一下，半天没有反应。我拿着手机倚在浴室门框上，静静地等待着她的回答。片刻后，她轻柔的声音才在我耳边响起：想。只有一个字，没有过多的回答。在林夕瑶心里，现在的日子已经是她这2年不敢想象的生活，而唱歌是很遥远的梦想，只能埋在心中。我没有再问，只是点点头，便拿着手机回到侧卧，打开小抖后台私信翻找着。我的后台私信早就爆炸，自从第一个视频发布之后，我只大概刷了一下，后面一直没看。现在想再翻找很困难，但我还是默默滑动着屏幕，耐心的一条条过滤着。终于，我的眼睛陡然一亮，随即点开其中一条私信，看着私信里的内容，我手指不自觉地敲打着屏幕，做着某些考虑。本来我发视频的初衷只为了赚钱，等赚到足够多的钱，将瑶瑶和林夕瑶安顿好，我再功成身退。可是经历昨天的事情，我改变了想法。这条私信的内容很简单：银海娱乐诚邀先生加入我们的团队，以先生的音乐才华，我们会以最快的时间将您打造成超一线巨星。私信最后面是银海娱乐的联系电话。银海娱乐是华国娱乐公司的3巨头之一，这个世界的小抖平台就是银海娱乐的子公司。只是稍稍想了一下，我便不再犹豫，输入银海娱乐的联系电话，拨打了过去。电话只响了几声便被接通，听筒里传来一道御姐声：喂，你好，请问哪位？你好，我的小豆账号名字叫星瑶，我收到你们公司的邀约私信，请问现在方便聊一下吗？此刻，远在魔都的小豆总部，杨枝接到电话，神情微微发愣。他没想到这个名叫星瑶的创作者真的会给他来电话，毕竟距离他发私信邀约对方已经过去几天，他还以为对方不会涉足娱乐圈。喂，还在吗？见电话那头没了声音，我又问了一句。杨枝陡然反应过来，然后他的脸上止不住浮现出一道喜色。要知道，这几天要说网上最火的，无疑就是这个神秘的家伙。星耀先生，我是银海娱乐人力行政部副部长杨枝，请问你是要加入我们银海娱乐吗？你好，杨部长，不好意思，我暂时没有涉足娱乐圈的想法，但是我想给你们推荐一个歌手，不知道贵公司有没有这个意愿？杨枝不由有些失望，苦笑着摇摇头，他想要的是星瑶。星瑶先生，是这样的，我只是副部长，如果是你要来的话，以你的名气，我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可是若是别人，我恐怕也没这个权利直接答应你。即便心里有些不情愿，杨枝还是认真的对我解释着。我可以给你保证，他是个很有实力的歌手，而且我会给他写歌。另外，你们公司以后如果有需要歌的话，我可以做你们银海娱乐的音乐人，不过肯定有条件，不要什么人的都来找我写歌，我看不上眼的不写。如果你同意的话，具体细则我们可以再谈，你觉得怎么样？电话那头，我语气淡淡的说道。杨枝渐渐沉默了下来，此刻他的脑海在飞速的转动着，思索着这里面的利益。片刻后，杨枝承认他心动了，可是公司不是他一言堂，他还是得向上一级反映。星瑶先生，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这边和公司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不管成与不成，我都会尽快回复你。好，那我期待你的回复。我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杨枝没再犹豫，他拿起手机，步履匆匆地推门而去。我这边放下手机，思索了片刻，还是决定等一等对方的回复。毕竟银海娱乐是华国3巨头之一，起步就比别的公司高。如果这不行的话，我再想办法找下一家，也算是完成了一件心事。我松了口气，打开房门，从侧卧走了出来。瑶瑶还在乖巧地玩着玩具，嘴里还不时嘟囔着什么。林夕瑶已经洗漱完毕，正坐在餐桌前吃着饭。听到开门声，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装作若无其事地低头吃饭。只是她脸上的羞意却正好落入我眼中，还有那双熊猫眼，鬼知道她昨晚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失眠了。我更加蒙圈，不知道她在害羞个什么。我没有和林夕瑶说娱乐公司的事，韩美普的事情，现在说了也没用，没有再看她。房门这时却突然被人敲响，我疑惑地看向林夕瑶，却发现林夕瑶同样一脸疑惑地看向我，这让我更加疑惑。我和林夕瑶都是孤儿，自家万年没人上门做客了，这会是谁呢？房门持续响着，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明显外面的人一时得不到回应，更加用力了。我皱起眉，心想这人好没礼貌，只是一时没人应，就用这么大力气吗？我没有再等，面色微冷的起身，快步向大门处走去，却不想这时外面的人突然喊了起来：小顾，快开门，我知道你在家，我们是你顾哥峰哥，你不是天天发信息请我们喝酒吗？听到这2个贱嗖嗖的声音，我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林夕瑶更是脸色一变，皱着眉面带厌恶地看向房门处。瑶瑶早已放下玩具，跑到了林夕瑶怀里，剧烈的敲门声将她吓到了。我转头时恰巧看到这一幕，脸色更黑，甚至带着厮杀气。妈的，我哄了这么多天才将我的小宝贝哄好，这俩竟然敢这样吓他，不可原谅。我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正是之前我所在男团的霍廷和冯斌，他们脸上带着揶揄的笑，想要越过我看向屋内，却不想屋内的视角被我挡得严严实实。小顾，怎么这么晚才开门啊？是不欢迎我俩呀？看到他们这嘴脸，我真的恨不得一拳塞他们脸上。以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平日里这2人都一口一个顾哥叫着，都是因为原深是以前男团的颜值担当，当初就属原深最火，才会带动这个男团出道。我和林夕瑶谈恋爱时，他们还都无比羡慕，可后来2人退圈，变得默默无闻时，他们的嘴脸就变了，一口一个小顾，极尽嘲讽。这样的人，原深竟然还想着巴结他们，真够搞笑的。我又不是原深那个大傻子，自然不会给他们俩好脸色。你知道
道还问，这里不欢迎你俩，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右边的霍廷却舔着个脸上前一步。小顾今天心情不好，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见我们吗？我们来了，你怎么这个态度？我知道了，是不是没喝酒？来，顾哥陪你喝2杯再说。要是原身，肯定早就高高兴兴的将几人迎进门喝酒去了。可我不是他，我顺手将门关上，侧身避过霍廷伸过来的手，表情依旧冷漠。我戒酒了，以后也不会喝了。还有，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以后别来找我。霍廷上前的脚步一顿，定睛看着我，又转头与风斌相视一眼，两人都笑了。小斌，我没听错吧？他说不想见我们。霍廷掏掏耳朵，装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风斌同样笑着。顾哥，你没听错，人家这是下逐客令了，厉害了！倩姐果然没说错，有人脑子出问题了，还以为自己像以前那样风光呢。霍廷瞬间变脸，脸色也变冷下来。怎么跟你脸了？忘记之前你是怎么求我们的了？我看着眼前小丑般的两人，满脸无语，心想这俩是搁着表演川剧变脸呢，还一唱一和。我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想到瑶瑶和林夕瑶还在家里，在这里吵架会吓到他们母女俩。我抬手拍了一下霍廷的肩膀，挥手做出驱赶状。走，有话出去再说。说完，我没等霍廷二人反应过来，一手拉着一个就往外面走去。等霍廷与风斌反应过来，激恼的想挣开我的手时，却发现我力气竟出奇的大，怎么挣都挣不脱我的钳制。一路走到楼层外面，我才松开他们。你们打哪儿来回哪儿去？我不想再说第2遍。霍廷和风斌两人脸上已经涨红，他们可是跟倩姐打了包票的，没想到会吃瘪。但是刚刚我的力气吓到他们了，他们一时有些不敢妄动。你不想知道我们来找你干嘛的吗？霍廷说完，风斌似乎是怕我再拒绝，忙接着霍廷的话说道：我们可是来邀请你回男团的，你不是一直想回来吗？我斜眼看着他们，想听听他们憋着什么脏水。霍廷与风斌见我好像有些异动的样子，眼中都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你不是一直想回来吗？还说是林夕瑶毁了你前程，现在我们可以帮助你回来，但是你要和林夕瑶离婚，怎么样？简单吧？我依旧斜眼看，心想这两人是当我是萨比吗？说完了吗？说完了滚吧。你不要给脸，不要脸。给脸不要的是你们。我一点不怂，直接回怼了过去。看着两人涨红脸，一副想动又不敢动的样子，我伸手主动拍了拍霍廷的肩头，将他吓了一哆嗦。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回去告诉你主人，让他别来碰瓷林夕瑶，不然……我说完没再理这俩二货，转身往回走去，身后是他们看着我离开的背影。霍廷与风斌脸上青一块红一块，眼睛死死盯着我。风斌还有些不甘心，就这样让他走了？要不然呢？奇了怪，怎么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力气那么大。回去吧，事情既然没办妥，只能以后再想想有什么别的招了。风斌泄气地嗯了一声，两人转身就走。我则是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到家。林夕瑶饭还没吃完，在餐桌前带着疑问的表情看着我。他们走了。以后不会再来了。我轻飘飘地说道，伸手抱起瑶瑶走到沙发前坐下，看着我若无其事地陪着瑶瑶玩着玩具。林夕瑶这才转过身低头继续吃饭。家里又恢复了之前的温馨。与我这边不同，霍廷、风斌二人则难受到不行。他们刚被我羞辱后，又被江倩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他们俩对江倩打了包票，说能说服我，却不想直接被赶走，这让两人更加痛恨起了我。傍晚时分，林夕瑶带着瑶瑶出门买菜去了。独自在家的我刚拿起手机准备刷小抖，正好接到杨真打来的电话。星瑶先生，是你吗？是我。我回完，听筒里立即又传来声音。星瑶先生，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可以让你推荐的人加入公司，但是上面的意思是，目前你只有2首歌存在，而且还有1首是儿歌。你不要误会，这2首歌都很好，但是上面还是想要再看看你作曲的能力，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果然，仅凭2首歌，对方不相信我的能力。作曲是吗？可以。我的回答简单明了。杨真的内心本来挺坎坷，但听到星瑶这么干脆的答应，他的心里不由升起一些欣慰。今天他为了这事奔波了许久，他相信星瑶的才华，可是上面还是有些怀疑。但最后公司还是同意给星瑶一个机会。正好最近华音给了几个娱乐公司一个难题，他们最近因为这个难题邀请了许多词曲人，可惜没有能入演的，最后都被 pass 掉了。如果星瑶能解决这个难题，公司将再也不会怀疑他。星瑶先生，具体的事宜我们可以见面聊吗？这边还是需要你过来一趟，进行现场作词作曲。杨真非常诚恳地说道，他也想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家伙究竟长啥样。我想了一下，在家除了带孩子，其他也没什么事，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好的，什么时间在哪？魔都，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过来最好，毕竟越早越对你越有利，更能体现你的价值。好，那就明天下午吧。电话挂断后，我便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机票。不一会儿，我竟沉沉睡了过去。林夕瑶领着瑶瑶回来时，就看到熟睡着的我。瑶瑶走到沙发前，轻轻地依偎在我的怀里。梦中的我只觉得有只小猫一直在蹭自己的脸，我有些喘不过气，猛地惊醒。瑶瑶欢快的笑声回荡在我的耳边，我低下头，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宝贝女儿，用温软的小手捏住了自己的鼻
鼻子。爸爸，吃饭啦！我会心一笑，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很不错。饭菜的香味这时也从餐厅飘了过来，让我感觉肚子有些发饿。林夕瑶的身影随之从厨房走出来，手上端着2碗米饭。她看了我一眼，轻声道：“看你一直没醒，我就做了饭。”色香味俱全，看得我都饿了。听到我的夸赞，林夕瑶有些羞涩，她点点头，又返回厨房端了1碗米饭上桌。一家人吃着饭，我往瑶瑶碗中加了1块小酥肉，转头看向林夕瑶说道：“对了，我明天要出去一趟，暂时不知几天能回来。”林夕瑶正喝着汤，突然听到我的话，一下子被呛住，止不住咳嗽起来。我忙递上纸巾，面带担心。林夕瑶接过纸巾，背过身去擦着嘴。听到我突然要出去，她确实有些慌乱，她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我要去哪儿。明明1周前还想逃的她，现在听说我要出门，竟然下意识的有些不愿，还是瑶瑶问了出来。爸爸要去哪呀？我揉了揉她的小脑袋，爸爸要去给妈妈找工作了。然后目光看向林夕瑶，不好意思啊，没有问你的意见就为你决定了，只是瑶瑶说你喜欢唱歌，我想你应该是喜欢的吧。之前事情还没做好就没跟你说，现在别人公司约我过去谈一下，这次谈成了，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付出了，继续去唱歌。银海娱乐应该还是不错的。他让自己唱歌，林夕瑶下意识地看向我，我很认真。两人对视，林夕瑶杏仁眸子中突然弥漫上水雾，眼眶微微泛红，一双美眸突然温柔如水，这倒让我有些吃不消了，低头扒饭。林夕瑶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有一天还能继续唱歌，而且还是这个男人主动为自己选择的。谢谢你，我喜欢唱歌，很喜欢很喜欢。林夕瑶轻声说着，声音越发坚定。她喜欢唱歌，而且她还想让乐乐和云姐更好，不再受欺负。自从和赵乐乐见面过后，她一直在担心着他们。不用谢，你喜欢这就够了。我抬头笑意温柔。翌日清晨，你们快回去吧，我估计最多就那么1-2天我就回来了，别担心。我叫停一辆去往机场的出租车，转身对着林夕瑶说道。林夕瑶点点头，眼中竟有不舍神色。明明之前她还恨不得逃离我，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她会对我的离去而感到不舍。好好的出去2天，怎么搞得跟生死离别一样？我狠下心来不再看她，转身坐进出租车内。车子驶离，后视镜中的2道身影逐渐变小。我闭上双眸，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3小时后，我刚下飞机就感受到了魔都的热情。对比江城来说，这里的人太多了。跟着汹涌的人潮，我艰难地挪动着身体，一直走到5号出口，才稍稍松口气。站在出口前，我看向外面举着牌子的大队人马，找着属于自己的名字。在来之前，我就与杨志约好时间，他会在出口这里接我。现场举牌子的人太多，好多都是粉丝接机，这让我找了许久，才终于看到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高挑女子，她手里举的赫然是星瑶的牌子。我快步走上前去，对她挥了挥手。你好，你是杨部长吗？我是星瑶，现世名叫顾星逸，抱歉让你久等了。杨志看着眼前的人，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但他很好的掩饰了起来。知道我年轻，但没想到会如此年轻，像大学刚毕业的一样，而且长着一张完全符合成为明星的脸。杨真不免有些遗憾，要是能签约我，那该多好。你好，我是杨真儿，这里人太多，我车停在地下停车场，现在正到饭点，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再详谈。好，我点点头，与杨真并肩往外面走去。杨真果然是久经职场的人，他一边走着一边找话题与我聊着天。他本以为我这种小年轻不怎么会聊天，可接触下来，却发现我竟然能跟上他的话题侃侃而谈，一点都不像其他的小年轻一样腼腆，这让杨真不由又高看我一眼。果然优秀的人到哪都吃得开。我当然不知道杨真又对我高看了一眼，如果我要是知道，肯定很无语。毕竟我有这2世的记忆，加起来50多岁的人了，要是这点情商都没有，那自己可以直接找个绳子了。两人上了车，我看着窗外繁华的魔都，杨真不是给我介绍着当地的特色，只一会儿，两人就到了一家特色餐厅。等待上菜的时候，杨真才说起正事。我就叫你顾先生吧，不知道你这次推荐的是谁？做人还是职业歌手？不知道杨部长听说过林夕瑶没？以前是歌手，不过后来退圈了，现在算是复出吧。谈起正事，我神色也认真起来。杨真皱皱眉，他听过林夕瑶的歌，2年前的当红小花，唱功确实很好。不过他皱眉的原因是，当初林夕瑶是因为恋情曝光被迫退圈，而且恋爱的对象好像还是个毫无作为的小白脸，这就很不好处理。杨真思索了片刻，将额前的一缕秀发撇至耳后，这才定睛看向我。我知道他，不知道顾先生与他是什么关系？知道他以前为什么退圈吗？我看着杨真的眼睛，淡淡道：夫妻，她是我妻子。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杨真在听到我的回答时，也不由瞠目。夫妻，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小白脸？开什么玩笑？难不成林夕瑶与那个离婚了，又找了一个？看到杨真的表情，我猜到了他在想些什么，不由苦笑道：你想的没错，我就是当初与他被曝光恋情一起退圈的那个。杨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听过林夕瑶，但不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了。像以前我这种靠脸吃饭的偶像男团，他自然不会关注。他现在都有些怀疑那2首歌是不是我写的了。我没有给他多想的时间，在看到他面带纠结时，继续说着：让他加入你们公司很难吗？如果真为难的话，我再想办法。而且我的要求不只是让他加入你们公司，我还希望他在你们公司要有最顶级的资源和自由，合同也不能卡。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我相信有我的帮忙，银海娱乐会更上一层楼。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我一口气说完，端起水杯淡定地喝了一口水。杨真面色凝重，
受，明显有些为难。他开口说道：“说到底，我们没有合作过，只凭你在小岛上发布的那2首歌，可没有这么大的价值。林夕瑶唱功我是认可的，可娱乐圈讲究的不只是唱功，我相信你也清楚，让他付出不难，但你要的顶级资源、合同自由，我们基本没有签过这种。这件事容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这不是小事。”杨真儿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话里话外都透露着这事基本不可能。你们可以商量，我在这也表达我的态度，不只是你们这次遇到的难题，以后你们需要歌，甚至是剧本，不管什么类型，只要你们开口，我都可以给你们。我还是很希望我们能够成功合作的。你们这次让我来，不就是想看看我的能力吗？我来了，何不在看过之后再做决定呢？我淡淡说道，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真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这么自信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这就是传说中的小白脸，世人愚昧。最终杨真儿在吃过饭后匆匆离开了，他要去和公司商讨。临走时给了我一张房卡，等我消息。这是他临走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来到酒店房间，简单洗漱了一下，便躺在床上思考着，如果殷海不行的话，我还会去其他公司；如果都不行，大不了我多赚点钱，自己累点开个公司，带着林夕瑶猥琐发育得了。我丝毫没有发现自己的想法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从刚开始只想做个咸鱼，到现在为了林夕瑶去奔波。短短的相处，我越来越为他们着想了，更是不自觉融入了这个小家庭。杨真的电话是在下午3点时打来的，他已经到了楼下，表示我需要与他一起去殷海大厦一趟。我没再多说什么，直接下楼与杨真会合。殷海娱乐的公司位于魔都最繁华的区域，一整栋大厦全是殷海娱乐的产业。此刻殷海大厦18层，董事长杨丽、人力部部长张浩，还有其他几个殷海娱乐的经理都在。张浩的脸色很难看。董事长杨副部长的业务能力我没话说，但是这次我觉得他对这个顾星逸太重视了。他以前就是个3无的艺人，现在竟然跟我们提这么离谱的要求，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对于张浩的抱怨，杨丽摆摆手，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还是要给年轻人一些机会的嘛。这次先看看他的才华，不行的话，我相信小女也不会多说什么。看着董事长一副和蔼的模样，张浩只能憋着气，心里却在不停腹诽着，还不是因为那是你女儿你就偏心吧？杨丽看到张浩这副受气包的模样，又笑了笑。他作为公司董事长，自然不会女儿说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他也听过那2首歌，只能用完美来形容。不过他没必要向张浩解释什么。至于说那2首歌是不是人家本人所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杨真带着我在这时到了会客厅，我从进门开始就看到不少这个世界上爆火的明星，他们每一个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果然是3巨头之一。这豪华程度看着就让人生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一进到会客厅，我就感觉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他们眼神里流露着各种神色。我很自然地落坐在客位上，一人对着一群，表情淡然。杨丽心里止不住升起一丝欣赏之意，这么年轻的小伙，面对这种阵势还能表现得这么大方，第一印象不错。好了，既然正主到了，那就开始吧。顾先生是吧？你的要求我们开会研讨了一下，林夕瑶签约可以，资源也可以按最顶级的给，但是合同不能自由，这个我们真给不了，没有这么签的，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我点点头，自然知道，理解。所以合同签多久呢？杨丽呵呵笑着直视着我。5年，我们以最顶级的资源培养他，并且他想发什么歌，参加什么活动，我们不限制。我眉头微皱，丝毫没畏惧他的目光，同样直视着他。5年太长，我相信我的能力，你们的资源加我的才华，1年之内他必是顶流，或许都不要1年，所以我最多能答应的是2年，余下1年给你公司带来足够多的利益，可以了。这2年林夕瑶的歌不需要你们操心，而且我可以免费帮你们殷海写歌，但数量有限。大话谁不会说？1年之内成顶流，你在做梦吗？我刚说完，就见坐在杨枝边上的一个秃顶男人嗤笑了一下，眼神轻蔑地看着我说道。我只瞥了一眼他，我没有理会，继续盯着杨丽。杨丽眯了眯眼，手指轻轻敲动桌面，脸上笑意越加明显。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2年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一切都要看你的实力。这次请你过来，一方面是谈合作，另一方面，最近华音下发了个全民活动，要求每个公司都要参与，但是只有1首歌能当选，我想拿下它，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呢？我微微点头，心想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活动吗？具体活动细则让杨副部长跟你交接吧，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只要你的歌被认可，我这边可以马上签合同。杨丽轻轻笑着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一切谈妥，我也放松下来，站起身与杨丽握了握手，便和杨真离开了会客厅。杨真有些唏嘘，他没想到父亲会答应这么离谱的条件。不过这次的活动确实很重要，官方下场举办的活动，届时获得当选歌曲的公司自然会获得官方的青睐，其中的好处不言而喻。杨真在看我时眼神有些复杂，他挺希望我能一鸣惊人的，这就代表着自己的眼光是对的，那时候公司的一些闲言碎语自然会不攻自破。看下吧，这是这次活动的细则，只有3天时间给你创作，希望你能如愿，我也希望我们能合作成功。杨真从抽屉中拿出一个文件袋，递到我面前说道。我打开文件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标题：平凡的英雄。看到这几个大字，我的神色立马严肃起来，继续往下看去。办公室内很安静，只有我翻动文件的声音。我的表情是自穿越以来最严肃的一次。我翻过文件，下面有几张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医生护士们穿着防
防护服，第2张是3个消防员，他们身后是被扑灭的大火，第3张是几名只有背影的战士，看不到他们的脸，第4张是快要倒塌的教室，一名教师正抱着一个孩子递给外面的人，而他的身后已空无一人，他是最后一个。看完所有文件，我将文件一一整理好收起，深深吸了口气。杨真儿也在这时打破了办公室的这份安静。怎么样，你可以吗？你只有3天时间，3天后华英就要结束这次甄选了。我点点头，放心吧，交给我，3天内我肯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说完，我将文件收起，站起身来。那就这样，你给我准备一些驱稿纸，我回酒店慢慢研究。好，我送你。杨真儿也不磨蹭，他知道3天时间想创作出一首好歌来很难。晚上酒店中，我洗过澡来到书桌前，将驱稿纸平铺在桌上，提起笔默默地思考着。我思考了许久，才决定下来，就它了，只要平凡。第2天，我简单吃过早饭，没有通知杨真儿，独自一人打车来到鹰海娱乐。杨真儿还在办公室里忙着工作，突然看到我造访他，很是惊讶。你还有空来我这？只有3天时间啊，大哥，还不快去想歌去？写什么歌？写完了啊。我笑笑，在杨真的满脸震惊下，将驱稿纸递给他，先看一下，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吧。杨真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干练的御姐，少见的情绪有些失控。开什么玩笑？一个晚上能写出什么好歌来？他不会随便糊弄过去吧？杨真皱着眉接过驱稿纸，他昨天还觉得这年轻人稳重优秀，今天对方就来打自己的脸了，他倒要看看他一个晚上写出来个什么。杨真将目光放到驱稿纸上，看到歌名时他还一脸淡定，可接下来当他慢慢看完歌词时，整个人都惊呆了。这是什么神仙歌词？处处写着平凡，却处处透露着不平凡。通篇媒体一句英雄，却句句是英雄。这个歌词指点主题。随后杨真又迫不及待地看向曲谱，片刻后他忽然抬起头看向我，眼中放光。这真是你一晚上写出来的？我摸了摸鼻子，不然呢？我可是熬了一晚才做出来的。怎么样，这首歌行吗？杨真眼睛愈发璀璨，他紧紧盯着我。你真是太厉害了，我的选择果然没错。你能唱一下给我听听吗？我想听听唱出来的效果。我点头，闭上眼睛，稍稍酝酿一下情绪，这才轻声唱起。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一曲结束，杨真还沉浸在歌声中不可自拔，直至我轻轻咳嗽了2下，他才恍然回过神来，慌张地擦了擦脸上的泪痕。他的眼睛愈发璀璨，璀璨到我都不好意思再直视他，只好有些不确定地问：可以吧？太可以了，顾小友，真没想到你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惊喜啊！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杨丽一边鼓着掌一边往里走着，脸上带着明显被惊喜到的神色说着。他的身后跟着人力部部长张浩，此刻张浩明显带着满脸震惊，他都不敢相信，这才多久我就真做出歌来了，还是这么完美的一首歌。爸，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看到来人，杨真神色有些慌张，他偷偷又擦了擦脸上的泪痕，面带不满地对着杨丽喊道。杨丽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依旧笑呵呵的，只是看着自家宝贝女儿的眼神有些怪异。他都多久没有见过自家女儿这副小女人姿态了？我要不来，怎么能知道顾小友做了一首这么好的歌呢？我有些无语，这直接从顾先生变成顾小友了，心里不禁吐槽，果然是生意人，能给他带来利益的就是亲人。过奖了，杨董事长，您满意就好。我说道。非常满意，顾小友，现在歌有了，那么只要这首歌被华音选上，与林夕瑶的合同，我们便立马签署。现在我先跟顾小友签订一个合作协议吧，也省得顾小友担心不是？杨丽笑着点头，我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清楚这事算是8九不离10了。我们一行人就地签署了合作协议，只要歌被选上，那么我之前与银海娱乐所说的合作将会立马展开。签署完毕后，我对着杨丽告辞。杨董事长，既然事情定下，那小子就先行离开了。好，也希望我们日后合作愉快。我微微点头，拿着合作协议转身往办公室门外走去。我送你吧。眼见我就要走，杨真突然说道。我注意到他刚刚一直都有些不敢看我，似乎对自己之前像个迷妹一样的表现感到有些羞耻。这对一个御姐来说就很，只是现在我要走了，我从他的神情里似乎看到了一丝莫名的不舍。我记得你不是还有工作没做完吗？小顾就不是小孩子了，哪里需要你送来送去的？我刚转过头还未说话，对面的杨丽突然先说了起来。我见状只好带着谢意对杨真笑了笑。谢谢杨部长的好意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说完，我转过身走出办公室，顺带将门轻轻关上，这才大步离开。而办公室内的杨真此刻像只发怒的小猫，突然炸毛。爸，你什么意思？人家刚送来歌，你转脸就让人走，哪有你这样？还在房间里的张浩看到这个场景，突然浑身发毛，咽了口口水，连忙说道：那个，我还有些工作没处理，我先告辞。没等杨丽说话，张浩一溜烟窜了出去，顺带将门关严，直到出门后他才擦了擦脑门上的细汗。杨丽看着女儿的样子也不发怒，只是有些语重心长。小儿啊，你也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顾小子是挺不错，但你可别忘了，人家是有老婆的，而且据我所知，他还有个女儿吧。杨真突然沉默，片刻后才冷冷地说道：我当然知道，我送他只是因为他是我邀约过来，就这么简单。御姐又恢复了高冷，这气质连她父亲杨丽都有些发怵。行，你知道就好。我突然想起，我也还有工作要做。说完，杨丽拔腿就走，只是刚走出门去，突然又将脑袋探了进来。我说真的，乖女儿，你都26了，真该找个对象了。
滚！好嘞，不催了，老子现在就滚。刚回到酒店，我还没选好机票呢，杨真的电话却打了进来。喂，顾先生，真好不意思，我爸的语气不太好，我代他向你道歉。电话里杨真表达着歉意，语气有些冷，像是还在生某人的气一样。我有些惊讶，其实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杨丽表达的已经很委婉了。作为资本大佬，他已经很给面子了。至于有没有卸磨杀驴的意思，见惯了资本市场形形色色的人，我对此早已了然。没事没事，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你不用放在心上。我回道。听到我这么说，杨真的语气也稍稍缓和了下来。你不在意就好。对了，你现在在回酒店的路上吗？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我准备收拾一下，订好机票就回江城去。电话那头却沉默了一下，紧接着杨真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是这样的，顾先生，你最好再等2天。如果你的歌词被选上，估计华音那边还需要你的协助，毕竟词曲都是你做的。毕竟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最深。听到杨真的话，我打算回家的算盘落空，心里顿时空落落的。好吧，我知道了，那我就再待几天。谢谢你通知我。与杨真的电话挂断，我遗憾地放下手机，转头看向窗外飞逝而过的风景。我有些想家里的小家伙了，想到瑶瑶，连我自己都没发现，脸上莫名扬起了笑意，仿佛心有灵犀一般。林夕瑶的电话这时就打了进来，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立马传来瑶瑶的声音。喂，是爸爸吗？是小家伙，即便看不见瑶瑶的样子，但我脸上依旧升起姨母般的笑容，回应道：是爸爸呀。瑶瑶这是想爸爸了吗？想爸爸，妈妈问你啥时候回来。此时的家里，瑶瑶双手捧着手机，窝在林夕瑶怀里，甜甜地说道。林夕瑶俏脸立即爬上红晕，无奈地白了小家伙一眼。明明是他吵着要打电话给爸爸，怎么现在扯上自己了？自己可没有问过这话。那你跟妈妈说，爸爸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回去呢。我偷偷笑着，心里猜想，肯定是这小家伙想要我回去了，却搬出林夕瑶来。瑶瑶听到这话，明显有些不高兴，在电话里哼哼唧唧的。我嘴角微微翘起，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趴在床上，问道：瑶瑶，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呢？瑶瑶听到这话，立马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妈妈，然后像是做贼一般低着头，小声地说道：有哦，可是瑶瑶更想吃爸爸做的饭。小家伙的语气极为认真，认真到将偷听的林夕瑶都给气笑了。这么小的年龄就会告状了是吧？拐着弯说自己做饭不好吃，然后林夕瑶就听到电话那头我的哈哈大笑声。刹那间林夕瑶的脸更红了，她一把抢过手机。好了，今天和爸爸的聊天到此为止。喂，那不是我问的。我知道的，家里还好吧？我听到她的辩解，笑着回答。林夕瑶这感觉更气了，她是不是在憋着笑？很好，你这才出去了1天而已，能有什么事？好了，不说了，挂了，我要做午饭了。喂，你不能这样，我还没和小家伙聊够呢。再见。林夕瑶却没有给我这个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她的脸现在滚烫一片，再聊下去，她怕她想揍人了。见瑶瑶还满脸遗憾地盯着手机，林夕瑶决定今天中午就做瑶瑶最不喜欢吃的小青菜了。对的，小孩子不能挑食。我听到听筒里传来的忙音，遗憾的同时脸上却依然挂着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林夕瑶有这样的小情绪呢。之前的她总给我一种说不上来压抑的感觉。怎么说呢？我将之称之为缺少独自灵魂的人。而现在这种情况正慢慢好转，她在变回她自己，这就很好。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再过几天便将迎来8月。我在魔都已经过了2天，这期间我与杨真儿通过几次电话，我们2人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生疏，至少现在杨真儿不会再一口一个先生叫着，让我听着就很别扭。我这2天依旧早起晨跑，一切好像都风平浪静。华音那边的消息还没传来，只能慢慢等着。第3天傍晚时，我却接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电话。喂，是老顾吗？我是陈深啊。陈深。闻言我飞速地梳理了一下原主的记忆，这是原主以前上大学时的死党了。疯子吗？好久不见啊。想到原主记忆里陈深的人品和性格，我微笑着开口，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貌似也挺不错的。老顾啊，你小子结婚后什么情况？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是瞧不上兄弟我了吗？电话那头陈深的责备声传来，只是里面隐隐带着的关心语气，让我止不住心里发暖。只怪原主结婚后总想巴结着霍婷和封斌2人，连这个最好的兄弟都没时间搭理了。之前是我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这次，以后见面请你吃饭，给你赔罪行不？我赔罪说道，心里则又将原主暗暗骂了一顿。是人是鬼都分不清的玩意，太丢我顾心怡的脸了。你说的啊，那我们下次见面聊，拜拜。说完陈深便挂了电话。我刚挂电话，杨真就打来了电话，我的歌被华音选中了。据杨真说，那边的人只是一眼就在万千投稿中选中了这首歌。杨真语气很激动，他给我打电话时，人已到了酒店楼下。他说华音那边准备拍摄一个 MV， 需要我这个词曲人去现场指导一下。我下了楼，杨真看到我时捋了捋额前的碎发，双眸有些发亮。我摸摸鼻子，自动忽略了杨真的眼神。走吧，时间不早了，早点干早点散，还能赶上午饭。我二话不说就钻进了后座。前面那么大的副驾驶坐不下你。华音那边负责拍摄 MV 的导演打电话来，可是一直夸你。怎么样？对 MV 和主唱歌手你有想法吗？可别去了那里掉链子了。杨真明显比
较担心我年轻，没经历过这种阵势。放心，我有数。我脸上丝毫看不出紧张。杨芝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发现我确实没什么紧张感，才没再说这事。2小时后，车子停在一栋大厦门前停车场，我们2人一同并肩走进大厦。应该是杨真事先与别人约好的。我们刚进入大厦，立马有一众人迎了上来。林爷爷，你怎么亲自下来了？这要让我爸知道，他还不得骂死我啊！杨真快步走上前去，拉着为首老人的手撒娇道：“这个举动将我吓了一跳。御姐撒娇，神仙也顶不住啊！”为首的老人脸上绽放出笑容，满脸宠溺。林丫头，你少来这套，你爸还敢骂你，你不揍他，他就该烧高香了。林爷爷，御姐罕见的脸红了一下，娇嗔道：“好了好了，说正事吧。这位就是霍小友吧？果然英雄出少年，一表人才。老爷子好，承蒙夸奖哈，我是顾兴义。”我礼貌地对着老人点点头。好，又有才华又有礼貌，不愧是能写出这首歌的人。我是负责这次 MV 的导演林思礼，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也跟着林丫头一起喊我林爷爷就好。林爷爷，那小子就却之不恭了。我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好，小顾啊，那咱们就上楼去吧。林思礼非常高兴，连称呼都变了，他直接拉起我的手往电梯里走去，一点也没有介绍他身后其他人的想法。我只能被迫跟上，但我还是与那些中年人点头示意了一下。电梯直接升到了20层，刚出电梯，林思礼就将我拉进了录音室中。小顾，听林丫头说你唱得很好，你先唱一下可以吗？我们收到这首歌到现在还没听过呢，主唱也没定下来。好的，我点头答应。小顾，清唱还是钢琴吧？这首歌只用钢琴伴奏就好。好，谈起正事来，林思礼明显认真了许多。他将我一个人放在录音室，其他人都带了出去。随着工作人员将麦克风开启，一群中年人也都翘首以盼。我走进录音室坐下，酝酿着情绪。进入工作状态后，整个人都变得很认真。外面人看来，录音室里面我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化了。林思礼见此点点头，这才是纯粹的音乐人吗？里面我开始弹奏钢琴，只要平凡的前奏也随之响起。外面一众人顿时都屏住了呼吸，听着钢琴声，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看向里面。在这里或在对岸，长途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一曲结束，我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才站起身走出录音室。外面的一群人还在怔怔地看着我。下一刻，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为我鼓起了掌。林思礼更是激动上前握住我的手，眼神火热。小顾啊，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主唱不需要换人了，就你上吧。我有预感，这首歌会在网上刮起一阵关注平凡英雄的风暴，这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效果。那些平时默默奉献的英雄们值得。听到老爷子这么夸奖，即便是久经沙场的我也禁不住脸红了一下，但我还是摇摇头，一脸诚恳地对着林思礼说道：“林爷爷，我就不当这个主唱了，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要不您听听。”林思礼皱眉，还有比这首歌词曲人更好的主唱？见林思礼明显有些不愿意，我也不再卖关子，飞快地将自己想法说出。是这样的，林爷爷，我觉得这首歌更适合孩子们来唱。一方面，孩子们的声音更加清脆空灵；另一方面，由祖国的花朵们来歌唱无名的英雄们，更能深入人心。听到我的解释，林思礼不由瞪大了双眼。妈呀，这人是鬼才吧？他怎么没想到呢？孩子们本身就自带让人亲切的属性，由他们来唱，再配合自己拍摄的那些素材，绝对能深入人心。绝了，果然不愧是自己看中的年轻人。这下林思礼的眼神更加热切，就连他身后的那些中年人都好似突然醍醐灌顶一般，皆不可置信地看向我。他们在万千素材中选出了这些素材配合这首歌的时长，可他们就是确定不下来主唱。没想到我一句话就解决了。小顾，你真是个奇才，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华音工作？你放心，在华音肯定不会埋没你的才华。看得出来，林思礼是起了爱才之心，他想把我拉到自己身边，觉得我这样的人才放在外面太浪费了。别，林爷爷，我就一咸鱼，这次能帮上你们忙，我已经很知足了。我连连摆手拒绝。林思礼无语，现在咸鱼都是这样的吗？不过他也没强求，反正你人就在这也跑不了，以后真有这种机会再找你就是。等我从华音大厦走出，时间竟然已经来到下午1点，现在我整个人脑子都是胀胀的。那些家伙一谈论起工作来，一个个积极的不行，简直堪比工作狂。最后还是杨真撒娇说要去吃中午饭，我们俩才逃脱出来。顾兴义，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顿饭，与华音共创，要发财了？杨真罕见的俏皮了一下，吐了吐舌头打趣道：“这个御姐越来越没有御姐的样子了。”我挑了挑眉，你一个家大业大的人，还要宰我这个平头老百姓啊，好意思吗？小气。杨真白了我一眼，奇怪。
鼓鼓的先上了车。我笑了笑，赶紧跟上。和这个御姐越熟悉，越能感觉到她性格真的很好，丝毫没有出现时的那种压迫感，典型的外冷心热。最后我还是没能逃掉这顿饭，让杨真美滋滋的蹭了一顿大餐。吃过饭后，杨真载着我来到银海娱乐，这次来这里是拿合同，也是我最初的目标，林夕瑶的签约合同。我们俩坐上电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杨真兴致好像不太高的样子，整个人蔫蔫的。明明这货刚蹭了一顿大餐，我真是不理解，女人的心思太难懂了。出了电梯，径直来到杨丽的办公室，她早已在办公室里等候多时，合同也已准备好放在桌上。她脸上带着万年不变的笑容，看着推门而进的我，说道：顾小友合作愉快，合同在这儿，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我点点头，在办公桌前坐下，当面看起合同来。合同很正规，一式3份，只要林夕瑶签上字就立即生效。合同内容也与之前说的一样，银海娱乐会给林夕瑶最顶级的资源，最大程度的自由。就一句话，林夕瑶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人能强迫她，而这也正是我想要看到的。合同的周期是2年，之后续不续约全看林夕瑶自己的意思。合同全部看完，我将其收起，站起身伸出手与杨丽握了握。谢谢你杨董事长，合作愉快。能够给出这样的合同，我对他杨丽的观感也好上不少，至少他不会像其他黑心资本家一样，开出的合同中处处是陷阱。不用谢，我看中你的才华，你看中我们公司的资源，互惠互利罢了。还有你曾经许诺为我们公司写歌，这我就不单独给你立一份合同了。我相信顾小友的人品。杨丽也站起身，与我握着手说道：我自然不会推辞，但同样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放心吧，不过前提我可说好了，我只写主打歌，而且为谁写歌全凭我自己的意愿，不要什么阿猫阿狗都来找我写歌，没空。有脾气还有才华来支撑这份脾气。杨丽对我的观感越来越好，只是她看到一边女儿的样子时，心里又偷偷叹了口气，可惜了，年纪轻轻的结婚这么早干嘛？以顾小友的才华，不是公司顶流歌手缺歌，我也不会向你邀约。毕竟我也知道，日后以你的名气写出的必是精品，一般人没那个资格。双方合作愉快达成。杨丽这时突然话头一转：现在合同拿到了，顾小友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我不知道他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即回答道：我准备现在回酒店收拾一下订机票，一会儿就走。毕竟这里的事已经不需要我了。杨董事长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没有，那我祝你归途顺利。杨丽忙笑着说道。只是这笑容在我眼里看来，怎么听到我要走，她突然那么高兴呢？没做多想，我起身告辞。杨真将我一直送到酒店门口，没有跟上去。从进入银海娱乐之后，她的兴致好像一直都不太高。顾心意，去机场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去吧，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我转头摆了摆手，好，路上小心。随后扭头往酒店里走去。杨真看着我的背影，莫名有些生气，一脚油门离开了这里。终于可以回家了，好想我的小宝贝啊！我飞快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订机票、退房、打车，一气呵成。下午6点，江城，我手中拎着满满的礼物，迈步走入熟悉的破旧小区，脚步竟也更加轻快起来。直到我推开久违的房门，客厅里静悄悄的，林夕瑶和瑶瑶好像都不在家里，没有立即见到想见的人，我心里隐隐有些失落。然而下一刻，主屋的门突然被推开，林夕瑶揉着迷蒙的双眼，俏生生地走了出来。在见到我的第一时间，她猛地惊醒，不自觉地睁大眼睛看着我。她此刻穿着吊带睡衣，其中一只吊带脱落到了手臂处，头发睡得乱糟糟，微张着小嘴，活脱脱一副睡美人的姿态映入我的眼帘。我们两人同时愣住，在夕阳的余晖下，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然后我的脸上逐渐绽开灿烂的笑容，开口道：我回来了。林夕瑶的脸色慢慢升起红润，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心里有些慌张，却又有那么一丝丝甜蜜涌来。她低下头轻声回应，还不忘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手臂的吊带悄悄拉到肩头。对了，这个给你。我从背后突然拿出一束薰衣草，回来路边正巧看到有人在卖，闻着挺香，我就顺手买了一束。林夕瑶抿了抿嘴，她上前从我手中轻轻接过这束薰衣草，脸上已是爬满红霞。这是她收到的我送的第一束花，薰衣草，花语是救赎与希望，她很喜欢。谢谢。林夕瑶鼓起勇气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睫毛轻轻眨动。你吃过饭了吗？我倏然一笑，没呢，你们肯定也没吃吧？我来做晚饭，你去叫瑶瑶起床。林夕瑶的本意是想自己做，我在外面刚回来，肯定累了一天，可看到我眼中的坚持，又想到我做饭确实比自己好吃的太多，最终还是点点头。我去叫瑶瑶，她知道你回来了，肯定很高兴，这2天一直在问我呢。林夕瑶说着转身回到主卧，这次她并没有将门关上，而是就这么敞开着。我往里面望了望，瑶瑶四仰八叉的仰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林夕瑶轻手轻脚的将她抱起，她都没有反应，直到林夕瑶将小家伙抱到我面前，亲了亲她的小脸，在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瑶瑶醒醒啊，爸爸回来了。瑶瑶忽然有了动作，她慢慢睁开那双可爱的杏眼，迷茫的环视一圈，然后小家伙的眼中突然有神，2只小短手对着我伸出挥舞着。是爸
爸呀，爸爸抱抱，瑶瑶好想你啊！小家伙如同树袋熊一般，被我抱住后就搂着我的脖子不愿松手，一直挂在上面。就连我到厨房做饭，他都不愿撒手下来。最后还是林夕瑶板着脸，外加用我新买的玩具诱惑，才终于将小家伙给摘下来放到沙发上。瑶瑶一边玩着玩具，大眼睛还不时望向厨房，生怕我的身影再次消失似的。忙活了一会儿，饭菜上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了餐桌前。林夕瑶低头看去，瑶瑶早已拿着她的小筷子大口吸溜起来，一个面条瞬间就被她吸溜下肚，同时她的一双眼睛也早变成了月牙。这种吃法像是林夕瑶饿了她几天一样，让林夕瑶又生气又无奈，技不如人，甘拜下风，还能怎么说呢？这也让林夕瑶加快了吃饭的速度。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娘俩在家时好像就没这个胃口。我一回来，他们整个人莫名就放松了下来。林夕瑶一边吃着一边胡思乱想着，想想就可怕。以前他们恨不得远离这个男人，短短时间下来，竟然被我潜移默化的腐蚀了。餐桌上只剩下吸溜的声音，直至林夕瑶吃完，才发现我和瑶瑶不知何时早就吃完，两人竟同步的对她行着注目礼。林夕瑶俏脸不由又是一红，忙擦擦嘴，站起身来掩饰尴尬，又将桌上碗筷收起。我去洗碗，你多陪陪瑶瑶。她将我面前的碗也叠了起来，拿起往厨房走去。看着林夕瑶像阵风一般飘到厨房，我摇摇头，这次真的没想跟她抢，她慌什么？爸爸，快来和瑶瑶一起搭积木。瑶瑶从凳子上跳下来，拉着我的手往沙发前走去。在我的帮忙下，瑶瑶一边搭着积木拼出小房子的形状，一边奶声奶气的笑着。我故意在这时问起了家中的近况，小家伙更是知无不言。特别在说到林夕瑶时，小家伙更是将妈妈卖了个彻底。妈妈也会想，爸爸，我看到了，妈妈经常会看爸爸唱歌的视频，偷偷笑。我偷偷捂嘴笑，真不是有意询问这个的。关键是瑶瑶说的还很大声，丝毫没有发现林夕瑶已经从厨房杀了出来。此刻林夕瑶俏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眼睛里却满是寒意，居高临下的盯着这个卖妈求爸欢心的小叛徒。瑶瑶发现爸爸突然不说话了，疑惑的抬起头，就看到妈妈的一张大红脸。她呀的一声躲到我的怀中，嘴里一直念叨：看不见，妈妈看不见。林夕瑶不由气笑，伸出手拍了拍小家伙露在我手臂外面的屁股，眼睛却盯着我偷笑的脸，解释道：你别听瑶瑶乱说，我才没有。就有，妈妈骗人，不是好孩子。瑶瑶小脸深埋在我的怀里，闷声闷气地喊道。林夕瑶眼瞅着要炸毛，我立马举双手投降，将小家伙彻底露了出来。没有，我相信你。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是瑶瑶可惨了，立马被林夕瑶捞了过去，蹂躏起来。小家伙大眼睛中星光闪闪，伸手看向远处正襟危坐的我，完全没想到我转脸就把自己卖给了妈妈。我眼观鼻，鼻关心，为了能让林夕瑶顺心，为了这个家的繁荣昌盛，只能让我的小宝贝委屈一下了。一家人在一起玩闹了一会儿，瑶瑶最终委屈巴巴的一个人承受了所有，独自在那搭着积木。我揉了揉她的小脑袋瓜子，这才站起身来，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纸质的档案袋，放到林夕瑶的面前。圆满完成任务，你看下，这是鹰海娱乐的合同。林夕瑶看了看神情认真的我，睫毛微微眨动，示意着她内心的不平静。我在外面仅几天时间，就真的为自己拿回了一份合同。林夕瑶低下头，拿起档案袋拆开，翻看着里面的合同，一直看到最后，她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这是她做梦都不敢有的合同，顶级的待遇，完美的自由程度。就算她之前一直没有退圈，继续唱歌到现在，她都不会有这样一份合同。林夕瑶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就几天时间，我经历了什么，付出了多少，才能换来这样一份让人想都不敢想的签约合同。林夕瑶抬起头，怔怔地看向我，眼中噙着泪光，抿着小嘴，就这样与我对视着。我脸上依旧挂着温柔的笑，仿佛这一切都是那么云淡风轻。半晌后，林夕瑶才轻轻地开口：顾心意，其实我不唱歌也行的。声音虽小，但却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我这才微微皱眉不解，明明她喜欢唱歌，想要唱歌，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有些莫名其妙，我搞不懂这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不是一直想要唱歌吗？现在机会有了，怎么还退缩了？我语气加重了一点，这还是我来到这里第一次跟她这样说话。当了一辈子单身狗的我，自然不会理解。林夕瑶此时心里乱糟糟的，她突然觉得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真去唱歌了。她害怕之后会有变化，害怕生活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林夕瑶小嘴又轻轻抿了一下，直直地看着我，泪珠一颗颗滑落。过了片刻，她才悠悠说道：我害怕以后会出现不好的变化。这是林夕瑶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出自己心中的害怕。我愣了一下，然后微皱的眉头瞬间舒展，突然笑了，笑得很温暖。我拿起纸巾，抬手轻轻擦了擦林夕瑶滑落在脸上的泪痕。林夕瑶，你当我是什么人啊？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你放心的去吧，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一切都不会有变化的。毕竟我可是做好了当全职奶爸的准备。林夕瑶完全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还直接上手给自己擦干了眼泪。太久没有遭遇
会过这种亲昵程度的林夕瑶顿时羞涩地低下了头，原本微红的脸瞬间通红一片，连之前的乱糟糟的心思都没空想了。我还以为她还在害怕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林夕瑶应该是害怕做出改变，毕竟在家太久没有出去过的人总会有这种心理。于是我又开口说道：我说真的，瑶瑶就交给我就好，我会将她照顾好的。而且你也看了，你那合同自由程度很高的，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不用担心家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就行。我说着，林夕瑶却压根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她脑袋里还是刚刚我轻抚过自己脸的那个场景。沙发上的瑶瑶早就开始偷偷看着爸爸妈妈的互动了，她明显看到妈妈低着头的脸上，嘴角都已经微微翘起了，而爸爸还在那一直唠叨个没完。小小的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妈妈现在应该是开心的，而爸爸还在担心妈妈。于是她扑到我腿上，仰着脸，眨着大眼睛，突发奇想地说道：爸爸，瑶瑶今晚要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这句话一出，我瞬间石化，林夕瑶更是抬头，眼神错愕地看向小家伙，一颗心扑通扑通的快要跳出了心口。好不好嘛，爸爸？见我没答应，瑶瑶开启了撒娇大法，在我腿上打起了滚。我咽了口口水，转头看向就连脖子都已通红一片的林夕瑶，眼神闪躲。这得问你妈妈同不同意啊？这要让我怎么回答？林夕瑶羞涩到有些崩溃，她慌乱地站起身，往卫生间走去。我困了，先去洗漱，准备睡觉了。林夕瑶仓皇逃跑，客厅里只剩下我与瑶瑶，大眼瞪着小眼，我已经麻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倒是瑶瑶从我腿上蹦起来，抱住我的脖子。妈妈说了，爸爸准备好就行。林夕瑶有这么说。我转头看着紧闭的卫生间门，隐约能听到里面洗漱的声音，那就可以吧。我深吸一口小家伙身上的奶香味，给自己壮了壮胆子，心里告诉自己，这完全是为了瑶瑶，不是因为别的。过了好一会儿，林夕瑶才从卫生间里出来，不动声色地回了卧室。经过客厅时，就连看都没有往沙发这边看上一眼。我这才抱着瑶瑶站起身，来到卫生间里帮着小家伙洗漱完，自己又简单洗漱了一下，这才抱着小家伙出来。直到此刻，我的心才开始飞速跳动。从客厅到主卧，短短的距离，我好像走了许久，直到脚步彻底踏入卧室，我的脑袋已经空白一片，两辈子也没经历过这事啊。此刻很想寻求帮助，我该怎么做？林夕瑶已经钻进被子中，好似睡着一般，侧着身子面朝里面，看不清她此时的具体模样，只是她那晶莹红润的耳垂显示出她现在的状态。我把门轻轻关上，关门声让林夕瑶的身子小幅度抖了一下，但她依旧没有起来。我现在已经彻底摆烂了，都这样了，再紧张也没用，躺平就好。这样想着，我心态确实轻松了不少。将瑶瑶放到中间，我在床的另一侧坐下，搂过瑶瑶，开始给她讲睡前故事。今天爸爸给瑶瑶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像瑶瑶一样可爱的小公主，她的皮肤像雪一样的白嫩。我温柔的话语声在房间里回荡，林夕瑶睫毛微微动了动，那颗剧烈的心也随着故事的展开慢慢平静下来。到后来，她竟不知不觉睡着了。与她一样，瑶瑶也在我的故事中慢慢睡着。夜色已深，我见他们的呼吸慢慢平静下来，这才关上灯，钻进被子中躺了下来。枕头上都是那熟悉的淡淡清香味。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的枕头是这么香的。搂了搂身边的瑶瑶，伴随着香味，我也很快熟睡了过去。一夜无话。第二天，我的生物钟依旧准时，清晨6点我就醒了过来，下意识地搂住怀里柔软的娇躯，然后猛然呆住。瑶瑶什么时候这么大了？我咽了口口水，眼睛往被子里看去，我的怀里哪还有瑶瑶的身影？不是小家伙，而是林夕瑶。我彻底傻眼，啥时候的事？她怎么钻我怀里了？淡淡的清香萦绕在我的鼻尖，怀里的娇躯柔软温热，我的道心瞬间破碎。我不自觉地俯下身子，直到贴近林夕瑶的俏脸，就这样停住，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然后我看到她长长的睫毛轻轻眨动，吓得我赶紧再次坐直身子，悄悄地抽回被她压在脖子下的手臂，弓着腰，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床，窜出了卧室。到了卫生间洗漱，我满脸挫败，这大清早的也太折磨人了。我不知道的是，在我刚刚走出卧室后，床上的林夕瑶竟睁开了好看的杏眼，微微松了口气，她捂着发烫的脸缩进被子中，一副见不了人的模样。就在我坐起身的时候，林夕瑶就醒了。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跑到我怀里的，竟然还把我的手臂当成了枕头，就很丢脸。直到察觉到我的呼吸打在自己脸上，她心里才有些恐慌。她想干什么？想偷偷亲自己吗？自己该怎么办？林夕瑶那时候慌得要死，又不敢醒来，只能继续装睡。幸好我及时止住了，要不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了。只是当我真抽身离开后，她又隐隐感觉有些失落。林夕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只知道自己心里乱得很。过了许久，钻进被窝中的林夕瑶才深深吐出一口气，顺其自然吧，一直窝到8点。林夕瑶听到外面再次开门的动静，才从床上爬起，收拾一下走出房间。我已经到了厨房准备做饭，看到林夕瑶出来，我表情有些不自然地打了声招呼：早啊。林夕瑶的表情也有些不自然，她甚至都没抬眸看我，只是轻轻回应了一声早。说完便走进卫生间洗漱。我没有多想，继续转过身做早饭。没想到林夕瑶很快便洗漱完毕，径直来到了厨房。我帮你一起做吧。林夕瑶表情自然，熟练地接过我手中的盆，帮我淘着米。我只是稍稍愣了一下，很快便反应过来，欣然接受了这份好意，侧过身开始洗菜。两人很有默契，像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夫妻一般。20分钟后，金灿灿的小米粥与2碟小菜顺利出炉。我摘下围裙洗了洗手，
我，自然的走进主卧，将已经睡到床角的瑶瑶叫醒捞起。一家人愉快的吃了一顿早饭后，我看向林夕瑶说道：“对了，你是8月初去滨海娱乐报道吗？”闻言，林夕瑶也坐到沙发上，一双美眸轻眨。在这之前，我要先去接回乐乐，再去找云姐。他们若是知道我能重新复出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林夕瑶说着，脸上由衷露出笑容。之前贸然退圈，她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两人。如今就算不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他们两人，自己也要努力才对。我点点头，揉着瑶瑶的头发，心里却在思索着，到时该写首什么歌来给林夕瑶。这是她复出的第一站，必须打得漂漂亮亮的。林夕瑶的音色很好，无论是甜歌还是伤感的歌，她都能驾驭，所以能选择的太多，我一时也有些拿不定主意。思索片刻无果后，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对了，过几天去买辆车吧，不，买2辆。再过1个月，瑶瑶就该上幼儿园了，来回接送方便。另外，虽然滨海娱乐会给你配辆保姆车，但平时闲暇时候，你出门在外还是需要1辆车的。林夕瑶沉思了一下，也觉得可以买辆车。以前一直在家不出门，有没有车无所谓，现在要经常出门了，没车确实不方便。但是她又担心我身上的钱不够，毕竟我前2个视频的收益用来置办了许多家具，我又出门一趟，不知道还剩多少。瑶瑶马上又要上幼儿园了，到时候又是一笔花销。沉思过后，林夕瑶抬头，眉宇中流露出一丝担忧之色。先买1辆吧，你在家出门接送孩子方便。我在外面暂时有公司配的车，应该不太需要。等我赚了钱了，再考虑买车的问题。林夕瑶想着，等自己发歌出专辑有收益了，再考虑这些问题。想到这，林夕瑶又有些忧愁，她自己都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有歌唱。虽然滨海娱乐的合同是顶级资源，但上面还附带了一条歌曲自备。她不知道我是怎么跟公司谈的，资源都给顶级了，为什么不帮自己约歌？她有些疑惑，毕竟自己也不认识几个词曲人。想到词曲人，林夕瑶突然愣住，然后看向一脸淡定的我。我好像就会写歌，虽然自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学会的，但小斗上的那2首歌，有一首还是我现场交给瑶瑶的。我自然知道林夕瑶不买车的忧虑，淡定的摆了摆手。放心，你不用担心家里的钱不够，让子弹飞一会儿，过几天就有钱了。7月30星期天，只要平凡的 MV 在早上8点准时上线，由华音与星瑶账号共创推出，华阳联合其他多部门同时转发，阵容可谓是空前豪华。当然，阵容再豪华，观众们想看的还是质量，只有质量过关了，大家才会买单，才会去关注这 MV 背后的故事。不过，网上现在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星瑶出品必属精品。如今看到这个 MV 的词曲竟然都是星瑶，大家也瞬间来了兴趣。这个神秘的家伙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定惊人。于是，观众们纷纷点开这个 MV， 想要一览盛况，直至音乐和最后一张素材消失，星瑶的身影都没出现，我依旧是那么神秘，但所有人都满足了。这些素材，这个视频里的一个个身影，深深地烙印进所有人的心中，甚至正片发出许久都没有一个人点赞，没有一个人评论，大家好像都集体消失了。此刻，华音的会议室中，林思礼一直在看着网上的实时数据，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时有1亿多人在看，却没有一个点赞。难道大家对这个视频不认可吗？林思礼有些失落，他擦了擦微红的眼眶，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情况。然而下一刻，只见这个视频的数据突然起飞，点赞数与评论数更是如洪水般爆发，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小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数据以喷井式上升着，仅仅几个呼吸间，点赞数从10万飙到500万，然后1000万、2000万。平台迎来了它的历史首次卡屏，即使是这样，好像丝毫也阻挡不了广大网友们的点赞评论。他们从刚开始对华音推出的这个 MV 感到好奇，在看到是星瑶作词作曲时又是期待，但是现在完全看过后，他们彻底为之动容。共情是每一个人现在心底最直观的感受。这个视频也从末尾直接冲上来了热搜，牢牢占据小豆热搜榜第1。华音的会议室中猛然爆发一阵欢呼声，林思礼也激动地握紧拳头，无言地看着飞速上涨的数据。原来大家不是没有感触，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份感触。时间又过去半个小时，这份热度不仅是甚至扩散到了微博，微博热搜清一色都是这个 MV 的话题。广大网友不断讨论着，不知是哪个网友最先看到华音平台上传了纯享版只要平凡的音乐，而且设定为免费。这一时间，在看过 MV 的所有人都冲到华音平台下方打分、下载、收藏，一键3连。这一天内，整个华国娱乐圈都为之震荡起来。无论哪个娱乐公司或是个人，都在看过这个视频后默默的转发。这样的热度，他们无比羡慕，可又羡慕不来。他们只能跟着默默的蹭着热度，强行卖一波人设。而此刻，窝在我怀里低声抽泣的林夕瑶，拿着我的衣角，将眼泪和鼻涕都抹在上面，委屈巴巴的小可怜模样，惹得我一阵心疼。不就是看个视频吗？哭就哭了，怎么还委屈上了？林夕瑶终于知道我前几天在外面忙些什么了，创作出这样一首歌与华音合作，帮自己拿下那份不现实的合同。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委屈的是，我在外面做了那么多事，回来都没告诉自己。我有没有因为这个事在外面吃亏？有没有给人甩脸色？又是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创作出这样一首歌？与此同时，江城市中心、天美娱乐分部、江倩脸色阴郁的仿佛
服能滴出水来。他的经纪人袁姐同样脸色很差，房间内气氛沉闷，只有赵乐乐在不远处偷偷的笑，很是幸灾乐祸的样子。江倩瞥了一眼自己的经纪人，她越发觉得这个年老色衰的女人真是没用。袁姐，我的歌不是原定7月底在华音上线，现在怎么回事？歌被撸下来，让我8月初再上线。公司的宣传都做出去了，我刚买的热搜，他们倒好，不声不响的将我的歌延期不说，更是霸占了所有热搜。袁姐，这事一直都是你负责，你要给我个解释。袁姐脸色更加阴沉，出了这样的事，她本就心情不好，现在江倩还跟自己大喊大叫，一时间她心里更是气愤。你跟我要解释，有本事找华音去，跟我发什么脾气？谁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个星瑶，一首歌愣是让华音的 MV 提前上线。若不是还要靠江倩吃饭，袁姐压根都不想理她。那现在怎么办？江倩语气依旧很冲。袁姐皱眉，他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蚁，还不能翻脸。她邪笑了一声，我们这样做。闻言，江倩也知只能如此。她在心里将星瑶暗暗咒骂一通，都是她将原本属于自己的热度抢走。当江倩转过脸，看到不远处正捂嘴偷笑的赵乐乐时，顿时更气不打一处来。赵乐乐，没看到这边乱成什么样子了吗？还不快过来收拾！声音尖锐刺耳，让赵乐乐忍不住掏了掏耳朵。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合同到期，已经递交离职手续了，老娘不伺候了。赵乐乐说着大笑起来，坐在椅子上翘着腿，悠闲地喝着茶。江倩唰的一下站起身，指着赵乐乐，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天也没能说出一句话来。此时吃过午饭，我们一家3口开开心心地打车出门。下午我们准时到了 4S 店。欢迎光临，先生女士，有比较中意的车型吗？负责接待的销售员眼睛放光，他有着几年的销售经验，这样一家3口来看车的80%能够成交。我点点头，在家时与林夕瑶2人提前研究了一下，最后选好了车型才过来的。有 H9 吗？顶配？有的，有的。一听到我果然有中意的车型，销售员眼睛更亮。H9 顶配最便宜的落地下来也得要30个多个。先生，我们这边 H9 顶配正好有现车，而且是2辆，一辆流沙金色，一辆龙胆紫色。您看，您先看哪辆？销售员一边说着，一边带着我们3人往店里面走去。龙胆紫吧，看着更深邃一些。这也是我们在家早就商定好的，龙胆紫更显贵气，林夕瑶出门在外也不会太失面子。先生真有眼光，龙胆紫确实更适合您夫人的气质。销售员一边说着，一边将我领到车前介绍道：“这就是 H9 龙胆紫色顶配，先生坐进去试试。”我摇头笑了一声，我就不坐了。夕瑶，瑶瑶给我抱着吧，你试试。我看到林夕瑶在看到这辆车时，眼睛明显亮了起来，显然她对这辆车挺满意的。林夕瑶有些害羞，双颊都有些微微发红，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将小瑶蒙递给了我，坐了进去。她以前也幻想过她会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没想到今天竟然实现了。车子很好，线条优美又不失霸气。看到林夕瑶有些爱不释手的样子，我更加开心，豪气地掏出我的银行卡和驾驶证递给销售员。就这辆了，全款刷卡。销售员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边。好的，先生，我一定会给你最大的优惠。等等，我去准备材料。我没等多久，销售员就带着购车合同和各种材料回来了。几人走到休息区桌前坐下。先生，全款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给到您38.5W 的价格，保险与上牌全包，并且送您全套汽车座套与车衣，明天就能提车。我点点头，二话不说输入密码，刷卡付款。所有手续结束，我与销售员约好明天上午过来提车，然后乐呵呵地离开了 4S 店。回到家中已是下午5点，刚到家的我接到了杨枝打来的电话。喂，大才子，恭喜你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那首 MV 与你的新闻，你这下彻底火了。同喜同喜，我可没那么想出名，倒是你们公司这次肯定获得不少好处吧？我笑道。那还不是托你这个大才子的福。说正事，林夕瑶什么时候过来报道？电话那头，杨真调侃了我一句，然后笑着问道。我看了看沙发上正支棱起耳朵悄悄偷听我电话的林夕瑶，笑了笑。过2天吧，最迟3号，家里还有些事处理完就过去。好，那我就在此恭候她的大驾了。杨真心里很好奇，能让我这样为她奔波的女人到底会是个什么性格。4S 店的效率很快，第2天上午10点，销售员就打电话来通知，车子已经上好牌，办好保险，随时可以提车。提车的任务交给了林夕瑶，我没有和她一起去，而是留在家中照看着瑶瑶。一路到达 4S 店，林夕瑶成功提到车，尝试驾驶了一下后，她便驱车前往市区。她要去找乐乐和云姐，把他们一起带去滨海娱乐。林夕瑶已经做好打算，明天就去滨海娱乐报道。虽然我说可以晚些再去，可她并不想，她也有自己的小心思。除了唱歌是她的梦想之外，她也不想像只花瓶一样只会依靠着我。此刻林夕瑶并不知道赵乐乐已经离职，她开车到达天美娱乐大厦的不远处，才给赵乐乐打去电话。她想给他一个惊喜。电话很快被接通，林夕瑶脸上带着笑，就连声音都明媚了许多。乐乐，你猜猜我在哪？赵乐乐正在自己的出租屋中收拾着东西。离职之后，他打算打道回老家，他已经想好了。也正是这时，他接到了林夕瑶的电话。夕瑶姐，你不在家还能在哪？笨蛋，我在你公司楼下了，快下来，我有事情跟你说。啊，那夕瑶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到。赵乐乐一下子有些慌张，夕瑶姐怎么跑自己公司楼下了？
了。他一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跟林夕瑶说自己离职要回老家的事。幸好赵乐乐租的房子离天美娱乐大厦不远，不一会儿，他便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楼下，左右张望着，直到他听到一声乐乐，我在这儿。他转头看去，只见林夕瑶从一辆崭新的车上下来，正冲着自己招手。夕瑶姐，你买车了？赵乐乐眼睛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快步走到林夕瑶身前，看着林夕瑶旁边那辆崭新的车子，他一脸不可思议，那个男人竟会给夕瑶姐买车，他不是对夕瑶姐不好吗？林夕瑶笑着点点头，拉住赵乐乐的手。对啊，刚买的，今天来是有件事与你商量，你有空吗？赵乐乐这才发现，这次的林夕瑶好像和上次见到的又有些不同，皮肤水灵了不少，脸蛋圆润了一点，气色也明显好了许多。最主要的是，她身上的那股自信好像又回来了。见到昔日助理，林夕瑶眼中带着憧憬的光，直接拉起她的手。乐乐，再回来做我的助理吧，我们把云姐叫上，我要复出。话音刚落，赵乐乐瞬间愣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下一秒，她就激动地跳了起来。我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夕瑶姐太巧了，我刚辞职啊。他们又能并肩作战，然而林夕瑶却呆住了。她这才知道乐乐竟然已经离职，瞬间巨大的自责和难过涌上心头。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都是因为自己才连累了乐乐和云姐。夕瑶姐，我们要向着未来看啊！你现在要复出了。紧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云姐在哪儿吗？我们现在就去找她。”赵乐乐立刻报出地址，他知道云姐肯定在医院照顾妈妈。林夕瑶没有丝毫浪费时间，直接让乐乐上车，两人火速赶往医院。可就在车上，赵乐乐看着全新的内饰，突然好奇地问：“夕瑶姐，你复出，她知道吗？”林夕瑶点点头，嘴角不自觉地翘起。知道，这次复出还是他帮我谈的合同呢，而且这车也是他给我买的。一句话直接让赵乐乐惊得小嘴微张。他帮你谈的合同？怎么可能？夕瑶姐，你不会骗我吧？林夕瑶却摇摇头，抛出更重磅的炸弹。是真的，他帮我谈的英海娱乐的合同，而且是最顶级那种。赵乐乐彻底傻眼，他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男人怎么可能谈下顶级合同？见他不说话，林夕瑶继续说：“他现在对我真的挺好的，你不要再用那种态度对他。”赵乐乐这才回神，撅着嘴打趣：“夕瑶姐，霸气护肤哦，我吃醋了，哄不好那种。”林夕瑶俏脸一红，却没有反驳。很快，医院到了，站在住院部302病房门口，林夕瑶心里忐忑不安。可当她敲开门，看到云姐的刹那，眼泪险些夺眶而出。原本一头青丝的云姐，竟然生出了白发，坚韧的脸上写满沧桑，这个样子竟和之前的自己如出一辙。云姐在见到林夕瑶时，也彻底愣住，怔怔地看着她。两人对视，一时无言。还是赵乐乐最先跑进去，打破僵局：“云姐，我和夕瑶姐来找你了。”云姐这才反应过来，慌张地搓着手：“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我这个样子。”她强撑着笑容说：“妈妈身体还好，再做一次手术就能痊愈。”可那笑容里却藏着一丝苦涩。她已经山穷水尽，外面还欠着10来万，下次手术的钱她拿什么交？林夕瑶走进病房，低着头咬着唇，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云姐却走近她，拉着她的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夕瑶，你能来见我，我很开心。见到你现在这样，我更开心，说明你过得还不错。以前云姐拦着你，也是为你好，你别往心里去。”这一刻，林夕瑶再也绷不住：“云姐，对不起。”她猛地扑到云姐怀中，眼泪如雨滴般滑落。云姐轻轻拍着她的后背，柔声安慰：“不用道歉，哪有妈妈会怪自己孩子的？我是真的把你当我女儿来对待的。”听到这话，林夕瑶哭得更凶。云姐就这样一直抱着她，拍着她，直到她哭累了，抬起红肿的双眼，看着云姐温柔的笑。林夕瑶抿了抿嘴：“云姐，我要复出了，你还来做我的经纪人好吗？”听到这话，云姐却猛地一愣，瞬间皱起眉头：“你的孩子怎么办？你放心，那小子带着他吗？”在云姐眼里，顾心意可不是什么会带孩子的老师，但林夕瑶却坚定地点点头：“顾心意是瑶瑶的爸爸，他会照顾好瑶瑶的，我相信。”云姐揉了揉太阳穴，压下心中的疑虑：“好，就算他能照顾好孩子，可复出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有能签约的公司吗？公司又会给你什么资源？”话音未落，林夕瑶立刻从包里掏出合同递过去：“云姐，你看，这是英海娱乐的合同。”看到英海娱乐4个字，云姐瞬间愣住，那可是华国3巨头之一。她半信半疑地接过合同，仔细翻看起来，可越看越震惊。看到后面，她的手已经开始微微颤抖。这是什么神仙合同？林夕瑶绑架了英海娱乐的老板吗？最顶级资源，不限制自由，2年短约，这简直就是霸王条款。云姐猛地抬头，声音都在发抖：“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上面还有英海娱乐的账呢。”林夕瑶赶紧解释，生怕她不信。可云姐彻底呆住了，直愣愣地看着她。这份合同里的条款，她做经纪人这辈子都没见过，太离谱了。英海娱乐疯了吗？云姐，明天我就要去报道了。林夕瑶见她还不信，只好再次强调。这下云姐终于信了，但脸上的震惊却丝毫未减。夕瑶，你老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签到这份合同的？林夕瑶这才松了口气，脸颊微红。是顾心意去魔都帮我拿来的，他帮英海娱乐写了首歌。一句话直接让云姐怀疑人生。顾心意写歌还换来这种逆天合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离天下之大谱。夕瑶，别怪我不信他，他会
会写歌，就算会写什么样的歌能值这样一份合同？你可别被他骗了。他真的写歌了。见云姐不信，林夕瑶立刻拿出手机，点开平台上那个叫星瑶的账号。云姐半信半疑的接过手机，一旁的赵乐乐也凑了过来。下一秒，我的天，1亿多的点赞！赵乐乐夸张的喊出声，又赶紧捂住嘴，这可是病房。云姐也傻眼了，什么视频能有1亿多点赞？紧接着她看到了账号名星瑶，后面还跟着华音共创。星瑶、华音，云姐瞬间茫然抬头，一个荒唐的念头冒了出来。星瑶是顾星逸。赵乐乐也压着声音惊呼：啊，星瑶啊，现在全网最火最神秘的那个家伙。看着两人震惊的模样，林夕瑶脸更红了。对啊，顾星瑶，我女儿的大名。这下云姐彻底缓过神来，她眼神复杂的将手机还给林夕瑶。林夕瑶前途光明，她当然开心，可下一秒她却叹了口气。夕瑶，以你的条件，一定能找到更好的经纪人，我就算了吧。什么？为什么？云姐，你不要我了吗？林夕瑶惊呼。云姐看向病房内，满脸无奈。你也看到了，我母亲需要照顾，我真的走不开。可以雇保姆啊。可云姐却面露难色，她哪有钱雇保姆？跟着林夕瑶只会拖累她。夕瑶，你不用再劝我了，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以后不要再那么任性了。说完，云姐狠心扭过头去，不再看她。林夕瑶咬着嘴唇，她不明白为什么云姐就是不愿意跟自己走。希望而来，失望而归。一路上林夕瑶都沉默着，将赵乐乐送回后，她独自驱车回家。可当房门打开，我看到她时不由一愣，她哭了。事情顺利吗？我直接开口，谁知话音刚落，林夕瑶的嘴瞬间就瘪了。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看到你像是找到了唯一的依靠，眼泪又开始打转。云姐，她不愿意跟我去。我眉头一皱，为什么？记忆里那个严厉的女人，不是最宠林夕瑶吗？紧接着，林夕瑶便将医院发生的一切委屈巴巴的全部告诉你。我默默听着，直到她说完，才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我知道了。我突然站起身，你呀，就是个笨蛋，在家带瑶瑶，我出去一趟。你去哪？林夕瑶满脸不乐意，不知是因为你说她笨蛋，还是不想你离开。我回头，嘴角勾起一抹弧度。我去找回那个对你很重要的人。说完，我直接出门，先找到一家家政公司，随后驱车直奔医院。但我没有直接去找云姐，而是先找到了主治医生。从医生那了解了云姐母亲的全部情况后，这才登上住院部。来到302病房前，我整理好情绪，脸上换上一副冷漠的表情，轻轻敲响房门。下一秒，房门打开，眼眶微红的云姐出现在面前。看到你，她瞬间一愣，我却声音平静，气势十足的开口：云姐，不先让我进去吗？云姐皱了皱眉，但还是侧身让你进房。我刚踏入病房，一个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人就看了过来。小云，这是你朋友吗？云姐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却快步走到病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手。阿姨，我妻子是云姐的朋友，她之前来过，看您在睡觉就没打扰。老人一听，立马露出慈祥的笑容。原来是小云的朋友啊，你们有心了。我立刻接话：阿姨，我们有云姐做朋友才是福气。我妻子在家天天念叨云姐的好，我耳朵都要起茧。我话锋一转，开始碎碎叨叨。只可惜这次工作我妻子想和云姐一起，可她心疼您的身体不愿去。您不知道，我妻子回家哭的那叫一个伤心。我身后的云姐脸色猛然一变，在她看来，我就是林夕瑶请来的说客。什么工作？小云，怎么回事？云姐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的具体工作，一听这话，花白的眉毛立刻皱起。妈，你别听她瞎说，没什么工作。云姐瞪了我一眼，连忙解释，可老人家又不傻，当即反握住我的手。小伙子，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工作？我故作为难，看了眼云姐，才慢悠悠开口：阿姨，这工作需要出差，我们本想为您雇个保姆，可云姐放心不下，非要亲自照顾您。小云，你这孩子……老人听到这话，立刻转头望向女儿：工作需要出差，你就去啊！妈，云姐急了，心里更是恨死我。我知道她想留在这儿，但根本原因是她走不了，她哪来的钱雇保姆？下次手术的钱都还没着落。就在这时，我平静地开口：云姐，我们出去聊聊。说完，我对老人笑了笑，便转身走出病房。云姐咬了咬牙，只能跟了出去。走廊内，云姐抬头怒瞪着我：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却居高临下，仿佛在陈述一个事实。你可以当我是坏人，我只是不想让林夕瑶难过。你不跟她去，她会一直惦记你，到时候10分热情能拿出5分就不错了。我顿了顿，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对了，阿姨下次的手术费我交了，保姆我也联系好了，电话给你，你自己选人。你在施舍我？云姐一声怒笑，我却像个地痞无赖，耸耸肩。你想多了，要还的以后就从林夕瑶给你的工资里扣。我直视着她，一字一句：你和乐乐是林夕瑶带去，跟公司无关，她给你发多少工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的钱，你必须还我。我双手一摊，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反正手术费和保姆钱我都交了，人家也不推，接下来你怎么做我可不管。说完，我没给云姐任何反应时间，转身就走。顾星逸，你别和夕瑶说。当我快到门口时，云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头也没回，只是摆了摆手，便快步离开了。走廊里，云姐看着我消失的方向，眼神复杂，许久才返回病房。小云，那个小伙子回去了。老人见他独自进来，拍了拍床边让他坐下。你别怪人家，
人不错，拔剑的人多，从他眼睛里就能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老人握住女儿的手，语重心长。妈也知道你孝顺，但人的路有很多条，选错了以后会后悔。我的身体不是挺好吗？再做一次手术就能痊愈，医生也说风险不大，去吧。要是真因为我让你以后后悔，妈心里才真的难过。云姐低着头沉默了许久，终于她轻轻点了点头。而我这边刚回到家，林夕瑶就凑了过来，小脸上写满了求知欲，我却故意不看她，欢快地抱起瑶瑶。瑶瑶，晚饭想吃什么呀？林夕瑶的表情瞬间呆住，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从她身边径直走过。爸爸做的都爱吃。小家伙倒是很捧场，完全没注意妈妈已经垮下的小脸。好，那爸爸现在就去做饭。我亲了小家伙一口，转身就往厨房走。顾心意，我生气了。林夕瑶瘪着嘴，满脸委屈，那表情仿佛在控诉我，这家伙竟然对自己视而不见，不知道他在家里等得多心急吗？我转过身，一脸无辜。什么事？这一问，林夕瑶更气了。出门时还温柔地叫人家笨蛋，回来就装傻。她气得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抱着胸，扭过头不看我。我笑了，决定不再逗她。明天出门记得带上你那俩忠实保镖，就你这脾气不带他们出去，还不被人家欺负死？林夕瑶眼中瞬间闪着光，这变脸速度让我都惊叹。云姐同意了。你说呢？好了，我要去做饭了，别打扰我。林夕瑶最终没问出我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一问我就装傻，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亮。在她心里大概觉得，自从我改变后，好像就没什么事是我做不到的了。第二天一早，林夕瑶就爬了起来，我也难得没出去跑步，两人默契的在厨房一起做早餐。瑶瑶还在睡，林夕瑶怕看到她醒来，自己会舍不得走。早餐做好，她安静的吃着，我坐在她身边唠唠叨叨的嘱咐：去到那边记得经常打电话，要不瑶瑶会想你。在外面有什么事记得和我说，不要自己傻子似的藏在心里。林夕瑶一口一口喝着粥，听着我的话，心里突然有些怅然若失，有点不想走了。这顿饭她吃得极慢，直到碗都见了底。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我提醒她，她才反应过来接起电话。喂，夕瑶姐，我准备好了，云姐和我在一起，你什么时候过来？我等会儿就到，你们再等等。好，那待会儿我家楼下不见不散哦。电话挂断，林夕瑶抬起头看向我，那双杏眼中复杂的神色让我心都颤了颤。我不得不承认，林夕瑶真的很好看。我连忙转过头看向客厅的行李，该出发了，别让人家等急了。我去看一眼瑶瑶就走。林夕瑶收回目光，声音很轻。我点点头，和她一起走进卧室。小家伙正四仰八叉的熟睡，浑然不知妈妈即将远行。林夕瑶俯身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又将脸埋进他脖颈间蹭了蹭，这才不舍得起身，一步三回头的走出卧室。我默默跟着他，帮他把行李拎上车。看着他坐进驾驶座，我才关上车门，走到一侧。我走了。林夕瑶扭头看我，记得常回家，不然小家伙要闹翻天。知道了。车子启动，突然林夕瑶又转过头来，表情无比认真。顾心意，我喜欢你。话音刚落，没等我任何回应，车子便呼啸而去，一路开到市中心。赵乐乐早已望眼欲穿，他身边的云姐摇摇头，这丫头还是这么急躁。夕瑶姐来了。看到林夕瑶的车，赵乐乐连忙挥手。乐乐，云姐，你们等很久了吧？林夕瑶拉住赵乐乐的手，又歉意地看向云姐。没有很久，主要是这丫头太急。云姐脸上挂着笑，她怎么也没想到三人还有重逢的这一天，而这一切竟然是因为那个看起来像小白脸的男人。云姐，谢谢你能来，没有你和乐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好了，都当妈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云姐拍拍她的手，神情干练。你应该谢谢你男人才对。不说了，去拿行李吧。这话让林夕瑶瞬间闹了个大红脸，她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说服云姐的。三人的行李不多，车子很轻松就装下了。上车后，赵乐乐一挥手，兴奋大喊：走喽，前方的光明大道，我们来了。车子一路向着魔都疾驰。与此同时，魔都鹰海娱乐大厦，杨真早早来到办公室，却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好不容易熬到中午，他算了算时间，立刻下楼。他来到大厦门口，就想看看那个家伙如此宠着的老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没等多久，一辆江城牌照的车驶入停车场。杨真眼睛微微眯起，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叽叽喳喳青春活力，另一个年长些满脸宠溺。看到这两个朋友，他就知道林夕瑶的性格肯定不差。接着他将目光投向中间的那个女人，鹅蛋脸，杏仁眸，脸上噙着一抹温柔的笑，看着就让人心疼。怪不得顾心怡那家伙会如此。杨真收拾心情，快步上前。你好，你就是林夕瑶吧？我是鹰海娱乐人力部副部长杨真，欢迎你的加入。你好，我是林夕瑶。林夕瑶的声音软糯，她也在打量这个御姐，气质真好，声音好听，人也意外的干净纯粹。可杨真心里却在想，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当初是怎么被顾星逸拿笔拐跑的？她罕见的率先移开目光，看向赵乐乐和云姐。这两位是？赵乐乐，我的助理；云姐，我的经纪人。林夕瑶认真回答，但她总觉得眼前这个御姐对她很客气，反应却有些奇怪。林夕瑶疑惑的歪了歪头，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眼神暗淡了一些。自带班底啊，也好，省事。杨真与两人点头示意，又转回脸。那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毕竟未来2年你们都要在这里工作。参观完
晚我带你们去艺人公寓。好，谢谢。几人跟着杨枝儿进入大厦，一路上赵乐乐被彻底震惊。这里比江城天美娱乐豪华太多，随时都能看到热搜上的明星，这可不是天美分不能比的。要知道，在江城一个2线歌手江倩都能作威作福。杨枝儿带着我们坐电梯直上11层，热情地介绍着：这一层都是录音室，里面全是顶级的专业设备。下面我们去12层，那里是歌手的专属休息室，创作、接通知都在里面。期间不断有人跟杨枝儿打招呼，脸上都带着奇怪的奉承。林夕瑶更是不解，这些人看到他时，眼中为何带着嫉妒？林夕瑶不懂，杨枝儿不就是个人力部副部长吗？为什么大家看他的眼神都这么奇怪？更离谱的是，还看到一个挂着人力部部长牌子的秃顶男人，竟主动停下跟杨枝儿打招呼，甚至还对自己打了招呼。林夕瑶有些受宠若惊的回应，心想这个叫张浩的部长脾气也太好了吧？要知道在天美，那些领导哪个不是鼻孔朝天？就在这时，杨枝儿在走廊尽头停下，他指着面前的房间，这以后就是你的专属休息室。林夕瑶抬头看去，房门紧闭，安着密码锁，门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杨枝儿一边输着密码一边介绍，初始密码6个6，之后你自己改。好了，来看看吧。房门打开，几人走进房间，赵乐乐瞬间哇了一声，这个休息室太大了，装修太豪华了，就连林夕瑶也被震惊了，从未见过这么豪华的休息室。赵乐乐更是幸福的快要晕倒，想起在天美时的狗窝，简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若不是有外人在，他真想扑到沙发上打滚。杨枝儿看着我们惊喜的神色，也笑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待遇，顶级资源嘛，休息室自然也要按顶级的来。听到这话，赵乐乐瞬间感觉顾新义那家伙好像也不是那么可恶了。直到几人出来，赵乐乐还沉浸在开心之中。这时，旁边的房门突然打开，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踩着高跟鞋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小助理。女人看到几人，脸上惊讶一闪而逝，随即她对着杨枝儿打了声招呼：杨姐，你亲自带人来看房间啊？丽娜要出门。下午有个见面会，杨姐你忙，我先走了。丽娜说完，只是瞥了林夕瑶一眼，便踩着高跟鞋优雅离去。我们也走吧。杨枝儿回头，脸上又挂起微笑。楼上都是会议室，我就不带你们去了，咱们直接去艺人公寓，放完行李去吃饭，我做东。林夕瑶只感觉她热情的有些过头了。今天对这家公司的印象很好，就是处处透着奇怪。坐上电梯，林夕瑶突然轻声问道：杨部长，你和顾新义很熟吗？杨真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果然是这样吗？林夕瑶眼神微敛，心底泛起一丝难以言说的滋味。还好，他过来时也是我接待，合作一直是我跟进，所以熟悉一些。杨枝儿很快恢复如常，林夕瑶只是轻轻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一行人下楼，杨枝儿开着他的灰色奔驰在前面带路，林夕瑶驾着车慢慢跟在后面。赵乐乐一上车就没心没肺地夸着这里的好，直到云姐给他递了个眼色，他才安静下来。夕瑶姐，你怎么了？赵乐乐扒着前排座椅，好奇地问。我没事，乐乐你继续说。这还叫没事？赵乐乐摸不着头脑，转头向云姐求助。云姐却只是对林夕瑶笑了笑，没有说话。她一眼就看出来，有人这是掉进醋坛子了。此刻在家的我是一个头两个大，老婆刚走半天，女儿瑶瑶就哭着要找妈妈。我好说歹说，结果她哭得更惨，嘴里还喊着爸爸是坏蛋，把妈妈藏起来。我呲牙咧嘴地唱着小老虎，可瑶瑶的小珍珠还是一滴滴往下掉，两只脚使劲蹬着，一副见不到妈妈誓不罢休的架势。我挠了挠头，这可咋整？总不能现在就把林夕瑶叫回来吧？她还不得笑话死我！就在这时，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我瞥了一眼，下一秒眼中陡然放出金光，救星来了。是林夕瑶发来的微信，只有2个字：在吗？我赶紧回过去，在，那必须在。没想到他回了句：今天中午和杨部长一起吃了顿饭。什么鬼？我来不及多想，赶紧点开视频通话。林夕瑶清冷的俏脸出现在屏幕上，我立马惨笑着将手机对准瑶瑶。瑶瑶想你了。谁知林夕瑶的脸瞬间冷下来。顾新义，这就是你说的照顾好瑶瑶？我装作听不到，只见瑶瑶看到妈妈，委屈巴巴地擦着眼泪。妈妈，你是不是被爸爸藏起来了？你不要瑶瑶了吗？林夕瑶立马柔声哄着：瑶瑶乖，妈妈只是出去工作，很快就回家。小家伙竟然真的慢慢止住眼泪，我心里瞬间遭受了10000吨暴击。我又是做鬼脸又是唱歌，还不如他一句话管用。等哄好女儿，我将手机转向自己，眼神飘忽不定。结果林夕瑶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质问：你真的能带好孩子吗？我顿时急了，瞧不起谁呢？今天只是意外，我要是出门，你也一样哄不好瑶瑶。然而林夕瑶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神微敛，突然装作毫不在意地问道：你和杨部长挺熟？还行吧。我随意回道，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死亡边缘疯狂试探。还行。林夕瑶悠悠地重复了一遍，我莫名感到一股凉气袭来，裹了裹衣服，可她下一秒却白了我一眼，直接挂断视频。我这才后知后觉，她生气了。莫名其妙，我这是躺着也中枪啊。接下来连续2天，林夕瑶每天一个电话打回家，但每次都只跟女儿说话，对我没一个好脸色，就好像我欠她800万。然而我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林夕瑶事业正陷入绝境，公司没有给她任何通告。她那个叫云姐的经纪人联系了所有词曲人，可一听是她要复出，竟然全都委婉拒绝。一个退圈
2年的过气歌手，谁会给他写歌？他们已经被整个业界抛弃。而另一边，林夕瑶还在为作曲的事烦恼。她这2天一直尝试，却始终找不到灵感。她不禁想起我，要是我在，肯定能写出更好的歌吧。想到这里，她不由有些气馁，感觉自己好像哪里都不如我。就在这时，助理赵乐乐突然坐起来：“夕瑶姐，要不你去问问顾心意？”林夕瑶有些犹豫，她出来本就是不想再依赖我。她想了很久，才终于开口：“再等2天吧，还不行的话，我再给他打电话。”可她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的滨海娱乐会议室，一场决定她命运的会议正在进行。董事长杨丽面前摆着一份邀约文件，新歌会，华国最出名的造星栏目，我们有2个名额，大家讨论一下，该让谁去？一个戴着金框眼镜的斯文男人，运营部长尹平率先开口：“我觉得程迪可以，长相甜美，人气不错。”大多数人都点头赞同。杨丽当场拍板：“那就程迪一个，还有一个呢。”话音刚落，人事部长张浩猛地站起来：“董事长，我觉得林夕瑶也可以。”林夕瑶，杨丽这才想起，这不是我推荐来的人吗？可他还没说话，那个尹平又跳出来反对：“张部长，林夕瑶可不行，素人都比他强，要人气没人气，要作品没作品。当初因为结婚退圈，观众印象差得很。”然而张浩却据理力争：“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选他。我听过他以前的歌，唱功很好，长得也漂亮，为什么不能选？”尹平眉头一皱，满脸不屑：“张部长，你是管人力的，我是管运营的，我比你更懂。歌手最需要的是人气，我们又不是慈善公司，凭什么给他舞台？”谁知张浩却突然得意一笑，抛出一个重磅炸弹：“尹部长，你跟我说人气，那你知不知道林夕瑶是谁推荐来的？敢问尹部长，星瑶的人气如何？如果是他给林夕瑶写歌呢？”星瑶听到这个名字，尹平瞬间哑火。他敢说星瑶没人气，那可是 MV 点赞上亿，粉丝5000万的顶流。尹平眼神阴沉地看着张浩，不甘心地问：“你就确定星瑶会为林夕瑶写歌？”就在这时，董事长杨丽终于开口了，一锤定音：“好了，不要吵了，这我能确定，人选就程迪和林夕瑶，通知下去吧。”会议散去，张浩乐呵呵地走了。第一次压过死对头，别提多开心。与此同时，整个娱乐圈都因为新歌会的启动而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天美娱乐的江倩也收到消息，她的经纪人袁姐冲进来，兴奋大喊：“江倩，好消息！新歌会，公司让你上，还为你请了著名的词曲人写歌。”江倩瞬间愣住，手里的指甲油直接画画。她猛地回头，满眼不敢置信：“是那个能让我跻身1线的新歌会。”得到肯定答复后，她直接从椅子上蹦起来：“我要火了！”当她听到给她写歌的名字后，更是得意忘形：“是音乐教父吴面，那不是稳了？我跟吴面强强联合，哈哈！”袁姐看着她嚣张的样子，只能无奈叹气。就在江倩得意忘形的时候，我的老婆林夕瑶也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内容一模一样。3天后参加新歌会。挂掉电话，她整个人都傻掉。助理赵乐乐更是激动到发疯，抓着她的肩膀猛晃：“夕瑶姐，真的吗？是新歌会啊！”可高兴过后，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眼前，他们没有歌。经纪人云姐的脸上写满凝重。以新歌会为舞台付出是好事，但我们必须有一首好歌。他们立刻分工，云姐疯狂联系以前认识的词曲人，而林夕瑶只能自己埋头苦写，希望能创造奇迹。此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还在家教女儿瑶瑶唱儿歌。我戴着大灰狼头饰，逗得她咯咯直笑。晚上7点，哄睡瑶瑶后，我终于能静下来。我一直在想，该给林夕瑶准备一首什么歌，可脑子里的神曲太多，反而没了头绪。烦躁之下，我打开了小抖，结果一刷全是我的歌，粉丝们甚至把瑶瑶的表情做成了表情包。我看着手机，忍不住苦笑：“老婆啊，老婆，你那边到底怎么样？你什么时候才会主动找我一次？”我刷着视频，发现除了我的歌，网上最火的就是新歌会。据说这比赛1年1次，谁上谁火。赛制也简单粗暴，2两对决，输了就滚蛋。我对此毫无兴趣，甚至有点翻大数据，画了几下就关机睡觉。然而第2天一大早，一个电话直接把我吵醒，竟然是林夕瑶的助理赵乐乐。电话那头，他声音压得极低，跟做贼似的：“你快管管夕瑶姐，她魔怔了。”我眉头一皱，瞬间清醒。发生什么事了？夕瑶姐要参加新歌会，可我们没有歌，她为了写歌已经1晚上没睡了。我顿时头大，这才想起合约里清清楚楚写着由我给她写歌。我在这琢磨半天，那边都火烧眉毛了。知道了，我会给她打电话。挂了电话，我立刻拨给林夕瑶。她接起电话，声音疲惫：“喂，是瑶瑶想我了吗？”我心里一酸，故意说：“瑶瑶没想你，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我可是你老公啊。”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自称老公。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叹了口气，打破沉默：“你参加新歌会怎么不告诉我？能轻松解决的事，干嘛让自己那么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可我话音刚落，电话那头却突然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她哭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说了什么？感情这东西也太难搞了。就在我不知所措时，电
电话那头猛然爆发出一声带着哭腔的怒吼：“顾心意！”声音里全是委屈，听得我心都揪起来。我愣住了，第一次听见他这样连名带姓的喊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只会依赖你？我瞬间反应过来，原来他竟是这么想的，是我疏忽了。我忙陪笑打断他：“对不起，我不是在责备你，只是担心你的身体。”谁知我话一出口，电话那头林夕瑶竟然笑了，那笑声委屈又带着一丝倔强。紧接着，我的声音变得无比坚定：“林夕瑶，你和瑶瑶是上天赐我最好的礼物，你是我的妻子，独一无二，任何人都代替不了。”这番话如同一颗炸弹，在他心里轰然炸开。林夕瑶整张脸瞬间通红，他轻轻嗯了一声，情绪明显好转。一旁偷看的赵乐乐眼珠子都快掉出来。我趁热打铁：“以后不准胡思乱想，哥我晚上就传给你。”林夕瑶听着我牛气冲天的话，噗嗤一声笑出来：“好，那我就看看你顾某人到底能写出什么歌。”他彻底摆烂，不再纠结，那根紧绷的弦一放松，困意立马袭来。挂了电话，我才松了口气。哄老婆比哄娃还难。接着我拿出纸笔，却又犯了难，脑子里的神曲太多，到底选哪一首？就在我烦躁地打开窗户时，楼下一对小情侣正在告别。男孩拖着行李箱，女孩泪眼朦胧，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我脑中灵光一闪，瞬间有了答案。我快步走到桌前，提笔写下3个字：起风了。音符在笔尖流淌，我彻底沉浸其中，直到女儿瑶瑶一声爸爸，饭饭，才将我拉回现实。我瞬间露出一抹笑：小宝贝饿了，爸爸马上做饭。女儿的话就是圣旨，我一刻都不敢耽误，转身就进了厨房。2小时后，吃饱喝足的我们父女俩直接在沙发上躺了下来。这时林夕瑶的视频打了进来，她顶着黑眼圈，满脸疲惫。看到我们这懒散样，她立马做出可怜兮兮的表情，一双杏眼水汪汪地控诉着，仿佛在说我在外面打工，你们在家享福。我哪经得住这考验，当即举手投降。我没闲着，歌已经写好了。瑶瑶也学我举起小手，奶声奶气地说：瑶瑶也没闲着，少看了2集动画片，多学了5个数。林夕瑶瞬间破功，她承认她比不过这个小妖精。好，我们家瑶瑶最辛苦，快让妈妈亲亲。小家伙立马送上一个。妈，我一看机会来了，厚着脸皮凑过去。不奖励我一个吗？小家伙还在一旁起哄。林夕瑶的脸瞬间红透，最后顶不住我们的热情，象征性的亲了一口。我顿时心花怒放，冲进卧室拿出曲稿，看吧，没骗你，歌真的写好了。林夕瑶风情万种地白了我一眼，但她心里却掀起惊涛骇浪。这才几个小时，1首歌就出来了，这男人简直是个妖孽。一家3口又聊了一会儿，我才把曲谱完整拍给他。刚放下手机，准备带娃出门，林夕瑶的视频又打了过来。一接通，他就用火热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咋？我声音都磕巴了。他学着我的语气反问：没事就不能给你打视频吗？好家伙，不仅漂亮，还记仇。我打着哈哈，谁知他突然开口：你到底背着我藏了些什么？我挠挠头，一脸无辜。林夕瑶俏脸一红，声音都大了几分。我是说你的这些歌，这些……我只能摸着鼻子尝试蒙混过关。我说我突然开窍了，你信不信？林夕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她低头看着歌词，半晌才软糯开口：谢谢。紧接着她抬头一笑，眼神无比坚定：我不会让这首歌埋没的。视频挂断，林夕瑶敲响了赵乐乐的房门。赵乐乐一脸惊喜：谢小姐，我们有歌了，是顾心意给的吗？好家伙，这小妮子直接说漏嘴，原来是她把自己的窘境捅出去的。紧接着云姐也被一个电话叫回，一听有歌了，她兴奋的不行。这几天到处碰壁，现在终于不用看人脸色。3人火速赶到银海娱乐，直奔11楼录音室。林夕瑶决定要把自己焊死在这里。时间飞逝，赵乐乐搞定背景音乐和版权，林夕瑶这才从录音室出来。可就在他们准备去吃饭时，对面的门也开了，一个女生走出来，看到林夕瑶时愣了一下，但还是友好的点了点头。林夕瑶也回以微笑，然而她身后的男人却鼻孔朝天，戴着近似眼镜，一脸傲慢。林夕瑶不认识他，转身就走，可那男人却冷哼一声：没点眼力劲，见到领导都不知道打招呼。那个叫程迪的女孩赶紧解释：舅舅，人家刚来，怎么会认识你？原来这男人竟然是公司高管尹平，而程迪就是要和林夕瑶一起参加新歌会的歌手。更没想到的是，程迪心里竟然在想，他拿到的可是星瑶的歌，应该不差吧？他竟然也是我的粉丝。接下来的几天，林夕瑶每天早出晚归，拼了命的练习。云姐则在网上发布了她的复出声明，然而仅有的几千粉丝大多还是僵尸粉。声明发出进入石沉大海，毫无波澜。只有一些老粉和嗅觉灵敏的小营销号注意到，他们一看新歌会3个字，流量不就来了吗？于是全网开始出现林夕瑶复出的消息，但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这个过气小花。直到8月7号，魔都体育馆新歌会正式开启。只是这次新歌会的导演任超很是忧愁，因为星瑶的一首歌一直霸占着热搜，所以他们新歌会的流量和以前完
完全没得比。但是1年1度的新歌会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推迟，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这届的新歌会。可惜联系不到星瑶，若是能让他来坐镇新歌会当导师，那流量岂不暴涨？可他万万没想到，他请都请不到的大佬，此刻竟像做贼一样，正抱着娃悄悄坐在观众席。是的，我瞒着老婆林夕瑶，偷偷带着女儿瑶瑶来到魔都，只为给她现场加油。我怀里的小瑶萌兴奋不已，因为马上就能见到妈妈。我看着全场挥舞的应援棒，却没有一根为我老婆举起。我悄悄打开直播间，弹幕铺天盖地，结果也没有一个人支持林夕瑶。夺冠热门有4个，其中1个还是那个敢对我女儿伸出魔爪的江倩。与此同时，后台暗流涌动，江倩面色铁青，死死盯着林夕瑶。你怎么会在这？闺蜜赵乐乐直接一个白眼翻过去，当场回怼，让她颜面尽失。江倩看着今天光芒四射的林夕瑶，竟想起被她压制多年的恐惧，那感觉仿佛女王归来，未战先怯。就在这时，经纪人一句话点醒她：一个林夕瑶而已，她如今要啥没啥。江倩瞬间恢复了淡定。对啊，如今的林夕瑶拿什么跟自己争？何况自己还有音乐教父的歌。想到这，她不屑地瞥了林夕瑶一眼，满是傲慢。紧接着，外面舞台灯光骤亮，主持人登场，4位乐坛老牌导师纷纷入席，比赛正式开始。规则更是简单粗暴，16位选手由观众随机喊停配对，这下谁也别想暗箱操作。随着大屏幕飞速滚动，8组对决名单瞬间生成。我看着对决名单笑了。下一秒，主持人的声音响彻全场，让我们欢迎第1场比赛的选手林夕瑶对战江倩。话音刚落，2道聚光灯打下，我的老婆林夕瑶和她的死对头江倩缓缓走上舞台，宿命对决一触即发。可我却看到林夕瑶的手在微微发抖。果然，林夕瑶心里也开始忐忑，而江倩更是一脸阴沉。她也没想到第1场就这么戏剧性，竟然和林夕瑶 PK。台下观众瞬间炸锅，纷纷议论这个陌生的角色美女是谁。我一眼就看出林夕瑶的紧张，于是猛地高高举起女儿瑶瑶。这一刻，瑶瑶直接化身应援派，她的小脸笑成月牙，用尽全力呼喊：妈妈加油！台上的林夕瑶猛然看到那熟悉的身影，瞬间捂住嘴。是你和女儿。心里的紧张瞬间被驱散，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彩。她也弯起双眼，和女儿形成同款月牙笑，那柔情瞬间融化了全场观众的心。紧接着，主持人宣布林夕瑶首唱，舞台灯光暗下，只留一束光打在她身上。前奏响起，现场瞬间安静。就在这时，大屏幕上显现出歌名《起风了》，而词曲人那一栏赫然写着2个字：星瑶。全场倒吸一口凉气，这个陌生的歌手竟然能请动那个神秘的星瑶写歌。后台的江倩更是目瞪口呆，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下一秒，林夕瑶空灵的歌声响起。我仍敢在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生真假，不做挣扎，无谓笑话。现场落针可闻，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仿佛看见自己逝去的青春。林夕瑶也彻底投入，她的目光穿越人海望向台下，那里有她最重要的2个人。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时间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又是一首神仙歌，所有人不论现场还是直播间，彻底被感染，脑海里闪过无数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最后定格在那个青春中最难忘的人。原来这就是起风了，刮起的是他们埋藏心底名为青春的风。就在这时，舞台后方传来扑通一声，江倩一屁股瘫坐在地，面如死灰，嘴角颤抖，她连上台演唱的勇气都没了。林夕瑶用最完美的唱功，带着这首无敌的歌，将她的骄傲彻底撕碎。经纪人袁姐更是惨然一笑，技不如人，终归是技不如人。就连评委席上的导师都露出羡慕的神情。音乐声落，全场死寂。林夕瑶看着台下，有些不知所措。我缓缓睁眼，看到她紧张的模样，我笑了。就在这时，瑶瑶伸出小手，用力为妈妈鼓掌。下一秒，掌声如山呼海啸，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观众们眼含热泪，为台上的林夕瑶献上最热烈的支持。与此同时，新歌会的直播间弹幕更是直接刷爆。果然，星瑶出品必属精品，我哭了。这哪是起风，这分明是龙卷风。这一刻，再没人记得之前对林夕瑶的轻视，原以为他是来凑数的，结果开局就是王炸。紧接着，林夕瑶深深鞠躬，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我和女儿，退回后台。然而比赛还在继续，下一个就是江倩。她不知何时已经爬起，看着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林夕瑶，心里只剩深深的无力。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舞台的，直到音乐响起，她才猛然惊醒。可惜还是慢了半拍，台下瞬间嘘声四起，这让她心里更加慌乱。唱出的曲调直接跑偏，一曲唱完，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让她想掩面而逃。后台导演任超却毫不
在意，收视率爆了就够了。最终投票结果毫无悬念，5比0，碾压式的胜利。就在这时，林夕瑶的信息发来，约我在后台出口见面。我看到这，立刻抱着瑶瑶提前离场。而后台，林夕瑶刚一出现，就被赵乐乐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了，别哭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林夕瑶拉着他，眼中满是坚定。我们走吧，顾心怡在门口等我呢。他现在只想立刻见到我，把瑶瑶抱进怀里。出口外，天色已晚。林夕瑶一出来，远远就看到我抱着瑶瑶，笔直地站在路灯下。那一刻，一种名为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他的心头，平淡却极为温暖。妈妈，瑶瑶挣脱我的怀抱，噔噔噔地跑向林夕瑶。林夕瑶立即蹲下，一把将女儿紧紧拥入怀中。我走上前，笑着看向她，怎么样？这个惊喜还可以吧？林夕瑶脸颊泛红，却直视着我，杏眸弯起。很惊喜。然而我们谁都不知道，这温情的一幕竟然全部落入了一个刚从后台走出来的江倩眼中。她正拿着手机看着我们离去的背影，眼里泛起怨毒的光。一个让林夕瑶身败名裂的好主意瞬间在她脑中成型。她得不到的，林夕瑶也别想得到。与此同时，网上早已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好奇星瑶到底从哪找来林夕瑶这样的宝藏歌手。可当他们点开林夕瑶的微博，却只看到一则复出声明。原来她曾是2年前的当红小花，因为恋情曝光而退圈。这个热点一出，无良媒体立马嗅到了血腥味，开始疯狂炒作。一时间，网上两极分化。有人觉得她既然退圈就不该复出，更有人觉得只要歌好听，私生活与人无关。双方吵得热火朝天，直到一句绝杀出现，我就问歌好不好听吧。瞬间，所有质疑者哑火，他们只能憋出一句：换个人唱也一样好听。就在这时，银海娱乐终于下场，一则通告直接引爆全网，不仅恭喜林夕瑶晋级，更放出重磅炸弹。下一场，林夕瑶依旧会携星瑶的歌出场，新歌会后更会推出由星瑶创作的完整专辑。什么？不止一首？全网哗然，林夕瑶和星瑶的话题瞬间冲上热搜第一。然而，一条更恶毒的帖子正在悄然攀升。第二天一早，它赫然出现在热搜第10，标题触目惊心：林夕瑶婚内出轨神秘歌手星瑶。帖子里信誓旦旦说他为了复出用美色勾引星瑶，无数营销号疯狂转发，评论区更是一面倒。呵，原来是靠卖肉，星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狼狈为奸。虽然有粉丝坚信星瑶的人品，但声音很快被淹没。仅仅1小时，这个帖子就和林夕瑶的微博被刷到热搜第1和第2。而此刻，我刚刚晨跑结束，对此毫不知情。另一边，林夕瑶顶着2个黑眼圈，无精打采地走出房间。她昨晚失眠了，满脑子都是我在酒店拉着她手的场景。云姐和赵乐乐看到她的样子，却以为她是因为热搜而一夜未眠。赵乐乐满眼焦急，冲到她面前：夕瑶姐，顾心逸怎么说？难道她不打算出来澄清一下吗？这种事最好是顾心逸亲自澄清，如果林夕瑶发声明，只会引来反效果。可是林夕瑶脑子一片混沌，茫然地看着赵乐乐。什么澄清？顾心逸又怎么了？赵乐乐瞬间无语，这才发现林夕瑶根本不知情，她气得跺脚：夕瑶姐，你还想着他没事，你倒是有事了。你快看看你的微博吧。林夕瑶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她拿出手机，打开微博，瞬间密密麻麻的私信和评论涌入眼帘。当她点开那些充满恶意的私信后，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她深吸一口气，继续往下滑，10条里竟然有9条是辱骂她的。退出私信，她才看到那篇帖子和无数营销号的跟帖。片刻后，林夕瑶放下手机，继续吃早餐，表情平静的可怕，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可她这个样子，赵乐乐更加担忧。夕瑶姐，我们不管吗？林夕瑶却拍了拍她的手，反过来安慰她：乐乐，清者自清。清者自清？可舆论从不关心你的死活。林夕瑶睫毛微颤，心里其实波涛汹涌，但她知道我既然匿名发歌就不想暴露身份，所以她不能将我曝光。此时全网都在等一个解释，结果他们等了半天，林夕瑶的微博终于更新，所有人迫不及待点开，然后全都愣住，没有长篇大论的公关文，只有简简单单4个字：清者自清。这下网上的言论瞬间更加激进。与此同时，天美娱乐大厦里，江倩笑得无比开心，虽然被公司骂了一顿，但看到林夕瑶被她成功拉下水，她就无比愉悦。网上清一色的评论全是她花钱请的水军和营销号，但只要能整到林夕瑶，她觉得值了。旁边的袁姐却脸色阴沉，觉得江倩已经疯了。江倩，你这是在诬陷，如果星瑶追究起来，你就彻底完了。江倩却不屑一顾：我怎么诬陷了？他们要是没事，星瑶凭什么给林夕瑶写歌？你看，连解释都没有，还清者自清，假清高。袁姐看着发疯的江倩，心里已经盘算着抛弃她，而我正在酒店悠闲地洗着澡，谁知外面的手机像催命一样响个不停，我只能草草结束，围着浴巾走了出来。看到来电显示，我有些讶然：喂，杨部长，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杨真没好气的声音：闲人，你还有脸说你是闲人？热搜都快被你承包了。我挠了挠头，好像确实如此。说正事，到底啥事？杨真咬牙切齿，语气更长：还不是你家那口子的事。林夕瑶都被黑成那样，你还坐得住？林夕瑶被黑，我立马严肃起来，语气前所未有的认真。林夕瑶发生了什么？这一刻，电话那头的杨真心里竟有些泛酸。一涉及到林夕瑶，这个男人就变得无比认真。他冷哼一声：热搜
你自己去看吧。接着电话直接挂断，我皱了皱眉，不明白这女人又发什么神经，但现在没空想这些，我赶紧打开微博，第一眼就看到热搜前几条的帖子，看到标题的瞬间，我的脸就黑了。等看完所有帖子内容，又看完林夕瑶微博下的评论，我的脸色彻底黑如锅底，直接气笑了。真当老子的女人好欺负？还有那个傻女人，这么大的事竟然不告诉我，自己一个人扛。我只想当面质问那个笨蛋，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老公？但在那之前，我还有事要做。既然有人想玩，那就玩个痛快。江倩怎么也想不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如此迅猛。她还没高兴多久，就瞬间陷入惶恐。她怎么也想不到，那个神秘的星瑶，竟然就是她眼中的小白脸。上午10点，全网还在津津乐道林夕瑶的塌房事件，谁知上星瑶的短视频突然被刷爆。作为事件的另一个主角，坐拥千万粉丝的神秘大佬，他一发视频根本不需要平台推流，粉丝们就自发将视频顶上热门。星瑶竟然露脸自证了，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会在这个节骨眼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可当大家点开视频，却瞬间傻眼，这哪是什么自证视频，这分明就是一份狗粮加讨伐檄文。视频里我面色严肃，大家好，我是星瑶。人刚睡醒就看到网上一些很不好的言论，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给林夕瑶写歌，甚至造谣她婚外情。我对着镜头声音陡然提高，我在此只想大声问一句，我他妈给我老婆写歌怎么了？怎么了？我老婆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可不惯着你们，什么清者自清，不存在的。我冷笑一声，眼神锐利。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换来的却是疏远。不好意思，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叫顾星逸，当初我和林夕瑶因为恋爱双双退圈，后来结婚一直到现在。至于我为什么叫星瑶，因为我们女儿叫顾星瑶。现在你们知道了，开心了。我还要跟那个发帖的人以及那几个营销号说，不好意思，我已经收集了证据，你们一个也跑不掉。对了，还有那些水军，有一个算一个，通通等着律师函吧。视频一出，全网瞬间震惊到无以复加，吵了半天，结果人家他妈的本来就是夫妻，谁都没想到神秘的星瑶竟然就是顾星逸，离了大谱。这个视频在这一刻疯狂传播，我的粉丝们更是像疯了一样将视频转发到微博。我就站在这儿，看谁还敢造谣。他们本来就是一对神仙眷侣，早上的喷子呢，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就在大家还在讨论视频时，殷海娱乐的微博立即跟上，一则法务部通知直接甩出，受顾先生委托，对于网上的不实言论与造谣将持续跟进，现已向发帖者与营销号公司递交律师函，相关的账号将会全部封禁。这则通告一出，微博瞬间沸腾，眼尖的网友突然发现，之前热搜上的帖子已经被全部清空，发帖人甚至直接注销了账号。没过多久，微博官方下场，经过核实查证，目前已封禁1500个发布不实言论的账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随着微博官方通告一出，我发布的视频直接被顶到热搜第一，而林夕瑶的微博也瞬间占据第二。短短时间内，宠妻狂魔和清者自清两个热词相继而出，无数吃瓜大军疯狂刷着我的金句。我老婆不愿意搭理你们，我可不惯着你们。可此时魔都的公寓里，林夕瑶对这一切浑然不知，她正抱着女儿瑶瑶悠闲地看着动画片。就在这时，赵乐乐像一阵风冲了过来，他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直接将手机怼到林夕瑶脸上。夕瑶姐，你快看，他发视频了。林夕瑶疑惑地抬起头，赵乐乐恨铁不成钢的跺脚。嗨，夕瑶姐，你这么温柔，以后可怎么办？你真该学学顾星逸，你看看他，直接硬刚，太爽了。硬刚。林夕瑶接过手机，点开视频，我那熟悉又霸道的声音瞬间从听筒里传出。当他看完整个视频，小嘴微张，脸上写满了惊讶。赵乐乐还在一边叽叽喳喳。夕瑶姐，你知道现在网友怎么说他吗？宠妻狂魔，哈哈，太有趣了。听到这4个字，林夕瑶的脸颊悄然红润，心里泛起一丝甜蜜。有谁不愿被宠着呢？想到这，他直接抛下女儿，快步走回房间。客厅里只剩赵乐乐和瑶瑶，大眼瞪小眼。然而回到房间的林夕瑶看着拨号界面却犹豫了，打过去说什么？说他那些话太羞人，那不就承认自己害羞了？还是说他怼得好？那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小气鬼？他烦躁地扑到床上，把脸埋进被子里，像个小女孩一样踢着腿。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直接打去语音。下一秒电话秒接，我那好听的声音传来：喂。林夕瑶小脸埋在被子里憋得通红，闷声闷气地问：喂，你现在在干什么？谁知等来的不是回答，而是我的嘲笑声。呵，你在干嘛？表演用被子闷死自己吗？林夕瑶惊呼一声，猛地抬起通红的小脸，一脸惊慌。他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直到他看到手机界面，这才猛然惊醒，自己不小心点的竟然是视频通话。大大的社死2字瞬间写在脸上。林夕瑶微张着小嘴，当场石化，茫然地看着视频那头的我，而我摸了摸鼻子，心想这样的他意外的可爱。下一秒，林夕瑶
瑶嘤咛一声，又像鸵鸟般将脸埋进被子里，再也不愿起来。丢死人了！沉闷的声音从被子中传来。你不许笑！我终于识趣的停止笑声。好，我不笑。我刚准备出门去公寓，你要来接我吗？那你在那儿等我。林夕瑶这才抬头，一双水汪汪的杏仁眼盯着屏幕，俏脸依旧红润。她没问我为什么发那个视频，有些事似乎已无需多问，只是她没问，我却主动开口，语气瞬间严肃。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林夕瑶，你都被黑成什么样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林夕瑶沉默了。我问她把我当什么，她竟然也有些茫然。可下一秒，她就得到了答案，是喜欢。她喜欢改变后的我，喜欢我小心翼翼照顾他们母女的样子。只是过往的经历让她不敢轻易敞开心扉。然而我等到的却是长久的沉默。紧接着，我失落的声音再次响起：不说也没关系，我在楼下，你来接我吧。视频猛然挂断，林夕瑶这才回过神，想起我刚刚的语气，她的心突然如针扎般刺痛。自己让她失望了吗？她猛地从床上爬起，只想快点见到我，脚步也跟着飞快地冲向门外。我上了车，情绪却没什么波动，只是静静看向窗外。然而林夕瑶没有发动车子，反而转过身，紧紧盯着我的侧脸。她深吸几口气，终于开口：顾心意，对不起。我这才转过头，看着她微红的眼眶，心里一阵苦笑。我何曾拥有过，又谈何失去？于是我轻声开口：不用道歉，其实我不是你想的那个顾心意，你不用内疚。谁知林夕瑶却死死盯着我，目光如水。那顾心意是你吗？我瞬间怔住。我想起游乐场时，她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挠挠头，只能回答：我是顾心意。那你就是我想的那个顾心意。她坚定的回答让我彻底愣住。我努力握紧颤抖的拳头，终于说出心底的恐惧。可我害怕，我怕哪一天你们不需要我了。顾心意。林夕瑶突然打断我的话，满眼都是心疼。她用力握住我颤抖的手，轻轻靠在我身上，一字一句的宣告：你是瑶瑶她爸，也是我老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会离开你。最重要的是你在我们身边。娇躯入怀，温言软语，我瞬间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拥着她，我突然笑了。从此再没什么能动摇我的道心。片刻之后，林夕瑶不好意思地从我怀里窜出，我却只是带着傻笑。她风情万种地瞥了我一眼，也扑哧笑出声。这个傻子真好满足。车子缓缓驶离，两个人的心境已然天翻覆地。与此同时，天美娱乐公寓内，不可能，星瑶怎么会是顾心意那个小白脸？江倩如疯了一样，一把扫飞桌上所有化妆品，刺耳的碎裂声中，她还嫌不够，上前用脚狠狠踩着。而与化妆品一同报废的，还有一份英海娱乐寄来的律师函，她被扒出来了。那个发帖人见到事情不对，立刻把她这个主谋供了出来。如今公司已经勒令她休息，她知道自己完了。不远处的袁姐幸灾乐祸地看着。果然，顾星意就是星瑶，这隐藏的也太深了。她忍不住暗叹，谁能想到2年前那个谁都看不起的小白脸，如今竟露出了獠牙。林夕瑶的眼光是真的好啊！我不服，袁姐，手机给我。江倩喘着粗气，两眼血红。袁姐却只是冷冷瞥了她一眼，没好气地开口：你有什么不服的？唱歌你比得过人家吗？长相没人家好看，就连找男人都没人家会找，你有什么不服？袁姐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江倩心里。江倩猛地扭过头，死死地盯着她。袁姐却丝毫不惧。我说错了，等你被关进去，合约自然结束，公司早就抛弃你了。为什么？江倩咬着牙。公司需要的是摇钱树，你已经没有价值了。袁姐看着她，甚至说出掏心窝的话。等你出来，找个老实人嫁了吧，别折腾了。呵呵，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我的好袁姐？江倩气笑了，他们终于撕破脸皮。紧接着，她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袁姐，手机借我用一下，有始有终吗？袁姐眉头一皱，你还想干什么？鱼死网破。江倩的笑容变得瘆人。他林夕瑶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他一个孤儿，凭什么？既然知道了星瑶就是你顾心意，那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动不了林夕瑶，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谁也别想好。袁姐看着状若癫狂的江倩，知道她已经疯了。她很想说林夕瑶从没跟你争过，人品比你好1万倍，但她不能说。此刻任何刺激都会让江倩彻底失控。于是袁姐递过手机，好，手机给你，但这一切都和我无关。我知道你害怕了，哈哈。江倩接过手机，在袁姐的注视下拨通了一个号码。霍婷，我是江倩。与此同时，公寓餐厅气氛却显得有些异样。瑶瑶吃得不亦乐乎，云姐全程姨母笑，赵乐乐却低头扒饭，时不时偷偷看一眼我和林夕瑶。只见林夕瑶一张俏脸，连脖子都通红，恨不得把头埋进碗里，而我正傻笑着亲手剥好小龙虾，用筷子喂到她嘴边。林夕瑶感觉自己快被煮熟了，这人从车上下来后就不正常了，可我却觉得天经地义。她都承认我是她老公了，喂，她吃东西有什么不对？能不能不要这样，我自己来。林夕瑶终于忍不住抬头羞意地瞪了我一眼，那眼中的娇嗔看得我一愣，原来被女生这样注视是这么爽的一件事，恋爱真香。我这才停止投喂老婆，转头开始投喂瑶瑶。饭后我终于恢复正常，坐在沙发上开始思考下一场比赛的歌曲。16进8赢得轻松，可8进4就未必了。剩下的选手唱功完全不输林夕瑶，比拼的就是原创歌曲和临场发挥。在
3天拿出一首好歌，对谁都不容易，就连我也开始发愁，到底该选什么歌才能稳操胜券。而林夕瑶也没闲着，她就坐在我身边，完善着她一直在想的那首歌。可那首歌总是缺一点关键的旋律。林夕瑶紧锁眉头，那段旋律就像抓不住的猫，让她急得将头发都挠成了鸡窝。直到夜深人静，她都没能抓住那点灵感。然而第2天一早，林夕瑶刚刚睡醒，一个关于我的大事件再次引爆热搜。起初她还没当回事，毕竟这些天关于我的热搜就没停过。可当她看清帖子的标题，眼神瞬间收缩，她的心彻底慌乱起来。与此同时，无数吃瓜大军也看到了这个热搜，他们早就习惯了每天看到星瑶的名字，于是想都没想就点了进去。可这一次，当看清帖子内容时，所有人都集体呆住，甚至有人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星瑶家暴男，这标题简直炸裂3观。网友们先是一愣，接着便捧腹大笑，开什么玩笑？昨天还是宠妻狂魔，今天就变家暴男，这谁信？他们迫不及待地点开帖子里的视频，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结果视频一出现，2个男人一脸严肃，竟是我以前男团的成员霍廷和凤斌。这时霍廷开口了：“大家好，我是霍廷，顾星逸以前的朋友。为什么说以前？因为我休与他这种人为伍。我知道大家不信，但他就是个家暴男。我这有电话录音为证。当初他求我让他复出，我正巧录了音，没想到竟成了揭穿他伪君子的证据。我霍廷敢露脸，就不怕与他对峙。”这话一出，网友们瞬间沉默，言之凿凿，还实名举报，让他们一时有些动摇。紧接着，封斌也拿起手机晃了晃：“我可以作证，霍廷说的都是真的。现在就让大家听听当初的录音。”说完，他直接点开了播放，网友们瞬间竖起了耳朵，只听见我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霍哥，您看我还能回去公司吗？”霍廷淡淡的声音响起：“你都娶了当红小花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下一秒，我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轻佻：“女人嘛，就如衣服一般，还是事业重要。那你想复出，林夕瑶能给吗？”录音里我笑了一声，说出了一句让全网炸裂的话：“不瞒您说，这个家我说一不二，他敢不给打一顿就好了。女人嘛，就不能惯着她。”录音到此结束，可全网的怒火却彻底爆开。恶心，这还是个男人吗？就会欺负自家女人？不仅女网友化身战神狂喷，就连男同胞都义愤填膺。紧接着视频里霍廷一脸愤怒地继续补刀：“大家都听到了吧？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宠妻狂魔。我霍廷与这种家暴男势不两立。”视频戛然而止，但评论区早已沦陷。老子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这种人。听到录音我吐了。顾星逸背地里到底有多肮脏？我的瞬间被冲烂，无数人让我滚出来说话，而此刻我正静静看着手机，听着那段录音，熟悉的恶心感再次上涌。我冲进卫生间开始呕吐，仿佛一瞬间我又回到了当初那个压抑的深渊。那些事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我无法反驳。林夕瑶曾经受的伤只会更多。电话疯狂响起，我却看都没看。第一次选择了逃避，把自己死死蒙进被子里，仿佛这样就能好受一点。我难受的不是被骂，而是那些记忆再次涌上心头。林夕瑶和瑶瑶受的苦又清晰浮现在眼前，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未原谅过自己，即便我无时无刻不在弥补，也改变不了曾经的事实。与此同时，一人公寓里，林夕瑶正焦急地一遍遍拨打我的电话。看到帖子后，她无比担心，没人比她更了解现在的我。她看着我的变化，看着我一点点的赎罪，她都懂。过去的事，她早已不在意，可她知道现在的我肯定无法原谅自己。身边的云姐和赵乐乐满脸心疼，既气愤又不知所措。电话依旧打不通，我就像人间蒸发。林夕瑶的心瞬间揪紧，怀里的瑶瑶抬起头：“妈妈，你是在给爸爸打电话吗？那妈妈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瑶瑶一句话点醒了林夕瑶，她再也坐不住，慌张起身，踉跄着冲了出去。她要来找我。很快，林夕瑶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房门前，她咬着嘴唇，轻轻敲门，没回应。她没有迟疑，继续敲，一声又一声，今天一定要把我敲出来。被子里的我终于被这执着的敲门声惊动，我拖着沉重的身体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林夕瑶通红的眼眶。仅仅1天，再次见到她，我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我处在门前不知所措，她肯定也看到那个帖子了，她是不是又想起了以前的种种？我蓦然关上门，像个即将上刑场的囚犯。她是怎么想的？我声音沙哑，心里无比惶恐。现在人尽皆知，她会怎么做？离婚吗？可就在这时，林夕瑶看到我的眼神，瞬间气急，她猛地将我拽到床上，抱着我的手臂狠狠咬了下去。剧痛袭来，我瞬间清醒，我下意识想缩回手，却又死死忍住，让她发泄吧，她会好受点。直到林夕瑶松开嘴，抬头看到我温和的眼神，她的眼泪再也绷不住。你傻不傻？她嘶吼一声，随即拉开我的衣袖，手臂上一排泛着血丝的深深牙印触目惊心。好了，这下扯平了。林夕瑶带着哭腔，整个人扑进我的怀里。我也家暴了，扯平了，你不准再难过了。这一刻我彻底愣住，怀里似火的娇躯让我感觉如此不真实。我不敢相信地摸了摸她的脑袋，是真的，心情瞬间从地狱冲上天堂。我咧开嘴笑了。林夕瑶说扯平了，从穿越过来我一直小心翼翼，一直觉得亏欠，如今终于有人告诉我我们扯平了，真好。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我不仅在救赎他们，更是在救赎自己。
己。我们俩像傻子一样抱在一起抽泣。许久，林夕瑶闷在我怀里轻声说：“以后不许这样了，我和瑶瑶会担心你。”我重重点头，声音沙哑：“不会了。”就知道说。林夕瑶抬起头，红着脸，眼眶微红，水汪汪地看着我。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眼中爆发出难掩的激动。对了，我好像想到那个旋律了。什么旋律？我忍不住上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你这像在揉狗头一样，就是我一直在创作的那首歌，现在突然有灵感了。话音刚落，她就挣脱我的怀抱，要趁热打铁。我有些遗憾地挠挠头，从背包中拿出去稿纸递给她。本来我想今晚写歌的，你来吧。林夕瑶红着脸点点头，盘腿坐在床上，迅速开始创作。她哼着小调，笔尖飞舞，片刻功夫，一首完整的曲子跃然纸上。她欣喜地抬起头，直勾勾望着我。终于做出来了，你要看一下吗？我温和地摇摇头。我更想你能唱给我听。林夕瑶的脸更红了，小声说：“还没歌词呢。”哼，唱也行。我笑着催促。终于她羞涩点头，没有伴奏，只有她轻柔的哼唱声响起。然而旋律入耳的刹那，我直接愣在原地，目光里满是震惊。这个旋律我听过，是在我的原世界，我不敢相信。我继续认真听着，直到一段哼唱结束。等一下，我突然打断她，匆忙拿起纸笔，在上面飞快地写着什么。林夕瑶一脸懵，可当她凑过脑袋看到我在写的东西时，眼中陡然爆发出万丈光芒。纸上赫然写着2个大字：勇气，竟然是歌词。我只是听她哼唱了一遍，就写出了歌词。林夕瑶凑近一看，瞬间惊喜，这歌词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甚至比她想的还要好。她红着脸，目光从歌词转移到我认真的侧脸上。这一刻，她鬼使神差般忍不住轻亲了我的侧脸一下，我的手猛然一抖，笔墨瞬间晕开，我整个人如遭雷击，彻底石化。右脸上那湿润柔软的触感，清晰的仿佛烙印。我低头看着纸上的歌词，心里早已炸开了花。这就是林夕瑶想要的勇气。而林夕瑶亲完之后，瞬间就慌了，她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幸好我没什么反应，否则她肯定要狼狈而逃。我当然知道她脸皮薄，于是强忍着心中的狂跳，继续写完歌词。随后我才故作若无其事地将歌词递给她，看看这次能完整的唱给我听了。一曲唱罢，我笑着点头，很好听，下一场比赛稳了。是你的歌词好。不，若是没有老婆大人的曲子，我也想不到这样的歌。商业互夸开始，可谁知老婆大人4个字一出，林夕瑶瞬间破防，她像只鸵鸟把脸埋进怀里，心里又羞又甜。然而我还没欣赏够这美景，刺耳的手机铃声猛然打破了房间内的暧昧气氛。我拿起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杨部长的备注。我挑挑眉，看来杨枝也看到了帖子。电话刚一接通，我依旧温和地开口：“喂，有什么事吗？”电话那头的杨枝明显一怔，她小心翼翼地问：“网上有些不好的言论，你不去澄清一下吗？”我下意识看向林夕瑶，她正假装认真地看着曲稿，可那游离的眼神却出卖了她。我对她俏皮地眨眨眼，她的小脸瞬间爆红，慌乱地移开目光。紧接着我对着电话平静地投下一枚炸弹：“不用澄清，那都是真的。”电话那头瞬间陷入死寂，半晌后，杨枝难以置信的声音才传来：“为什么？我不相信我印象中的你。”我却直接打断他：“杨部长，你又了解我多少呢？网上那些是真的，做错事就要受罚。至于那些言论，由他们说吧。”我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林夕瑶身上，温柔无比。只要我在乎的人懂我就够了。电话里再次沉默，杨枝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失落：“好，我明白了，那我挂了。”我刚放下电话，林夕瑶的声音悠悠传来：“你太冷漠了，这样不好。”我满头问号，自己冷漠吗？谁知林夕瑶又补上一句，眼眸微暗：“那个玉姐应该喜欢你的。”什么？杨枝喜欢我？我挠着脑袋，瞬间感觉一阵头大。我只把她当普通朋友，可你怎么知道？林夕瑶猛然抬头，死死盯着我，语气无比坚定：“感觉，我相信我的感觉。”我挠着头，一脸真诚：“你感觉错了，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我对别人动感情很不礼貌，爱情就该认真且专一。”看着我诚挚的目光，林夕瑶轻轻点头，可是她心里却涌起一阵紧迫感。你不喜欢别人，不代表别人不喜欢你。那个玉姐比她优秀太多。我疑惑地看着她，仔细回想刚才的对话，突然我明白了什么。我眼中带着笑意，推了推她的手臂：“你这是吃醋了？”林夕瑶整个人瞬间慌乱，脸色爆红：“没有。”声音虽大，反应更大。破案了就是吃醋。我嘴角的笑意更浓，静静看她表演。谁知林夕瑶越掩饰越慌张，又羞又恼。终于她再也扛不住我的目光，摆烂似的将曲稿扔在床上。对，我就是吃醋了，谁让有那么一个大美女喜欢你？我的笑容越来越盛，下一秒我猛然俯身靠近她，声音充满蛊惑：“那要不我给你盖个章，这样你是不是就不会吃醋了？”我的脸凑得极近，呼吸都拍打在她脸上。林夕瑶的心跳瞬间如擂鼓，越跳越快，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紧接着在我的注视下，她竟慢慢闭上眼睛，小嘴微微戳起。我心中一喜，闭上眼缓缓凑了上去。随后林夕瑶就要参加新歌会8进4的比赛了，此
此刻他正在银海娱乐练歌。我回到公寓，只有保姆云姐带着女儿瑶瑶在家。云姐对我的态度复杂，既感激我最近的改变和帮助，又记得我以前对林夕瑶的伤害。不过看到我如今对妻女的关爱，她也感到欣慰，并告知我林夕瑶正在公司。我闻言决定带着瑶瑶去探班，给老婆一个惊喜。此时网络上关于我的骂声依旧，网友们甚至成立了声讨群，期待林夕瑶能借此机会离婚。然而林夕瑶的微博却突然更新了一条置顶：今生得遇良人，何其幸甚，君子改错，人皆养之，我心亦然。这两句话瞬间让网友们炸锅，纷纷猜测林夕瑶是否被控制。我带着瑶瑶来到银海娱乐，偶遇了也是参赛选手的程迪。程迪是林夕瑶的粉丝，见到我本人后觉得我和善可亲，还向我要了签名。随后我来到录音室，隔着玻璃看着认真唱歌的林夕瑶，眼中满是温柔。一曲终了，林夕瑶看到我们父女俩，惊喜万分，羞涩又甜蜜地喊了一声老公。新歌会第2期比赛如期而至，热度空前。我带着瑶瑶低调来到现场，林夕瑶的对手是盛世娱乐的邵飞白。比赛开始前，现场观众大声质问林夕瑶微博是否本人所发，是否被胁迫。林夕瑶目光坚定，看着台下的我，大声宣布喜欢，我喜欢顾星逸，他很好，有些喜欢是命中注定。随后大屏幕显示歌名勇气，作词顾星逸，作曲林夕瑶。前奏响起，林夕瑶深情演唱，歌词直击人心。这赤裸裸的告白让全场观众和网友都麻了。原来这不是批斗会，是撒狗粮现场。一曲终了，舆论风向大转，大家纷纷祝福这对双向奔赴的恋人。最终林夕瑶以高票晋级4强。赛后银海娱乐顺势发声，澄清我并未家暴，两人是双向奔赴。当晚我牵着林夕瑶的手在街头散步，我们像热恋情侣一样逛小吃街看电影。在电影院里，我情不自禁偷亲了林夕瑶，惹得她羞涩不已。虽然我们之间还有些小误会和小别扭，但感情却在迅速升温。短暂相聚后，我带着瑶瑶回江城，林夕瑶留在魔都备战。回到江城，我忙着给瑶瑶找幼儿园，虽然错过了报名时间，但凭借星瑶小公主的人气，我还是顺利的在江花幼儿园给她报了名。与此同时，魔都的阴谋正在酝酿。银海娱乐的前高管尹平为了报复，联合了新歌会的导师王斌和冉小小，企图在下一场比赛中做手脚，让林夕瑶输给程迪。他还找来了所谓的音乐教父吴面给程迪写歌。新歌会第3期4进2比赛，林夕瑶对战程迪，主持人陈雪儿故意挑事，问林夕瑶新歌是否还是我所写。林夕瑶从容应对。比赛中林夕瑶带来了一首《花海》，唯美的前奏瞬间将观众带入意境。林夕瑶的演唱深情款款，仿佛是一场个人演唱会，全场掌声雷动。相比之下，程迪的甜歌虽然也不错，但在《花海》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然而投票环节却出了意外，虽然高宇投给了林夕瑶，薛晓倩投了程迪友情票，但王斌和冉小小竟然都投给了程迪，导致程迪票数领先，全场哗然，黑幕只剩4起。然而关键时刻，薛晓倩站了出来，不好意思，主持人，打断一下，这次的票有问题。在这，我要向林夕瑶、向观众们道歉，对不起，我之前得到银海娱乐运营部长尹平的消息，他告诉我，程迪与夏夕瑶同属银海娱乐，如果双方差距过大的话，让我投一票友情票给程迪，不要让他输得太难看。可是现在反而让程迪晋级了，我觉得我有责任。今天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林夕瑶被淘汰，我辞去新歌会导师这个责任。程迪更是直接宣布弃权，表示林夕瑶的花海远胜自己。真相大白，节目组导演任超紧急救场，宣布重新投票，并剔除涉事导师。最终林夕瑶成功晋级。事后尹平被银海娱乐开除，涉事导师也身败名裂，而吴面则因为自己的歌输给了我，心生怨恨，在微博上公然挑衅我，并下了战书，要在决赛中一决高下。吴面的挑衅引爆了网络，媒体大肆渲染新老对决，我也不甘示弱回应，你要战那便战。盛世娱乐趁机邀请吴面为决赛选手苗安云写歌。决赛第1场的关键词是悲惨恐怖，这对擅长此类风格的吴面来说是天赐良机，而对我来说则是全新挑战。林夕瑶为此忧心忡忡，我却显得胸有成竹。为了寻找灵感，林夕瑶甚至陪我看恐怖片，结果自己被吓得不轻，反倒促成了我们的亲密接触。第2天我拿出了新歌，决赛当晚万众瞩目，苗安云率先登场，演唱吴面创作的《癌变》。歌曲前半部分描绘癌症患者的痛苦，后半部分则是压抑的纯音乐，虽然有些晦涩，但艺术性极高。吴面对此自信满满。接着林夕瑶登场，她身穿大红嫁衣，头戴凤冠，妆容却凄美哀怨，眼神空洞。歌名剑缓缓打出，音乐响起，二胡、琵琶交织出悲凉的旋律。林夕瑶开口，戏腔惊艳全场。歌词描述的是一场冥婚，字字不提悲，却句句透着含义。随着歌曲推进，唢呐声骤然响起，将气氛推向高潮。那种深入骨髓的悲凉与恐惧，让全场观众头皮发麻。林夕瑶全程未眨眼的演绎，更是被网友奉为最美鬼新娘，空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癌变。林夕瑶以4比0的导师票和88的观众票大获全胜，吴面彻底溃败，兑现承诺放弃音乐教父称号并道歉。赛后我在场外等候林夕瑶，林夕瑶告诉我赵乐乐已经走了，自己没带公寓钥匙。我们心照不宣地来到了酒店，酒店房间里气氛暧昧而紧张。我洗澡出来，发现林夕瑶正在哭泣，她袒露心声，觉得自己配不上我，越靠近越害怕失去。我温柔地捧起她的脸，告诉她我以前也很自卑，是她给了我心动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老天安排的最大。我的话让林夕瑶破涕为笑。我们今
紧紧相拥，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明白了彼此的心意。两颗心毫无保留地贴在了一起，未来的路我们将携手共度，无论是风雨还是荣耀，都将共同面对。是那个什么狗屁的绝对好运系统在捣鬼。公子，您连这都算到了？冷月见我不说话，以为我默认了，声音里充满了震撼。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能再次深沉地点了点头。冷月彻底沦陷了，他看着我，眼神里除了崇拜，还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痴迷。这样一个男人，算计天下至近乎妖，却又偏偏没有丝毫的武功，看起来是那么的柔弱，这简直太让人有保护欲了。冷月在心里暗暗发誓，从今以后谁要是敢对公子不利，他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将对方碎尸万段。就在这时，那个之前被吓跑的分舵主又一脸兴奋地跑了回来。长生大人，大喜事大喜事啊！什么是一惊一乍的？我没好气地说道。下水道鱼图，我们弄到手了。分舵主激动地说道。哦，这么快？我也有些惊讶。那玩意儿不是说最高机密吗？是长公主殿下。分舵主兴奋地说道。他刚出咱们这门，就下了一道令，让工部侍郎亲自把鱼图给送过来了。他说这是给先生的赔礼。好家伙，我就是随口一说，你们还真给弄来了，而且还是长公主送来的。这下好了，想不干都不行了。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我完全不想去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我接过那张巨大而又复杂的鱼图，只觉得手里沉甸甸的。这哪里是地图啊，这分明是催命符啊！